升天，文文一定可以照顾好自己，每天将自己喂得饱饱的。娘您一路走好，不用担心文文。这话怎么听着像我死了一样？温温，娘亲送你一程，去你爹那。不，好不容易熬到娘亲离开，我可以当不动山老大了。娘亲怎么能忍心送我下山？娘啊，文文不想离开你，不想离开我们一起生活的不动山。狗天道！阿娘，今年山上的灵果就要熟了，我还没来得及吃，你先让我把灵果摘了再送我走好不好？还有山上的花蜜蜂要下蛋了。该死的天道！老娘才下来不到5年，你就要送老娘回去？我家温温才多大？宽限儿5年是无最大的容忍。放你的狗屁！狗天道！你要是敢欺负我女儿，老娘派人把你劈了！娘亲为啥要电我？痒痒的，我动不了。宿主你好，编号666的自我救赎系统兼程为你服务，请问是否愿意绑定系统？宿主不说话，默认同意。叮咚，绑定成功。宿主你怎么和空气擦出火星？我不知道，我要掉下去了。你不是玄之息，你是谁？我是月温温，今年3岁啦。我绑错宿主了。宿主你就这样掉下去会死的，只要你答应我拜入位月宗，救下玄之息，我就救你。救之息姐姐，不知姐姐。我又不傻，阿娘说不能随便答应陌生人的请求。但是知悉姐姐，娘亲和我讲过，我可以去找姐姐。现在666系统开始为宿主保驾护航。你说什么？我们要死了，呜呜，还不允许我哭一下吗？你好吵啊！哦吼，我能动了！这不科学，宿主你怎么一点事都没有？因为我牛逼！我超厉害！我去哪儿找爹爹？你个天杀的小丫头，害死我家老母猪！好看，真不愧是我爹爹。爹爹，我竟然在他身上感受到血脉之力，莫非是玄生岩的私生女？我玄尘影没有女儿。天杀的玄尘影，活该你惨兮兮！竟然敢这么对待我可爱的宿主！娘亲明明说过，爹爹们可喜欢我了。没认错。没想到你是玄尘影的女儿，我知道她在问月宗，你接下救赎任务，我带你去。这宿主真的只有3岁吗？爹爹，你哪里跑？爹爹，娘亲说你可厉害了。我堂堂化神强者被一个3岁小丫头砸进地里，全身骨头尽碎，颜面何在？爹爹，你别躺地板，地板冷还硌脚，你快上来。我也想，可是我现在动不了。宿主太强悍了，一招秒杀化冠剑修。娘亲说爹爹特别剑神，能化身为剑，一剑破天。他现在才化神，连大成都没到，怎么成神？你老实说，你是不是从未来来的？我不知道，我一直跟着娘亲住在不渡山上，娘亲不会把我送去了过去吧？娘亲修的可是时空之道。不渡山，那是归灵界距离天界最近的地方。你娘亲呢？娘亲升天了，让我来找爹爹，找到爹爹才能回家。这孩子不是玄生岩的女儿，可我也没想通自己哪来的孩子，而且他娘亲还死了。即便如此，就算是我的，我也不需要孩子。你快把你爹拉出来！你从未来过来，他现在根本不认识你，好感度要负100了，负
-100代表他想杀你。不会的，温温这么可爱，这么厉害，怎么会有爹爹不要我？这自恋的劲儿肯定不像我。是否开启救赎玄尘影的任务？开启后可看到好感度，答应救助奖励3枚疗伤丹。开，爹爹一定超喜欢我。啊！你还痛不痛？你好了吗？你怎么不说话？爹爹不会被我砸傻了吧？以后要当温柔的小女孩，不能乱打人。这丹药极为珍贵，我从未服过丹药，但也能感受出来。爹爹，我今年3岁了，是个乖宝宝。3岁？3岁一招把我打趴下，而且他身上没有丝毫灵气波动，莫不是纯肉体强度？娘亲时空术法出了问题，把我送到了过去。我是从未来来的。我未来不仅结了道侣，竟然还有孩子，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血脉石亮了，你看，你就是我爹爹。爹爹，你看看呗，不要蒙上眼睛。宿主别扯，刚回归零的好感度又要变负数了。你叫什么名字？叶温温，爹爹可以叫我温温。爹爹，那你带我回家吧。回家？我不需要家，也不需要家人。爹爹，温温饿了，每天这个时候娘亲就给温温做好吃的。娘亲走了，就是一天都看不到她了。爹爹，温温想娘亲了。谢谢爹爹。你不要跟着我，我不带孩子。小丫头，你弄死了我家老母猪，赶紧赔钱！这人该不会是瞎子吧？多谢仙人，多谢仙人！我堂堂化神强者，被一个3岁小丫头砸进地里，全身骨头尽碎，颜面何在？我已经拒绝得如此明显，这小丫头怎么还不放手？爹爹，你快饶了我！你要哭兮兮的喊，装可怜博同情。我不哭，我是乖宝宝。你这是需要人捞的样子吗？还有手吃果子。是因为果子是我给的，所以掉了才这么伤心。别哭了，等下会送给你摘果子。奇怪，我好像并不是很反感抱着这个小屁孩。爹爹带我回家，娘亲走了，温温就没有家了。带你回温月宗可以，我可不照顾小孩。温温会自己照顾自己，我想吃爹爹给的灵果。爹爹呢？漂亮姐姐，你有没有看到我爹爹？我爹爹是玄尘影抱我回家的，我叫岳温温，今年3岁啦。玄尘影他竟然有孩子，这死孩子有孩子不告诉我，还不请我喝喜酒。爹爹明明说过带我回家摘果子吃。温温，这是辟谷丹，吃了就不饿了。温温，你怎么不吃？我要留给爹爹吃，爹爹太弱了，要吃丹药。丹药是最不好吃的东西，娘亲把好吃的果子炼成丹药，我才不吃。温温，奶奶这里还有很多，你想吃多少就吃多少。漂亮姐姐，你也想吃吗？这个石头虽然没有味道，但是比丹药好吃。漂亮姐姐，你要是吃不饱，还可以找我要。
3枚极品灵石相当于300万枚下品灵石，不然老了牙口不好啃不动。温温，云奶奶辟谷丹多的是，你不用啃石头。娘亲说投之以桃，报之以利，漂亮姐姐你一定要收下温温的灵石。难怪玄晨影把她放在我这儿，这小丫头的东西要是被玄家人发现，全得被骗走。就她那穷鬼能拿出极品灵石，我100个不信。云奶奶，太阳晒屁股了，爹爹为什么还没回来？我的冰志峰终年积雪，别说灵果，人片叶子都没有。自从能修炼后，我第一次为没有灵果感到苦恼。问月宗的灵果树都有主，我堂堂化神犯不着去偷人家果子。小师妹，那有一株碧灵果，差不多好几十个。小师妹快躲，这时有筑基中期的修为。陈影尊者，您是来追杀魔修的吗？我刚才察觉那边有魔修气息。这女修有问题，我的行踪向来无人知晓。才20几枚，肯定不够吃。啊！小师妹别难过，是陈影尊者不厚道，堂堂尊者还将小辈灵果。玄之息什么时候认识玄晨影？他名声臭了，丹田被毁，凭什么还能得到陈影剑尊青睐？云姨，温温呢？温温你没带走吗？他刚刚还坐在石头上等你来接他，自从今早醒来就要找爹爹，在石头上坐了一上午。温温在等我来接她回家。别愣着，赶紧去找孩子。温温身上宝贝多得很，那身衣服价值连城。我担心个鬼！小丫头战斗力爆表。爹爹，你是来接温温回家的吗？爹爹，我们快回家吧。你若认错，便放你出去。我没对人。怎么你还想说是明月自己撞上去的？明月为什么要污蔑你？她是变异冰灵根天才，筑基初期，2品炼丹师。倒是你每次都想陷害明月，明月却次次维护你。知悉明月是你妹妹，你如此污蔑她，对得起她吗？我不甘心，谁天生想比一个替代自己的人差一头？我的话起不到任何作用，只会浪费残存的力气。我此生最大的伤害不是别人带给我的，是之前。西西，你认错，答应阿母以后不许再陷害你妹妹，出去当众道个歉。我没错。算了，你这么倔，先好好想想自己做错了什么。我知道自己会被冻死，一个凡人被关在寒洞，不就是想要我的命吗？我不信父母不懂，只是他们不在乎。如果可以选，当初阿婆走的时候，我跟着一起走该多好。阿婆，我好想你，我要睡觉了吗？知悉姐姐真的在这里吗？宿主你快去，再不快点，玄之息就被他阿娘冻死了。天杀的重生者，宿主为啥阵法对你没用？啊，阵法是什么东西？这是知悉姐姐吗？瘦得像竹竿，小腿还没有我手臂大。阿娘说知悉姐姐和我并列天界双最，最主要的是娘亲说知悉姐姐做饭比她做的好吃。好冷。知悉姐姐，温温给你取暖。主人他身体太脆弱，承受不住药力，带他回去交给云素灵。你就这么背着出去，被人看到不好。你还是直接举人吧。这不是玄生岩的女儿吗？好好的丫头怎么被冻成这样？丢出去！爹爹不要将知悉姐姐丢出去，是我从冰洞里救出来的。她的阿娘好坏，把她丢进冰洞想弄死知悉姐姐。爹爹，你也怕冷吗？怕冷的话，温温帮你暖暖。温温不怕冷，我可暖和啦。当初玄琛影小时候也被母亲丢进过冰洞，还是我将她救出来的。甚至她的双目都是他爹挖的，只因双胞胎哥哥眼睛瞎了，需要他的眼睛。这孩子今年16岁，
看着像个12岁营养不良的，瘦得跟竹竿似的。如果温温没把他带出来，恐怕已经冻死了。丹田尽碎，是个凡人，怎么忍受得住剔骨严寒？姐姐不是武灵根吗？武灵根超厉害的，比那些丹灵根多了4个灵根，就只比我差那么一点点。娘亲说做人要低调。小孩子真是什么都不懂，温温这样无忧无虑也好。你哥哥还真和他爹一样，他们一家就出了你这根好笋。什么好笋？爹爹是笋成精吗？那我能不能啃一口？娘亲炒的灵笋可香了。谢谢爹爹，我就知道爹爹会给温丹好吃的。原来爹爹去摘灵果，爹该把树拔了。温温也喜欢。不，我和你不一样，我不喜欢摘灵果。嘿，24个，爹爹给你，我们2个分。他对灵果看得有多重，我是知道的。半个掉进坑里沾泥的灵果都能捡回来塞嘴里，可如今……爹爹，你是不是嫌弃少了？爹爹，你是大人，肯定要多吃一点。那温温吃1个就好了。我不吃。碧莲果入口甘甜，淡淡果香充斥口腔，似乎能抚心口的伤疤。爹爹，灵果是不是特别好吃？不好吃，我不吃。爹爹不喜欢温吃啦。爹爹，你还想要吗？你1口我1口也可以的。温温把果果屁股给你吃哦。不一定，是我幻听了。等等，刚刚那枚果子呢？果核呢？吃啦。吐出来。5岁那年，父亲拿回一袋灵果，我看到哥哥吃，也拿了一个。那是给你哥哥吃的，你没有灵根，吃什么吃？浪费！坚硬的果核磨烂了我的胃，从此体弱，直到捡到一本武技，练武后身体才慢慢好起来。爹爹，你想吃的话，温温1个都不吃了，全给你吃。陈颖，你提着温温干嘛？看把孩子吓的。爹爹，你不能丢下温温，你不是来接温温回家的吗？刚刚是怎么回事？说清楚。云奶奶，爹爹问问果核呢，我说吃了啊，然后爹爹就把温温提了起来，还凶温温。果核是你一个3岁孩子能吞的吗？不对，温温今早拿零食啃都没事，不能用正常孩子的标准。陈颖，今早温温拿极品零食啃，嘎嘣脆，我检查了他身体，一点事都没有。爹爹，你要带我回家吗？18岁那年，一家人遇到妖兽局，父母都选择保护哥哥，抛弃了我。他们知道我只是凡人，哥哥已是炼气9层，我侥幸活了下来，在黑暗中期待爹娘能回头找我，带我回家。可是没有，我自己找回去后，他们的第一反应，我竟然没死，竟然还活着。后来我才知，他们为了逃命，在我身上下了引兽粉。云奶奶，温温明天再来看你和知悉姐姐。好，奶奶帮你把碧灵果树种在山上，以后温温每隔3年就有碧灵果吃。3年好久哦，那还不如让啃树了。爹爹，我们的家好好看哦，温温超级喜欢。从未有人觉得我的风好看。终年固寒之地，冰绿峰的边缘，甚至是犯错修士的关押之地。爹爹，知悉姐姐家的冰豆没有你这里一半好看。爹爹，你笑了吗？这冰立峰终年严寒，只有我一人居住，住在山腰石洞里。你要受不了，可以下山去找云逸。受得了，受得了，温温可喜欢这里了。小奶团要是一锤子把元婴长老打死，难道这里的人都和爹爹一样弱吗？这是本尊的床，不要乱碰。爹爹，那温温和你一起睡哦。等下，本尊给你弄一张，你先出去玩。谢谢爹爹。
系统哥哥，我的食谱呢？在系统空间完成任务的奖励都在里面。系统哥哥，原来你也有空间，我也有。你有空间能给我看看吗？娘亲说不能随便给别人看。温温，我和你绑定后，我的空间就是你的空间。真的吗？系统哥哥你好可爱。你是？系统哥哥怎么啦？我是编号666的自我救赎系统，任务是帮需要救赎的人指路。现在你意外成了我的宿主，就像我爹爹吗？是的，你知悉姐姐也是。会不会有坏人？你觉得那人是好人，那就是好人；你觉得那人是坏人，就是坏人。用你的心去评判。知悉姐姐好可怜，我要去揍知悉姐姐的娘亲，她很坏。如果你为她扫清一切，她无法成长。能动手的咱们动手，但要慢慢来。那你可以为系统哥哥取个名字吗？宿主可以为我取名。那你和我姓，就叫月斋天。这哪是宿主，这是我的大腿，我简直是幸运锦鲤。为什么是白的？温温，你滴血认主。好棒，还会现场教学。主人，你没有油。我知道，可是我饿了，先炒个血，没有油没事的。我有种不好的预感。熟了，温温，等下有好吃的啦。这可是我第一次做菜，等下给爹爹尝尝。谁呀？宿主，巨响好像是从冰立峰传来的。不可能吧？陈颖尊者是化神，不是大臣，怎么会有这种动静？我终于知道主人为什么第一次见面时会从万米高空往下摔了。斋天哥哥为什么没有一点味道不好吃怎么办？爹爹那么挑食。主人，你先下去别飞了行不？哇，我能看到问月宗全貌，好大，比不渡山还要大。好多好多灵果树。主人，你能不能自己下去？好像不能，我有时候控制不住自己的力量。我的锅呢？我的锅为什么没跟我上来？难道他们想抢我吃的？不可以，我还没吃饱。在主人心里，什么都比不上一口吃的。谁这么缺德跑来炸我家？你们在本尊的地盘干什么？本尊再问一遍，我女儿呢？一个3岁穿红衣的小丫头。玄尘影什么时候有女儿了？陈颖剑尊，您先把剑放下，我们没有在冰立峰看到3岁小丫头。那你们来我冰立峰干什么？玄尘影，我看你是无法无天，这里是问月宗，你在干什么？剑指同门！玄尘影，本尊可是你爹，还不放下剑？因为这句话，我从小把属于自己的东西让给玄生岩，我捡的石头，我救的崽崽，甚至我的双眼，而不配。化神初期一剑破化神中期全部防御，天生剑骨以武入道，他的原因不是他自己，是一把剑。我玄尘也没有爹，你不配。再说，我杀了你。陈颖尊者真的好帅。听说过杀夫正道的，杀爹正道我还是第一次听。陈颖尊者有自己的道，分明是玄真长老非要往上凑。陈颖啊，莫要伤了和气。你是刚从外面回来，那就奇了怪了。方才你这冰立峰一声巨响，整个问月宗都抖了3抖。我们来看看怎么回事。一来你这山峰就被拦幽炸断了。你们这些眼瞎的，这不是普通的锅，这是顶级绝品防御灵器，谁炼的？我要拜他为师。爹爹，你
是玄尘影说的女儿，冰立风该不会是他炸的吧？爹爹，还拿我的锅，那是我的锅！你这小丫头力气怎么这么大，害老夫差点栽跟头。主人不能打人，装可怜。我的吃的呢？没了，一滴都没了！是不是你们把温温的晚餐吃了？我和爹爹的晚餐呢？你这3岁小孩怎么如此不讲道理？我要是会讲道理，我还是3岁小孩吗？谁几百岁的人和一个3岁小屁孩讲道理？丫头，能和爷爷说说冰志峰发生什么了吗？不过是温温不小心炸了一枚天雷子，众人请回吧。不行，爹爹不能放他们走，他们要陪温温吃的。宝，你那锅里煮的是鸡血水，烧干了能有啥？还炸了你爹的冰裂风，折寿哦！还好，对，每个人都不能落下。谢谢漂亮姐姐，小丫头嘴真甜。因为有漂亮姐姐的果果吃。漂亮姐姐笑起来真好看，比春天盛开的桃花还要美。哇，这是什么？好香好香，温温从来没吃过。你叫温温是吧？那你娘亲？娘亲升天了，温温想娘亲，我2天没看到娘亲了。玄爹爹现在这么弱，其他爹爹肯定也是，我还要去找爹爹们。我不是想哭，就是想娘亲。陈颖尊者，温温娘亲不在，你一个辟谷的剑修可以苦消，他才3岁，让他自己做饭怎么行？你要是实在养不起温温，我们就一人出点，将他送到育儿峰去。方才宗主说咒的时候，将满心满眼都是我的温温送出去。我就知道爹爹会喜欢玩温温的。主人，他就是玄尘影的爹，就是他挖了你爹爹的眼睛。挖了爹爹的眼睛，主人不能动手。他竟然在看到玄振那一刻想拿吃饭的勺子挖他眼睛。为啥他可以挖爹爹的眼睛，我就不能挖他的？温温大庭广众之下动手会连累你爹爹，你爹爹现在只是化神初期，玄振背后还有渡劫期。渡劫照打，小金锤锤死他！温温，如果你突然有一天消失了，而你爹爹还没到渡劫，那些人要杀你爹爹怎么办？那我编个麻袋，明天去蹲他，吊起来打，不能被发现。我知道，娘亲说做人要低调。让你动我爹爹怎么打人？捡起来。你想弑父？10岁，挖本尊双眼；18岁，你们一家为躲妖兽，在本尊身上弄野兽粉，杀你又当如何？陈颖尊者18岁前只是个普通凡人，真没想到玄振尊者竟然是这种人。虎毒不食子啊！他分明觉得陈颖尊者无灵根最好死了，死前榨干最后一点价值。可他放弃的儿子天赋比另一个强上好几倍。玄长老，你看你僵着也不是事儿，好好的果子怎么不小心丢地上了？莫不是玄长老年纪大了，眼神不好？温温的麻袋口那么大都丢不中，那你这化神的实力……我不得不提一句，生剑长老和他老子一样，那位玄之溪姑娘16岁，瘦得像竹竿，穿的衣服都是养妹穿过的。天杀的狗东西，心眼比针还小！系统哥哥，他要是自己送上门来，温温可高兴了，都不用跑去找他。主人，到时候找个机会出宗门，露出点破绽。好，娘亲说做人要低调，不能随便打人，但是欺负爹爹的不算人。
那是8品血蟠桃。他给的那灵果在我们峰是用来喂小妖兽的，小妖兽都不一定吃。堂堂灵法峰大长老如此穷吗？漂亮姐姐不要喂小妖兽，喂我，文文啥都吃，不嫌弃的。想到昨天见温温时，他接过周爸爸的灵果，一脸开心。以后得多给温温搞点灵果。温温想吃来我丹峰，我那儿灵植多。哇，谢谢漂亮姐姐，谢谢老爷爷给的果果，温温很喜欢。主人你真棒，有这个血蟠桃，你爹爹肯定能集化身中期。爹爹，这个果果最大最红，给你吃。一个3岁没修炼的小孩吃了会爆体而亡，只要现在没被玄尘影吃，我还有机会。不可能，他不过化身初期，怎么会领悟到那种力量？一定是错觉。系统哥哥说的对，欺负坏人又不被发现，好爽啊！爹爹，你是不是不想吃桃子果蒂？那你吃桃子屁屁，文文吃果蒂。现在先不吃。不行啊，爹爹，你现在不吃，坏老头一定会想办法拿回去。他刚刚看温温的眼神凶巴巴，就像想吃掉温温的妖兽。这是爷爷给你的见面礼，3品软剑，你也拿得动。温温才3岁，送剑不如送丹药和吃的。陈颖剑尊一看就不像会养娃的。这剑很厉害吗？还剑尊女儿，一点没见过世面，自然。爷爷骗我说是特别剑士，没想到是坏的。这不可能，一定得了吧，玄长老，这么多双眼睛看着剑指经过你的手，小团子一接就断了。就算心再偏，另一个儿子也用不着拿坏剑，给人家女儿当见面礼吧。晦气玩意儿！我的8品血蟠桃，我给明月准备的6品灵剑，该死的臭丫落在我手里。谢谢爷爷，爷爷慢走，温温有时间去你家玩哈。这把剑带冰属性狼头本来要送给玄之息养妹的，原来如此，直系姐姐的妹妹。她是出生这前13灵根拿了玄之息的机缘变成冰灵根白眼狼。没事的，直系姐姐是银武灵体，超厉害的。哇，爹爹25大袋灵果，还有灵米糕点果蜜血蟠桃6品令箭。爹爹原来装可怜，动动脑子，真的会有好多灵果到我怀里来。我突然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修士喜欢打劫。爹爹，温温给你的果果你快吃，不然坏老头会来抢的。本尊不吃。爹爹你不吃，修为提升好慢，什么时候才能和温温一样厉害？带温温回家找娘亲啊！你娘亲没死？没有啊，娘亲升天了。娘亲说她只是回家，娘亲本来就是天上的仙女。温温也是天上的仙女，爹爹你要加油，变成天上的神就能带温温去找娘亲啦。升天是飞升，温温是我飞升后的女儿，她从未来来。爹爹，那温温给你煮紫精灵米吃。这团火和温温之前用的不一样。爹爹，等下我们就有好吃的啦！你真的只是在用铁锅炖血？爹爹，尊嘟。温温应该不至于骗我，莫非真是那群人炸了我的疯？你在这里好好待着，不要走动。爹爹熟了，吃完晚餐再走吧。岳文文，你刚刚还说不是你今天下山睡。这不是我。温温也不知道为什么会爆炸，温温就是肚子饿想做饭给我们吃，不要赶我下山。我不挑的，我就睡这里就好。岳文文，起来。岳文文，岳文文怪异的很，出了事我都可能不知道。不想他是个大杀器，要是被发现，恐怕会引起一阵血雨腥风。我不需要灵果，照样能很快晋级化神中期。
显灵，显来！爹爹你好厉害，文文爹爹超牛逼，超厉害！总有一天我爹爹能一剑破天，飞升天界。这怎么可能？能领悟到那一层，必定具备大成之资。不，没错。当初他要是和妍儿一样有双灵根，是他一人就不会放弃他，他不值得吗？本尊要闭关。前世这个时候玄尘影不过还是……到底哪里出了问题？爹爹你好棒，和我一样超厉害！爹爹，昨天我炸了一座山峰，今天你劈了一座山峰，我们真不愧是父女。一次突破2个境界之大化神后期，还没来得及高兴就被这小奶团浇灭了。爹爹，给你吃果果屁股。你吃。那文文给你煮紫精灵米吃。好。爹爹，饭熟了，可以吃饭饭啦。这香气肯定是熟了，刚刚的爆炸一定不是温温的问题。原来护宗大阵对岳温婉如同虚设，他出宗不需要走门。今晚又要搬家了，以后再也不敢让岳温温做饭，那不是做饭是灭家。陈颖，尊者，怎么没见温温？又发生什么了？爹爹好吃。陈颖，温温他一掌能拍死你，别惹他。你逗我？温温他才多大？玄陈颖从不说假话，更不屑拿这种事开玩笑。陈颖，温温的事少一个人知道多份安全。我们问月宗自上一个大成陨落后，已经很久没有大成归灵界。本尊知道。那温温母亲是？不知。啥？你不知道温温哪儿来的？莫要诓本宗主！温温自己找来的。女儿3岁，你连她母亲是谁都不知道，你简直……闭嘴！你这冰赤峰还有几个山头够炸的？宗主，你不是一直号称要当一辈子单身狗，为宗门发光发热吗？原来是青茂啊！本宗主这是为了宗门内部和谐。玄叔。本尊没空招待你们，没事便离开冰赤峰。不能让他再住了，冰立峰已经没有多余的山头了。9条金色丹纹，9品极品丹药。文文，我一个废人，给我这么贵重的丹药太浪费了。温温，知悉姐姐，你很快就能修炼。温温希望知悉姐姐一袭紫衣，手握轻笔绘万物，身骑神兽，通5系术法。我还想知悉姐姐做好多好吃的给温温。以后一定给温温做很多好吃的，做一辈子。哦耶！知悉姐姐，以后温温就是你妹妹了。妹妹希望姐姐永远不要哭，变成最厉害的人。原来真正的家是这样的，希望你能成为厉害的人。希望你永远不伤心。知悉姐姐，温代带你去揍欺负你的人。温温，我就是太感动了，不要去。温温，主人下手轻点，他没你爹爹坚实，别巧死了。宿主，你不要用天机丝，这东西太稀缺，容易查出来。让你挖我爹爹的眼睛，让你欺负知悉姐姐，大坏蛋，我揍死你！温温，我们先想办法离开这儿。知悉姐姐不用怕，有温温在。要是被发现，才不会！
我超级厉害，渡劫都打不过我，大坏蛋才化神。是温德带我来这里的吗？当然是我可厉害了。爷爷是化神强者，说一不二的大长老，在温温手里像小鸡仔一样被套麻袋打。知悉姐姐，你为什么要放大坏人？温温，你有笔墨吗？最好是永远不能消除的那种。没有笔墨，我有石头。万年墨石时写出来的字，万年不朽。万年不朽，那就万年不消吧。知悉姐姐画的好看。知悉姐姐，这里有一条3阶灵脉，泉水蕴含灵气，你在这里炼化丹药恢复丹田最好。温温帮你看住大坏蛋，他醒来我就用小锤敲他。谢谢温温。炼气7层，一下提升了3层。16年看尽冷暖，这一次我绝不放弃。灵气，我又能用灵气了。4年前被玄明月推下水，没人来救我。如果不是我会游泳，恐怕等不到温温来救我。知悉姐姐你好棒，一口气从炼气4层到7层，很快就会超过玄明月。我的知悉姐姐一定会成为人群中最耀眼的星星。这世界没有哪颗星星能及得上温温妹妹的眼睛，明亮璀璨。温温，你就是我生命中那颗最亮的星星。温温很开心能当知悉姐姐的星星。温温，我们回家吧。温温，你要带他去哪儿？知悉姐姐，你知道问月宗大门口在哪儿吗？我要把它挂在大门口。很远的，怕路上遇到其他人。哪个方向？温温要去。温温以前到底在哪里生活？我总觉得他经常套麻袋挂东西。知悉姐姐不用担心，我以前在不渡山上经常绑妖兽塞进大网，吊在树上，然后摘他们的灵果，坐在树干上一边聊天一边吃。我想求一下不渡山兽王们的心理阴影面积。即将此时，岳温温还未归家，莫不是冰吕风待不住，狂骗我？知悉姐姐，你穿这个就不会冷。温温，太贵重了，我现在有修为，可以自行下山。知悉姐姐不用担心不合身，温温的衣服都可以变大变小，套上去就自动合身。系统哥哥说知悉姐姐穿的是玄明月穿剩的，玄老头真穷，以后我来养知悉姐姐。姐姐好看，以后温温希望天天看到美美的姐姐。衣服温温没穿过的，娘亲给我准备了一辈子都穿不完的衣服，送给姐姐。以后姐姐要做好吃的喂温温哦。知悉姐姐今天太晚，你和温温一起睡。爹爹，我回来了，温温回家了。我今天下午又干了一件大事。爹爹，我做了大坏蛋，捆在麻袋里吊在大门口，明个早上去看吗？选阵。炼气7层。是的，陈颖剑尊。爹爹，是我干的，我帮知依姐姐恢复了丹田，还她去吸大坏蛋的灵脉。爹爹，大坏蛋倒霉，你是不是特别开心？不可调皮，不可被发现。他笑了，原来陈颖剑尊也会笑。爹爹，知儿姐姐是银武灵体，可厉害了。等到筑基，灵根和灵体就会显示出来，超厉害。引灵根比变异单灵根还稀少，五系灵体一种灵体便是天才，五系灵体同阶无敌。将手放在上面。这个数值无疑等于没有灵根，难怪玄生岩会放弃他。可他不知道，给他弃如敝履的孩子，竟是天才中的天才。玄之息，你可愿意拜本尊为师？若是修剑，本尊会将毕生所学倾囊相授。但作为本尊弟子，不可轻言放弃，不可恃强欺弱，要一心向道。剑修就该有剑修的道心。这一刻，他仿佛成了我心中那道指引的光。修剑吗？不管多难，我一定可以。玄之息，愿拜陈颖剑尊为师，一心修剑，成为像剑尊一样的强者，永不言弃，护自己，护爱自己之人，护所爱之人，护苍生，斩天下邪祟。明日我会告知宗主，10日后举行收徒大典，昭告天下。谢师父，弟子定不负师分所期，坚定道心，矢志不移。以后知悉姐姐就是我冰立风的人，温温罩着你。此书最适合武灵根，心法与剑法皆有，可修至大成。太阳未升前1个时辰挥剑1000下，太阳升起时吐纳灵气，每日挥剑不少于1万下。是，师尊。你既有修为在身，冰立风的山随意选一个山头打造洞府。知悉姐姐，今晚和我睡，明天我帮她挖洞，我超会挖洞。岳文文从出生开始学的到底是什么？爹
爹爹做的床我超级喜欢，爹爹天下第一好，爹爹晚安。知悉姐姐来睡觉觉。温温，为何你的衣服如此奇怪？娘亲给的，说这是睡衣。知悉姐姐，你明天去练穿这个。我有师尊了，我有家人了。温温，我一定会成为你说的那个最厉害的人。知悉姐姐，等下我去找大徒弟帮我练剑。不用温温操心，以后姐姐自己赚钱买。天赋心性极佳，若不陨落，未来必成大器。爹爹，温温起床啦！今天的灵果特别甜。那日得到的灵果，恐怕不够温温吃多久。孺子可教也。你们说小主人是不是改姓了？要不我们努力发个芽？不可能，直接把我根挖出来被他发现。还好我根扎的深，留了一截。对，我们不能长，那些果核都是低阶灵果，让他们长去。主人空间里的灵树、仙树全被他啃了，果子啃，身子也啃，以至于一株株连芽都不发。真不愧是我女儿的杰作。玄长老大早上的怎把自己挂在大门上，还画了符？可在先祖自己中有所参悟。个鬼！这事是师尊干的，我以后一定不能得罪师尊。玄长老，你打算在上面吊到多久？这影响我们宗门形象。楚风主可是元婴巅峰的剑修啊！这东西恐怕只有玄尘影能斩断。晦气玩意儿！玄长老挂得很好，下次别挂宗门口，你挂灵法峰，本公主不多说半个字儿，都散了，散了。宗主，我欲收玄之息为关门弟子，10日后举办收徒大典，劳烦你准备一下。玄之息灵法峰那个废物，陈影剑尊疯了！不可能吧？他丹田破碎，根本不能修炼啊！莫非是我催烧图催得他心烦，干脆收个废人挂鱼头？这不是把那孩子推向风口浪尖吗？玄之息什么时候恢复丹田的修为？还到了炼气7层。陈颖，你真要收玄之息？他武灵根上限恐怕不高，要不换一个？眼瞎！本尊定会为宗门培养一个绝世天骄。既然你这么说，10日后收徒大典定会为你准备好。看不就看不出来吧？陈颖从来不说没把握的话。陈颖剑尊收玄之息为徒，怎么可能？他明明已经是废人，前世他筑基后展露天赋，玄尘影都没收他。凭什么？他明明已经是废人，我早该将他弄死。我早说了让你弄死他，将他灵魂给我，我吞了能恢复实力，非要让他眼睁睁看着你夺走。你必须帮我，我们现在是一条绳上的蚂蚱。那就去弄2个修士的魂魄，越高级越好。这里是问月宗，我上哪弄高阶修士的元婴？你父母不就是一个金丹一个元婴？吞了他们，我能让你修为提升到筑基巅峰。不行，只能弄低阶修士。再不济你哥哥也行，精细丹灵根。3年前我吞了他一丝魂魄，他信任你，约出宗门就能下手。怎么，你不想灵根根值提升，修炼速度更快？我再想想。知悉怎么突然被陈颖收为徒？这消息你们怎么不告知本尊？5天前，知悉将明月推入妖兽口中，我将其关在小冰洞。2天前突然消失，今日才知他和陈颖尊者搭上关系。他明知知悉是我女儿，还收他为徒，说不定是想缓和我们的关系，倒不如收明月为徒。明月才是变异冰灵根的天才。可还记得知悉灵根根值为几何？有2人是真不知道，还有1人心知肚了，但不会说。主人玄生岩回宗了。爹爹，温温听说还有一个伯伯，我不认识他，爹爹带温温去认一下。不需要。为什么就不想看看这五彩斑斓的世界吗？不想看内了灰色挺好看。那爹爹就不想看看温温吗？温温长得特别可爱，特别好看。看得到。你看不到，爹
爹爹都不知道今天温温穿的什么颜色。等待温温回家，娘亲发现你没了眼睛该多难过。你要是不去，要是温温这个自己去。回来，不准去，爹爹的事自会处理，不是现在。那是什么时候？等。那我帮你打探他的行踪。那双眼睛的光和他娘亲一模一样。陈颖剑尊若真想拿回眼睛，30年前化神时没有眼睛，他也无大碍。陈颖，我来接知悉回家。冰立风太冷，西西没有修为，怕受不了。你们的女儿玄之息早就在2日前被冻死在寒洞。从今往后，我只是冰律风陈颖剑尊的嫡子，温温的姐姐，和灵法风再无瓜葛。知悉，你怎么和爹娘说话的？陈颖，我们毕竟是知悉亲生父母。原来你还知道知悉是你亲女儿，那你现在将养女逐出家门，给玄之息腾位置，本尊今日便同意你带走。陈颖剑尊，小女遇害妹妹致死，她还是灵法风的人，应当处罚。你说的对，遇害其于死地，确实该罚。本尊的眼睛耳用了300余年，该还了。宗主就在这里，他竟然还敢动手，他根本不怕，无所畏惧。沈真人该不会想说，玄之息把玄明月推入妖兽口中，就他瘦得像竹竿，手无缚鸡之力，还能推动筑基初期的修士。玄明月不是15岁入了天骄榜，这天骄实属过足菜。传下去，灵法风筑基修士连个凡人都打不过，你这灵法风当真1年不如1年。下次招弟子，优秀的应该入我丹峰。还是说尔觉得杀人要偿命？那本尊是不是应该要玄震和玄生延长命？莫非沈真人作为封主之妻，尚且不知玄家不仅拿了陈颖1双眼睛，还欠陈颖1条命？宗主就在这里。往后宗主我冰立风、灵法风玄家人和狗不得入内。爹爹不能欺负狗狗，狗狗是非常可爱的妖兽。以前我在山上找不到回家的路，狗狗会带我回家。爹爹，等下我在门口立个牌子。好。灵法风玄家人不准进。哦，温温娘亲叫月石书，超厉害，是个大美人。说什么？你再说一遍，你娘亲叫什么？月石虚？不会吧？月宗创始人月石虚，修时空之道，1万年前飞升。伯伯，我娘亲叫月石书，她回家了。她说温温要找到爹爹，等爹爹能回家，温温才能回家。温温，你以后可不要喊我爷爷，你特么是我小祖宗。令州此话当真？当真。先祖令牌我亲眼所见。自老祖飞收后，我问月宗再无人飞升。我乃润兽麒麟，谁敢欺负我？得了吧，水底待了万年的死蛋，3年前才破壳。你要是被发现，西域魔修抓了你去炼丹，我们追都追不回。反正我这次得出去，我感觉我等到了天命大道。过来，吞下此丹，本座允你出秘境。这该不是什么迷药吧？本座何曾骗过你？女人，等我能打过你，要把你摁在脚底摩擦。行了，现在随便你去哪儿，宗门内即可。等你化神便可恢复原样。剑山，你带弟子们去干嘛？宗主，我小师尊等着帮他打造宅子。温温要建宅子，怎能让气风一人出资？宗主是个抠门鬼，给各封拨款死抠门，多1枚灵石都不给。今天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剑山师弟，你那是什么眼神？我岳令州是小气的人吗？你难道不是吗？我宗主峰打算出资给温文打造一座洞天福地，你们气风出力就行。我回去喊帮手。洞天福地，然后脑子被驴踢了。难道宗主发现了小师尊的超高天赋？好，这力量大成也不过如此吧。
主您哪里拜的师尊？弟子也想去拜一个。我哪知道小师尊这么牛逼！别打了，小师尊，有话好好说。窒息，你快去喊你师尊，还愣着干嘛？陈颖剑尊，你这女儿哪里找的？我也想去找一个。温温自己找来的，你没这个福气。爹爹，我是从哪来的呀？原来温温这么可爱，白白胖胖，红绸金鳞，甚是喜庆。那双眼睛看人时总是亮晶晶的，像藏了无数星星。温温住手！你的眼睛真好看，清冷的大木眼那个外壳，因为天生一点红晕。不过是300年前，这真是个误会。本尊受重伤，被玄阵所救，许他一个承诺，哪有包庇之意？问月宗容不得任何人作威作法，此乃老祖宗月师兄留下的祖训。问月宗什么时候建立的？已有1万年。娘亲把我送到了多少年前？爹爹现在才化神，等他飞升还要好久好久。陈颖的天赋当真是高，说不定再过些时日便能赶上本座。当初你若不是渐修，恐怕早就成了本座弟子。我是你小祖宗，他是我爹爹，他是我爹爹。大意了，一个小了我好几岁的小辈的爹，成了我老祖宗。这女儿太贴心了，舍不得爹爹吃一点亏。我们是来帮温温修房子的。我想在冰立峰修一个大大的宅子，要有炼器室、炼丹室、书房、服饰，还要能种菜的院子，最关键超大厨房。炼器室不能和宅子一块儿，要隔一段距离。为什么？小师尊，你炼气炸炼器室，厨房也必须分开。温温煮饭炸山，你有可以吧？爹爹，那是意外。冰立峰的山头都是温温煮饭炸的，难怪那天他拿着锅盖从天上掉下来。令州不是说给温温打造小洞天吗？正好本座身上有地涌金莲，本座有一枚火灵珠。温温自己有好多石头。小祖宗别再往外掏了，灵珠跑了，我们没那么多人抓。敢逃，拍死！岳温温。爹爹，我不是故意的，我也没想到小灵珠这么不坚实。主人，你拍碎的是带着一丝神性的灵珠，再成长个万年，很有可能蜕变成神珠的。万年还是有可能，那就是不一定。我拍了就是拍了。和小祖宗那一串对比，我这一枚实在不够看。正好冰立峰一半火山也不坏，将周围那一圈也画给你。地形是不规则的圆，步行阵法它有5处地宫。陈颖，你看如？不过灵材我家温温会补。陈颖放心，灵材宗门全出之。我有，温温有很多很多。3阶以上灵脉才能形成灵脉之灵，这东西速度快，会抓都抓不。他手里有5条。我想让他不出钱，他偏偏最能出钱。温温先收起来，不然灵脉跑了。小洞天要修多久？3个月，发动4风之人一定修好。3个月好久，等修好后，温温给你们零食。温温零食留着自己用，以后喊我名字就。当小祖宗这么好玩吗？一堆听话的乖孙孙。温温3岁就会写字，种果核雕石碑。你娘亲是祖师爷，你就是第2代。既然你们是娘亲的徒子徒孙，那也是温温的徒子徒孙。以后温温罩着你们。好，好，好！以小祖宗的战斗力，必定带领温月宗重现辉煌。下次不会是万年老三。宗主，温温的情况恐怕不能参加大比。小师尊煮饭、炸锅、炼气、炸炼气室、炼丹，恐怕也会。我什么都不会，只会暴力。娘亲还不准我打人。温温才3岁，不会不是很正常吗？就是，娘亲不仅不教我，还不许我偷看她炼丹煮饭。他娘亲是对的，温温的战斗力和控制力，这要是教出来，归灵界会不会被他炸掉？爹爹使剑超帅，以后温温也给自己搞一把剑。知悉姐姐，以后你住一间，温温住一间，我们还要搞床，到时候你给温温做好吃的。好，一辈子做给温温吃。大徒弟，院子要像云奶奶家那样大大的，还要有菜地。小师祖放心，包你满意。看着宗主对温温的劲头，玄尘影是接盘侠。玄尘影，他居然敢！那蓝衣少年说的对，知悉那身板怎么推得动筑基初期的人？可明月刚才本能就躲过了夹带灵力的碎片。不对，明月是丹灵根天才，没必要针对知悉。一定是他太信任知悉，才被暗算，差点死在妖兽口中。可如果真是这样，为什么我心里还是不安？爹，您一定要为儿子讨回公道。知悉还在他的冰至峰，陈颖不放人。帮生颜取眼睛，可是遇到什么事了？路上听说，宗主号召各峰给陈颖剑尊的女儿岳温温打造洞天福地。什么？
陈颖收知悉为徒是为了拿眼睛，那月岭州给岳温温打造洞天福地又是为了什么？此儿莫不是谣言？打造洞天福地需要大量人力物力、5行灵宝、5条不同属性的灵脉，哪怕是宗主都没有单独的洞天福地，月令州那个抠门鬼抽风了不成？是啊，娘亲人造洞天所耗费的资源都能培养一个渡劫了，怎么陈颖剑尊什么时候有女儿的？这不可能！娘，陈颖剑尊的女儿为什么姓岳？她莫不是……要真不是玄陈颖的种，他会咽下这口气？那小孩护玄陈颖可是护得紧。岳温温，她到底是什么来头？难道有人和我一样，带着记忆回到了小时候？明日我便去冰立峰看看。红烧肉好香，是钩子。红烧肉好香，是钩子。啊！温温跟着我不是啃石头就是啃果子，知悉来了后才吃上正常的灵雨饭。可冰露峰除了雪什么都没有，温温只能干吃饭。他吃得香，还从头夸到尾。还好收了个会做饭的徒弟，要不然温温做饭炸锅，我做饭不好吃，温温又贪嘴，日子怕是很难过。温妮，吃饭了。好香好香，一定是知悉姐姐给温温做饭了。我已辟谷，温温吃，吃饱后不可缠着他，他每天必须修炼。爹爹放心，我会督促知悉姐姐修炼的。知悉哪里需要你督促，可别又拉着他去干别的事。这一桌子菜都是师尊昨天带回来的雪香猪做的。猪猪还可以吃？温温不急，各种妖兽都能烹饪成灵食，越高阶的灵食越美味，灵气越多。特殊灵食甚至能和丹药媲美，杂质比丹药还少。不过丹药更方便携带，金丹后便能辟谷，大多修士不注重口腹之欲。丹药不好吃，温温不吃丹药，我要吃零食，吃好多好多零食。好，以后姐姐有空便给温温做。知悉姐姐炖的骨肚汤我也没喝过，鲜甜可口，好好吃，我下次还要喝，好吃好吃。温温以前都吃过什么？娘亲果然没骗我，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多这么好吃的东西，简直幸福死了。我以前吃过娘亲的煮蛋、炒灵笋、炒树叶、炒灵果、炒花朵，还有炒嫩树枝，没有知悉姐姐做的好吃。要不是前面有炒鸡蛋和灵笋，我都要以为温温的娘亲把温温当猪喂。原来温温3岁前比我还惨，我3岁前至少还能吃上阿婆做的饭。知悉姐姐你怎么啦？没事，温温以前只吃过那些吗？还有啊，炒零食。炒零食？这是人吃的吗？知悉姐姐你为什么这么激动？难道你也想吃炒零食吗？知悉姐姐的厨艺比娘亲好，一定比娘亲炒的好吃。温温，除了神兽，其他种族不能直接生啃灵食。姐姐牙口不好，啃不动灵食，在人族是用来修炼或购买东西的。温温，切记不可在外人面前生啃灵食。原来知悉姐姐也不能啃零食，云奶奶也不能。温温，我吃饱了去练剑，你要是吃不完放在一边，晚上姐姐回来收拾。吃得完，吃得完。知悉姐姐放心，我1岁就会刷锅和碗，娘亲以前做饭都是我刷的。老祖宗真的忍心让这么可爱的孩子吃炒树叶、炒树枝，还让1岁的他刷锅。冰立峰狗狗能入，灵法峰玄家人不得入。江师兄，冰立峰天寒地冻，明月不过是带些薄礼来看望看看姐姐。明月妹妹，小寒冻刺骨严寒，姐姐本就身子虚弱，就剩最后一口气，怎不见妹妹来救姐姐？虽然衣服能自动清洁，可老穿那一件，娘亲给我准备那么多，岂不是派不上用场？不能打扰知心姐姐练剑，
去灵童峰找云奶奶和清墨哥哥玩吧。我作为哥哥的脸啊！高阶法袍，手艺精炼，这种价值的衣服连母亲都没有，我只在丹峰峰主身上见过。你确定那是神器？你在质疑我？那个小丫头呢？她不清楚。我总感觉月温温不简单。想必这位就是温温妹妹，我是灵法峰的玄明月，想来看看姐姐。好想扇她一巴掌。主人，我感觉这个女人有古怪，可又不知道哪里古怪。我也觉得这女人怪怪的，怪丑的。此等天赋为何眼下至此？你小祖宗我磕了这么大的石碑，你都没看到，还不给我滚来我这里找打！昨天温温追着2位渡劫大能打，那速度我都看不清，只看到3道流光。我以后绝对不能惹月温温，一巴掌能拍死我。温温，我们现在就下山宣传，就说灵法峰玄明月是纸糊的筑基，连个凡人都打不过。来我们冰立峰碰瓷，自己撞石碑上，滚下山坡，身受重伤。青妙哥哥你好聪明，我们这就去败坏玄明月名声。温温，我们这不叫败坏名声，叫先发制人，我们可没做。玄明月目的不纯，你不知道你直系姐姐在宗门的名声有多臭。这些天和玄之息相处，和传闻完全不符。那么努力坚韧的人，到底是怎么传出好吃懒做的名声的？温温听青云哥哥的。江师弟3年不见，竟从炼气巅峰直接晋级筑基中期，不愧是丹灵根，可喜可贺。温温，这是执法峰峰主的大弟子楚立景，筑基巅峰。青妙哥哥，那是什么？闻起来好香。那是烤灵兽瑞的，遗传1阶的就要3块下品灵石，我们回家自己做。知悉姐姐今早帮我做了1头猪，我吃完了。知悉姐姐需要很多时间练剑，我不能每天打扰她，但是我可以每天下山，山下真好玩。江清耀，你还是一毛不拔。小奶娃想吃，哥哥请你。我不用，温温有钱。温温，我们不能忘记正事。让一让！你为什么要这样污蔑我们明月师妹？黑他！没有，温温没说谎。我听说宗主要给月温温打造小洞天，陈颖剑尊收丹田被毁的玄之息为徒，也没收变异冰灵根的玄明月。该不会是他内心不平衡，所以要诬陷陈颖剑尊的女儿？我就知道江清要出现的地方准没好事，只要不打起来就好。漂亮姐姐们，帅气哥哥们，谢谢你们帮温温说话。今天温温请大家吃好吃的。事情怎么突然就发展成这样了？还好宗主把温温能暴打渡劫的事压下来了。除了昨天那些人，没人知道。可他身上为什么看不到一点灵气变动？只有昨天打2个渡劫的时候才感受到强大灵气。爷爷闭关，哥哥3年前闭关冲击金丹，到现在还没出关。爹娘不在宗门，怕是在躲陈颖剑尊。宗主给月温温修洞天福地已是板上钉钉，2位渡劫老祖，4位化神尊者全部出动，冰树峰如今如日中天，根本惹不起。9大楚峰之首的宗主峰都没有小洞天，元婴晋级化神也只能得到1条灵脉。那洞天要是修好，谁不想去冰立峰？渡劫大能才能进入先祖洞天福地闭关，化神到渡劫，天赋悟性比资源还重要。那个小雪球为何威力如此大？那个月温温不简单，随手一丢的雪球竟然蕴含法则之力，能让吞玉说不简单。他说话的语气可是连渡劫都不放在眼里。算算时间，该去后山了。我要去蹲一只小狗。啊呸！那个死女人到底给我喂了什么丹药？除了2阶妖兽的灵力，我连神兽威压都放不出来。难道你看不出来？确实是5行麒麟幼崽，不如让我吞了，吞掉这只幼崽，我能让你快速晋级金丹。不行，我要将它当契约兽。
潦草小狗，跟我走！青蛋哥哥，我们回去喽！岳温温、江清耀，你们简直欺人太甚！下次一定直接让吞玉吞了，既然抢不到，那就毁掉。早该如此。10几只灵狗的魂魄够吞玉安静几天，我现在才筑基初期，独自去宗外猎杀太危险。低阶妖兽没大用，高阶的我又杀不死，可又不能让人知道我能吞魂，只有邪修才会吞噬魂魄。邪修在人族人人喊杀。该死的小屁孩，竟敢拎堂堂麒麟神兽！敢骂我，找打！我岳温温，小蛟龙、小凤凰照抽！我要这个小屁孩被雷劈！潦草小狗好惨，天道爹爹看你不顺眼劈你，你怎么这么菜？不仅被狗狗欺负，这么点雷电都劈晕了。这就是系统哥哥说的神兽麒麟？也太菜的狗真的能成为知悉姐的搭档吗？要不让知悉姐姐做成烤肉？清阳哥哥说瘦肉都可烤，我还没吃过烤麒麟，不知道什么味道。温温，你大老远跑到灵法峰后山，就是为了找这只狗？它是5行麒麟，不知道为什么要伪装成潦草小狗？难道因为他觉得狗狗更可爱？我觉得就是他伪装的小狗长得过于潦草。这只狗是5行麒麟，上古瑞兽，还是只幼崽毫无战斗力，不像岳温温这只小型幼崽战斗力爆表，该死，我竟然心动了！秦望哥哥，你的气运压不住5行麒麟，强行契约会死在中路。我就想想，有些东西想要得有命拿。这下哪怕大成修士站在他面前，也认不出这是一只麒麟了。真惨，没救了，温温，对不起，要辣你知悉姐姐的眼睛了。大胆竟敢伤麒麟大人！小麒麟，你自己有多菜，心里没个数吗？被一群低阶灵狗欺负的半死不活，差点被心机女人捡了去。我一个筑基期的修士，可以掐死你！死了！我堂堂神兽幼崽要被一个筑基修士掐死了！外面太危险，一次两次都有人要我命。你既然伪装成狗，那就好好当狗，一被发现死路一条。你死了没事，连累我温月宗不行。我在他眼底感受到了浓浓的杀意。得和温温说说，这小麒麟不是自己想伪装的，恐怕是宗门老祖怕人认出他，出手弄成狗样。要让温温再加一层，不能让他说自己是神兽。实在不行，让温温把小麒麟吞了也行。他是小神兽，吞神兽一点毛病不有。现在的修真界，神兽都不受欢迎了吗？前有狗狗妻，后有3岁小孩拎，还被天道劈，现在一个小猪鸡都不要我。我这神兽还不如不当。天命助我，这么快就找到了天命搭档，武灵之体配我这个5行麒麟，绝配！待在小搭档身边，我成长速度会加快，很快修之化神，变身其亮瞎3岁小孩和小猪鸡的眼。你是温月带回来的小宠吗？终于遇到一个正常人，他还是我的天命搭档。总感觉他的叫声带着些委屈。知悉姐姐，我今天下山去了广场，吃了好多没吃过的好东西，还给你带了。温温有多爱吃我是知道的，一头猪都能很快解决，还不会吃撑。他竟然忍着没吃，全带回来了。我吃一个鸡腿就够了，其他的温温自己吃。不行，你太瘦，要多吃点。那个漂亮姐姐还想找我钱，我一听这么多糕点，一枚零食她还给我钱，那她多亏。温温用的是极品零食吗？卖糕点的姑娘是个好的，妹妹是个傻的。姐姐知道温温很有钱，可后准温娘亲留下的零食花完了怎么办？去挖啊！难道你们没石头的时候不是去挖的吗？我不理解不渡山外面的人为啥都用灵石交易，这不就是石头吗？随便找座灵气充裕的山，地下都是挖不就行？不可。宗门里的灵石和灵脉都不能动，有主的灵脉也不能动，那是别人的。灵石掩埋在地土深处，很难开采。温温没有其他品质的灵石，可以去店铺找开。下次下山姐姐带你去，不能随便拿极品灵石。原来是这样，最强的渡劫还在闭关，实力不强，是挖石头困难，难怪一个个都这么穷。你是不是也是神兽？我才不是神兽，我是神。像你这种小神兽这么菜，我有你这么菜吗？我一出生就很厉害的，你长大也打不过我。这世界上怎么会有天生的神？你骗人！
你身上一点灵力变动都没有。安慰的话卡在喉咙里，说他没天赋，他煮的米花算几顷零食；说他有天赋，他不仅炸锅炸厨房。温温，等下次我们试试简单的煮面条。煮肉和菜会变成不明物体，比娘亲炼的丹还难吃，还炸锅。知悉姐姐，我不敢让你教我。上次炒菜要不是爹爹及时发现，知悉姐姐就被我炸死了。知悉姐姐，温温想吃遍天下美食的梦想要泡灭了。温温不是想成为厨神吗？我不是，我就是想吃，找到爹爹，快快乐乐长大。娘亲不在，温温还要长好久才能长1岁。爹爹的梦想是剑道，知悉姐姐的梦想是变强。温温，只要有零食，就能吃遍天下山珍海味。温温以后想吃，尽管把食材拿来，知悉姐姐帮你做。等姐姐筑基，带你去山下酒楼吃大餐。有零食就可以吃很多好吃的吗？你看，温温今天拿了几块零食，就买了很多喜欢吃的。对哦，爹爹上次抓回来的猪，我吃的可开心了。知悉姐姐，以后我也要去外面搞猪回来。都交给我。那这个也给知悉姐姐，上面的不适合我。我这么厉害，这么特别，一定是别人的方法不适合我。知悉姐姐，这是我给你拎回来的五彩斑斓麒麟，以后它就是你的小伙伴，我帮你打它。温温的话听着像童言童语，可基本都是真的。莫非麒麟小时候长得像狗？哪有毛色五彩斑斓的小狗？养大了可以当温温的坐骑。等它长大不得几百上千上万年，我自己都长大了还要它？又菜口气又大，我还不如去抓一只会飞的，一巴掌拍死。长得还丑，我要去找青龙爹爹，骑在爹爹身上遨游世界。青龙早就陨落，才没有，他可是我爹爹，他陨落我哪里来的？青龙是兽，可也是神，天生的神麒麟只能算瑞兽。温温，你不是娘亲，是先祖，爹爹是我师尊吗？娘亲说我和一般人不一样，一般人只有一个爹爹一个娘亲，我有6个爹爹一个娘亲。是我落后了吗？先祖他……娘亲和爹爹不像知悉姐姐的爹爹是道侣，我现在的任务是找到爹爹们。温温大概率不是自然出生，传闻修真界有种至宝，可以用金界生温温，你要不要和师尊说一说？我天天在爹爹耳边说他是我最爱的爹爹，要是爹爹知道我还有5个爹爹，那咋整？那我们还是先不说。切，不说你怎么找？我还想见识一下青龙大人，我肯定能找到的。天道爹爹会帮我。操，这4个加上内卫和月石会以及玄尘影，到底是怎么凑到一起孕育一个崽的？除了玄尘影和月石会和内卫碰到一起，其他两两相遇都想要对方的命。我的脑子不够用了。玄尘影和月石坑2个都是心怀天下苍生的人，怎么会有一个动不动喜欢要人命的娃？感情问题出在这儿。明神明月为神前杀人如麻，以世界生灵之魂祭奠鬼神，差点颠覆了问月宗。后面的一个个和明月一样，都走超级大反派路线，后期才回归正轨。可是老天爷，明神回归正队也是个炼魂人，魔神回归正队还是杀人如麻的魔神。更离谱的是，守护世界的青龙神因为转生体的悲惨经历，跑去当了妖神，还和魔神一起搞事情。这个世界颠成了我无法想象的样子。我一点也不想带主人去找他那些爹爹们，真怕主人娘亲的细心教导功亏一篑。以主人的杀伤力，他走大反派路线比那几个人还恐怖。不是归灵界生灵涂炭，是整个归灵界会毁灭。系统哥哥，你怎么不说话？你不说我拉着知悉姐姐睡觉去了。玄之息对玄之息3观正，主人又听他的话，带上他一起不就可以了吗？大长老闭关，只好由我来。怎么可能？他怎么会变成这样？明月，那女子五官长得好像玄之息那个废物，那应该就是姐姐。怎么可能？玄之息那个废物有这么好看？我听说陈颖剑尊的眼睛是他亲爹灵法峰大长老在他10岁那年挖的。什么？挖给了他双胞胎哥哥。难怪陈颖剑尊和亲爹势同陌路。这还不止，还有陈颖剑尊18岁那年。楚离景，你干什么？怎么每次我搞事情都遇到这人，和我不对付吗？怎么情绪这么大？你离我远点！
我起码距离你有半米，更何况我又不是女修。那也不行，每次出门都遇到你，你和我犯冲。那少女竟然就是灵法峰那个传得沸沸扬扬的废物，她明明有炼气8层修为，不是说她丹田被废了吗？这不可能！我光顾着看她的脸，竟没有第一时间注意到她的修为。没有什么不可能的。窒息姐姐，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这几天在外面的收获都在储物戒里，高阶妖兽尸体、兽丹、灵草之类，懒得去，好像不仅有个女儿要养，还有个徒弟要养。多谢师尊，多谢温温妹妹。不用谢。哼。陈颖可是第一次收徒，我作为宗主，自然也要表示表示。既然温温已经送了灵剑，那本宗主便送一袋灵石。那本宗主便送点丹药好了。一个小娃娃坐在大殿上方吃花生米，真是没教养。这小孩也不知道哪儿来的，一次两次坏我好事。我记得玄明月前几日穿的就是这个颜色的衣服，他是不是又要打什么坏主意？村月，你说的是真的？那小屁孩真是神兽？他的气息比麒麟可强多了，契约麒麟不如契约他。我知道一种上古契约阵法，只要你找到机会。不过你要将那只麒麟弄过来给我。你莫不是骗我？我同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好。你一剑削平了我冰立峰大半山峰，还差点将刚修好的地宫摧毁。爹爹，我真的不是故意的。今日大早上，我同往常一样在山顶打坐，我的山突然被一道强大力量劈成2半。爹爹，我真的不知道山这么不坚实，我就是想和知悉一起练剑。知悉姐姐每次挥剑都使出吃奶的力气，我使不出。你要是使出吃奶的力气，别想要了。如果不是玄之息早有准备，加上温温使用力量是有自身封印限制，否则我刚收的徒弟恐怕就一命呜呼了。温温，你上次煮饭差点砸死了玄之息，你这次，温温，你要学会控制自己的力量。你知悉姐姐的全力一击还不到主级。那我不和知悉姐姐挥剑，和爹爹一起挥剑。他怕不是嫌命长。本想通过练剑来锻炼温温对力量的掌控，然后教他剑法，现在看来倒是我异想天开，我教不了。小丫头一旦使用灵力，一剑挥出便夹杂强大的法则之力，我这个领悟剑道法则的化神修士，自愧不如。怎么一晚不见，冰立峰绵延数里的山峰全部被烧得平平正正？温温，以后在未掌控自己力量之前，无需练剑。爹爹，那我学什么？煮饭会烧死知悉姐姐，练起徒弟又不准。我去丹峰找醉美人，她说她的丹峰好多灵果，我可以跟着她学炼丹。我身体向来好，不可能生病。莫不是小奶团在想我？温温练什么都炸炉，炼丹恐怕也会。温温，玄叔，不如让温温学学画符，正好我会，可以教他。比起前面几个，画符应该安全很多，就怕普通符纸承受不了温温的力量。试试无妨，总归要找个办法控制力量。我师尊的异火控制的不错，有娘亲的压制，我在娘亲的时间阵法里控了上百年。渡劫老祖都压不住岳温温，那就只能靠他自己了。那还是画符吧，画符好。画符需要对灵力掌控达到一定程度，还不会炸炉。我还没画过符，也没有看别人画过。本来想把那根竹棍子做一支符笔送给知悉姐姐，现在知悉姐姐改学剑了，还要去做灵石，根本没什么画风。我要把新的情报和温温商一说。青芒哥哥一定有事和我说。先试试，本尊看着。温温，手拿着笔，灵气汇聚于手，灌入符笔，引四周五行之力，笔尖沾兽血和所要用到的材料，落笔书写每一个符文。青瑶哥哥，你写的是什么字？我一个都不认识。小龙仔压根没学过符文。秘境麒麟小龙仔。爹爹，我有青龙血脉，我是小龙仔，我超厉害。原来温温是融合了龙血。温温没文化要多看书，不要老想着去炸锅。我有文化，娘亲教我的字我都认识。明明是你在鬼画符，还怪我没文化。温温，不同的职业有不同的特殊文字，就像练气必须学气符文，画符也必须学各种符文，只有用那些特殊符文才能画出各种符箓。可是我上次练气没有刻画气文。温温，
这棍子能不能送我？你上次带温温出去是不是坑了温温零食？这是温温的东西。你刚刚还说我没文化，才不给，还鬼画符骗我。哪有？这是不语符，我现在就展示给你看。我这不过是1阶符箓，要是高阶不语符，能让整个问月宗下大雨。不同的符作用不同，喷火符可以喷火，瞬移符可以瞬移，瞬移符与瞬移，速度符可以增加速度。那我手上要是有厉害的符，岂不是不需要自己动手，随便扔几张就能打败坏人？青王哥哥，你的笔不坚实。为啥子？是你控制不好自己的力量，力量过强，符纸承受不了，瞬间毁了。那就是这纸不好用，你有没有好点的纸？没，我用的是最好的符纸，1块零食才3张，还有我的符笔。岳文文，文文，乌木可以用来画6阶以上的符文，你用这个试试。我可只有这1块，1块乌木30块零食。文文，试试。你按照刚刚自己的方法画符，不用管江清茂教的，想画什么便画什么。方才温温随手写的字，我在上面感受到了法则之力。我能感受到看似普通的乌木，实则蕴含着强大力量。玄叔，青荡哥哥刚刚还说温温没文化，你好像没见过世面。我哪里不惊讶？刚开始是自己圆回去的，后来是看得多习惯了，觉得温温妹妹就是应该这么厉害。温温不仅小嘴不饶人，还记仇，有仇喜欢当场报。第一次见面前脚我甩掉他，后脚被他一锤差点打死。温温，你的符威力已到9阶，要学会控制自己力量，你便从9阶往低阶画，等到能画出1阶力量的各种符箓，必定能完全掌控好自己。世界千千万万修士，谁不是往高处走？从高往低，恐怕只有岳温温一人。我喜欢干这个，能锻炼力量，还能得到厉害的符箓。以后多画点给知悉姐姐和徒子徒孙们。太菜了，出门没法宝，容易死翘翘。青娥哥哥，你来找我干嘛？大事！前几日我们不是带走了小狮子狗吗？昨日我潜伏入后山妖兽群，听说我们离开后，那些狗全部被玄明月杀了，还吞噬了他们的魂魄。这玄明月会不会是一个潜伏在宗门内的魔修？吞噬魂魄，玄明月如果是魔修，我父母和爷爷不可能发现不了。昨日收徒大典，他就在现场。宗门那么多大佬的眼皮子底，如果玄明月真有古怪，不可能隐藏得这么好，我想不通。主人，我怀疑是鬼族之人，玄明月应该是鬼族棋子。我爹爹是好人。主人，明月差点灭了整个问月宗，甚至以万天生灵祭奠鬼神。后来要不是玄之息和玄尘影阻止，鬼神真的会成功复活。那场斗争死伤无数。给我建房子，给我领果吃的叔叔伯伯、漂亮姐姐们会死于非命，天道姐姐不管吗？主人，这是种族斗争，鬼族修炼吸收鬼气，也可以吞食魂魄，吞的越多，实力越强。就好比人族也会大范围猎杀妖兽，获取资源。如果都要管，天道也需要按规则办事。历史洪流中，覆灭的种族和文明太多了，我不要问月宗覆灭，我会保护我和爹爹的家，也会保护好明月爹爹。系统哥哥，那我们今晚去找玄明月？去，但你不能乱来，万一他身上有什么厉害的东西，我怕你出事。我才不会出事，再厉害有我身上的7道封印厉害。知悉姐姐，我们今晚去看看玄明月。文文带上我，我想去。江清茂，原来你是这样的人。小龙仔，还有我，你要去干什么？带上我。去看上次想把你拎走的心机女，你不是觉得她人美心善吗？还骂温温。小姑娘不仅救我，还给我丹药，不就是人美心善吗？我看那狗就是她喊过来的，她杀了10几只灵狗，会是个人美心善的。你是不是告诉她你是小麒麟？她信了，想将你抓过去契约？没有，我之前没见过她。我知道玄明月是重生之人，是她抢了原本属于知悉姐姐的东西。本来知悉姐姐应该在3岁时被带回问月宗，15岁筑基，因武灵体天赋展示，成为问月宗天赋最好的天骄，大杀四方。重生？原来是这样，那她岂不是知道很多事情？我们要不要去问问？菜鸡重生回来还是菜鸡，有啥好问的？以前我家里养的菜鸡只能给我下蛋吃。好有道理。不过我和玄之息同境界，玄之息现在还没到阴武灵体，
灵气充沛的话，升级像喝水一样。我灵根95，吸收灵气很快变成水灵体，会不会25岁前金丹？那样我会更香，谁都想咬一口。同为神圣，我为什么一出生就这么菜？小龙仔，是不是你长辈将实力传给你的？我长辈打不过我，他们要联手才能和没被封印的我抗衡。我不信，我就是一诞生就是这么厉害，你爱信不信？那你能不能让我也变厉害？吃吧。我啃到咬痛了。啥一个个都这么菜，我去哪找只厉害又拉风的坐骑？小兔孙醉姐姐，你们来温温家玩吗？温温刚刚的大雨是不是你下的？好像缺了点什么。这狗不是我亲眼看到老祖将小麒麟变成五彩斑斓小狮子狗？是什么？没什么，是温温小宠。不是我的，是知悉姐姐的。天杀的小龙仔，每天就知道欺负他受血，他自己不是有吗？他自己的比他的还要贵。用麒麟血绘符，恐怕只有温温了。醉姐姐，这是我画的幸运符，希望它在温温不在你身边的时候替温温保护你。我不想经常给我送灵米和灵果的醉姐姐无缘无故死掉。上回的9品灵气是不是温温炼制的？温温，你要不要和我一起炼丹？真的可以吗？当然可以，有什么不可以？醉师妹，剑山的炼气室被炸得粉碎，要不是他跑得快，恐怕他和温温都会被炸死。没事儿，不就是炸炉吗？姐姐我别的不多，就是钱多。给温温在丹峰空置山头备上一个炼丹室，温温如果能炼制1枚9品丹，别说炸炉1次，就算炸3次又如何？谁刚开始炼丹不炸炉？醉姐姐，温温爱你。竟然有人会制止我炸炉。那温温和姐姐去试试炼丹。我不喜欢吃丹药，也不需要。奈何我的徒子徒孙和爹爹哥哥姐姐们一个比一个脆，我是一个自力更生的乖宝宝。我有种不祥的预感。芷溪，你师尊呢？师尊出门追杀魔修。我们东域不允许魔修踏足问月宗，身为东周第一宗，自然有维护东域安宁的责任。你去干嘛？我当然是去看温温炼丹。你怕不是嫌命长，本宗主去看着。你要是没事干，正好去帮师叔我处理一下宗事。宗主，你别太过分，我忙得很，我要去找温温有事。宗主，我要修炼，准备筑基。我答应过温温，筑基后带他下山。没想到50年不见，岳宗主真是越混越回去。也不知你是怎么管理这偌大的问月宗。你觉得你跑得了？哪个天撒的守门长老放你进来的？我又不杀人，就想当你契约兽，难道不行吗？都怪自己当初吃瓜没注意吃到铁板上了。多说也无妨，谁让我桃夭看上了你？你看上我哪儿，我改还不行吗？小祖宗，你快来救我！本座就看上你契约兽的位置。连小麒麟都不要，还能看上你这朵桃花？我族有一小孩叫岳文文，你如果能让他答应你当他的契约兽，那本宗主便答应。此话当真？自然，我岳令州什么时候说的话不算数？如今在何处？温温刚出去了，要过一段时间回来。我观你就是不想告诉我。反正这问月宗姓岳的，就你岳家人，本座自己去找。一定是爹爹在想我。温温没吃早饭，正好丹峰食堂有很多零食，姐姐带你去吃。食堂，这里还有食堂。我听知悉姐姐说，食堂专门生产好吃的。那个1盆鸡蛋，还有1大缸汤汤，1盆炒叶子，那盆又大又白的东西，以及那盆长得像鱼的，我全不要了。还有那1桶灵米饭。大娘太少，我有钱。本封主的包厢随便他用。醉姐姐霸气，我喜欢。我不想当娘亲说的小淑女，想当醉姐姐这样的霸气潇洒。以后跟着我混，温温想干嘛就干嘛，想吃啥就吃啥。
又是喜欢醉姐姐的一天。瞎说什么？我看我们封主就是想管陈颖剑尊的孩子，这叫白得一娃。冰立峰哪有我们丹峰好玩？对我们封他人好，丹峰有钱，福利也多，其他封食堂只有白馒头免费。我们丹峰不仅有免费白馒头，还有灵米饭炒灵蔬。我第一次遇到这么能吃的人，半个小时小丫头喝完1大缸骨毒汤，吃了1头烤灵乳猪烧灵蔬菜，现在又开始对清蒸鲮鱼下手。问你不撑吗？醉姐姐，原来鱼煮熟这么好吃，下次我也去抓几条回来给知悉姐姐做。醉姐姐，我吃饱了，等下我回家可以再去买只小猪和条鱼带给知悉姐姐吃吗？知悉姐姐每天练剑那么辛苦，生怕知悉姐姐会饿死。当然可以，我这里有助消化的丹药，你吃一枚。我有点担心这丫头撑的，可给她检查身体又没什么事。不用，离霜姐姐，我们快去炼丹吧。想到岳温温炸炉的威力，我还是把她带到承受岳温温的力量。离霜姐姐，我煮饭炸锅，但是我的锅没有被炸烂，不如我用我的锅炼丹。这是要炒菜还是炼丹？也不知郭封主是怎么教温温的。不如你先看看我如何灵气。炼丹之前，首先要处理所需要的灵材，在温炉用灵火预热丹炉。不同的丹药放置灵草顺序不同，最难的一步是炼制过程中不断打入丹诀。我现在炼的是最简单的补气丹，可以让修士在灵气耗尽时快速补充灵气。我总结一下，就是把不同的灵草扔进炉子里，用灵力淬炼，然后用大火一边煮一边打诀。丹诀我不会，我只会法则。这两个看起来似乎差不多的样子，一定没什么问题。根据时间依次放入丹炉淬炼，一炉丹每次3株灵草足矣。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我怎么感觉温温现在既期待又兴奋？离霜姐姐，我感觉我就要成功了。离霜姐姐，温温先尝尝看我自己炼的东西能不能吃。上次我炒的菜，知悉姐姐吃了一小口，病了好几天，丹药对她都不管用。温温生啃灵鱼骨一点事都没有，这莫不是毒丹？可我嗅到的分明是补气丹的味道。温温，你炼的补气丹虽然形状怪异很丑，但是很有用，并无毒。太难吃了，比爹爹煮的饭还要难吃，害得我今日吃的美食全部吐了出来，以后我再也不吃丹药了。我还以为自己炼的丹药会不一样，还不如娘亲炼的。小团团，姐姐带你吃好吃的。离霜姐姐，这里的东西是不是特别好吃？自然，这可是我的心头好。温温也想喝，走。温温，你乖乖在这里待着，饿了旁边还有点心，只能喝这一小壶，不可贪杯。我去便回。离霜姐姐，你放心，我是乖宝宝，不会乱跑。主人，你要干嘛？我嗅到酒香，好浓郁的酒香。你是狗鼻子吗？你不是小龙仔吗？好喝，好好喝！我从来没喝过这么好喝的东西，以后温温要天天喝。也不知道醉离霜能不能找到主人。师尊，陈颖剑尊今日不在家，弟子将他徒弟玄之息带了过来。拜见醉封主，不知温温离开您视线最后一件事是干嘛？和本封主一起喝酒。我离开不到1刻钟，整个丹峰都找不到温温人影，乖乖巧巧也没被他爹带走，宗门其他封也不在，能去哪儿？醉师妹，
文文才多大，你竟然带她喝酒？温温是不是很喜欢酒的味道？她会不会跑到您的酒窖呢？不可能，我酒窖布置了重重阵法，哪怕是嗅灵鼠也嗅不到里面灵酒的香气。那是温温，是你小祖宗，阵法对温温根本没用。想到小祖宗的食量，我的心在滴血。老娘的酒！月温温，你给老娘滚出来！主人，主人！毫无反应，也感知不到精神波动。若不是还有呼吸，我都以为主人翘辫子了。大酒缸是8土盘龙灵桃酒，50年来每年都会酿些封存，该不会小奶全喝醉后掉进去了？月温温，亏老娘还担心你，相信你是个乖宝宝，你给老娘死起来！月温温，老娘的酒你竟然忍心一滴都不给老娘留，气煞我也！以后再请你喝酒，我就是狗！上辈子欠你的，老娘我是缺钱的人吗？一般小孩都不喜欢入口的辛辣味儿，让你偷喝老娘辛辛苦苦酿的酒，知道给知悉姐姐带吃的，竟然不给你离霜姐姐留点酒，好得很。温温，姐姐今天给你做了你爱吃的红烧肉。这我也没办法。我改变主意了，这小孩便是你的族人，看起来挺好玩的。他自己不行，你们是唤不醒的。前辈，今日温温打搅了，我现在便带他走。小家伙还真沉，还好我能修炼身体恢复了些许，又经常练剑，力气比以前大很多。醉师妹，温温还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醒，以后还是少带温温喝酒。我要是说出温温将我所酿的酒全部喝了，还只是沉睡，傻子都会怀疑温温身体有问题。赶紧走吧，以后不要让小奶团来我丹峰，来一次我的酒就全没了。8品灵酒难以酿制，有钱也难买。我得找个隐蔽地方放酒。我打算闭关筑基，等出来要出去历练，希望温温能醒来。西西，小龙仔睡了3个月还没醒，他是猪吗？这么能睡？温温是小龙仔，睡个几10年都正常。温温说过要去找爹爹，可他这样一直睡着，我也不知道温温爹爹在哪儿。就算知道，我一个小筑基也毫无办法。滚回天剑山。轩哥，你真是一如既往的心狠手辣，一点都不通人情。怎么每次我离开天剑山，你都能找到我？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想法？轩哥，你这双眼睛可真好看，什么风吹到你身上，让你拿回了自己眼睛？以前我看不见，所有东西在眼里是灰色，自然不会在意赫连觉的状。这孩子就像从难民营里走出来，满脸血污，衣衫褴褛。哦，那我也跟着你去问月宗如何？不行，自己滚回去，还是我拎你回去？轩哥，我胸口疼，你拎我回去吧，被玄哥拎着也不错。不死之身不会自己用灵力赌一下吗？但我还是最初那个啥都不知道的玄尘影。轩哥，你就不能温柔点吗？为什么天道想杀我？我想不通。是不是你给玄之息带去霉运的？这雷劫的威力怎么可能是筑基？简直比金丹还恐怖！哪里是让玄之息渡劫，分明是要他的命！你不要祸我，我给思思一个祝福。狗屁的祝福！上次你诅咒温温，自己被雷劈晕。岳温温是意外，要不就是现在的天道有问题。多谢奇瑞。西西小心，恐怕是有人想针对你。我怎么听到天道爹爹在喊我？天道爹爹好久没喊我了，自从离开不渡山就再也没喊过。主人，上面有人想杀玄之息。原来天道爹爹沉睡了。天道爹爹可能是因为修补神界太累，他才刚休息就有人搞事情，该打。主人，你怎么知道天道在干嘛？我在不渡山的时候经常和天道爹爹聊天。你就那么确定和你聊天的一定是天道？肯定是的，我身上有天道的本源力量，能感受得到。哪个狗东西竟然敢欺负我知悉姐姐！等我回家打死你，将你放在油锅里炸，炸得香喷喷，嗷呜一口吃掉！你个天杀的胡作非为的小贼，给我等着我！温温，你刚刚在骂谁？我也不知道是谁，等回去问问娘亲。山脚被雷电劈出地裂，筑基雷劫的威力不可能这么强，难道是知悉挡住其他人的路？那人借雷劫要在知悉未成长前将他抹杀。哇哇哇！恭喜知悉姐姐筑基成功，可以带我下山玩。哎呦，小祖宗睡了半年，终于醒了。什么？睡了半年？人造福地已经修好了，你看那边郁郁浓浓的山头，还有那边有一个大湖，我还放了几条灵鱼在里面养着。小龙仔比我长得还慢，100年1岁。你长得比我快，还是小菜狗一只。那按照我们人族时间算，温温已经活了300年。我以为温温是师尊和老祖宗的孩子，就算有龙族血脉，应该也和我一样1年1岁啊。什么时候融合龙血，还必须像龙族一样生长？一定是老祖宗拥有龙族血脉，
到温温这一代最浓郁。没有，之前娘亲会在我睡觉时给我周围使用时间加速，让我在2年时间破壳，3年时间长到3岁。没有娘亲的法术，我要好久好久才能长得和知药姐姐一样。温温当小孩子开心吗？嗨，特别开心，我可以不讲道理。对，小孩子快快乐乐就好。知悉姐姐，那我们什么时候出发去外面玩？你知悉姐姐刚晋级筑基，需要历练一番，温温可不能随意插手。我和知悉姐姐去见世面。明日我们就出发。耶！还有我也去。你不行，你太菜。我是私系契约兽，怎么就不行？什么时候的事，我怎么不知道？本命之气，同生共气，你生无生，你存无存。气煞麒麟也！我堂堂纯种瑞兽，老是被一只杂种龙欺负。哼！你这么菜，还贪玩？要是不小心死了，我知悉姐姐也要跟着你一起死。你这只狗东西竟然打我知悉姐姐的主意！没我知悉姐姐厉害，我不会放你出来的。这莫非就是龙仔的本命空间？我的本命空间可怜兮兮的，别说灵石的，别说连空气都没有，只有一柄如意，同为神兽，这差距也太大了！呜，苍天，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我堂堂世界仅此一只都是5行麒麟，转生本命空间连空气都没有。小菜狗，你在里面好好修炼，等变厉害了我再放你出去，里面的石头随便你吃。小龙仔你真大方，谁让你这么菜？看在你这么大方的份上，我就不跟你计较，喊我小菜狗。你这空间灵气浓郁，为什么只有几株小树苗，其他地方荒芜一片？被我啃了，然后它们就不长了。以前还有鲜果来着，漫山遍野都是，现在只有树根。特么想骂人！嗷呜，小龙仔交给我，我帮你种出来，到时候结的果子咱们2个平分。那真是太好了，知悉姐姐，小狮子被我送去秘密基地修炼了，我现在去离霜姐姐的丹峰多买点吃的，我们在路上吃。温温，你半年前喝光了醉风煮的酒，她生气了，咱们得想个办法弥补。等下我们去山下看看能不能买到好酒。我有给离霜姐姐零食的，留了好多零食给离霜姐姐。爹爹，这是给温温摘的果子吗？我去北周送赫连爵回天剑山，一路上碰到的灵果全部薅光了，干脆只薅灵果，等下次果子成熟再去摘。温温超爱爹爹，以后不可随便亲人。爹爹娘亲说家人之间的亲亲是最亲密的问好。矜持，没想到老祖宗竟然是这么教孩子的。我才不要当矜持的小淑女。知悉姐姐说我是自由的，我要当星星。我喜欢什么就要表达出来，就像山间自由的风，想吹到哪里就去哪里。谢谢爹爹的灵果，我超级喜欢。温温知道爹爹穷，以后我养爹爹。我竟然沦落到要3岁多女儿养，养就养吧，互相养。南域气候宜人，灵果种类多且丰富。我的女儿确实不需要当温柔的小少女，所以她自己就是。只是，师尊，明日我出宗历练，便先去准备准备。本尊看起来很吓人。没有，师尊，就是对强者的敬畏。温温还不够强吗？我该说啥？无需敬畏，只需尊重。以后你也会成为强者。出门历练，无论身处何地，遇到何人，不可掉以轻心。温温只会暴力，没有你心思细腻。本尊不需要你一定拿第一，至少不要让本尊失望。要为自己证明。知悉起步太低，哪怕天赋高，剑法非短短3年能练成。宗门大比，必定有很多弟子将修为卡在筑基巅峰，不进金丹。魔修钻进东域，温温的安危，本尊倒不担心。倒是你，玉牌封存本尊3道剑气，能重伤元婴。如你真遇到生命危险，本尊会第一时间前来。打不过，逃命并不丢人。我没想到一向冰冷的师尊，竟然和我说这么多，不仅给玉牌，甚至在我身上留下神识。如果我真的出事，师尊也会神识受损，严重的话还可能修为倒退。我爹爹爷爷疼爱玄明月，可玄明月身上只有法宝，并未留下神识。师尊和温温的恩情，我这辈子恐怕都还不清了。本尊既已收你为徒，只希望你成长为你当初所说的强者。我所想要的，必自取。定不负师尊所期。明月少主，你以为你能跑得掉吗？
我听说精灵族在18岁之前是没有性别的，也不知是真是假。不如今日我们几个看看。别说，少主这张脸，整个贵族无人能及。直系姐姐这里卖的灵酒，没有离霜姐姐的酒好喝。温温最前辈是8品灵酒师，他酿的酒有钱也很难买到，灵酒所需灵材难寻，8品灵酒需要8品灵植，每一坛酒至少要仿账3年，有钱也买不到，酿出来还要放3年。我长了这么久，把离霜姐姐的酒喝光光，离霜姐姐会不会不喜欢我了？知悉姐姐，你会不会酿酒？酿灵酒需要灵酒方子。系统哥哥，你有没有灵酒方子？抱歉，主人，我没有灵酒方子。可离霜姐姐去，全世界只有我一个不挑食的乖宝宝。知悉姐姐，等下你先回家，我去哄哄离霜姐姐。温温先换点下品、中品、上品灵石吧。明日我们离开宗门，用极品灵石容易被人盯上。你要是想买小零嘴，有些摊主没有零钱找给温温，那都给他。温温外面不像宗门，没有实力背景的小摊头，收到极品灵石很可能会被坏人夺了去。我听知悉姐姐的。这金灿灿亮瞎眼的招牌是谁的杰作？角落还有我问宗的标志。金灿灿大哥哥，你为什么要挡着温温的路？哈哈哈哈！我果然够出名，小温温也认得我。我就是觉得这位大哥哥太过于亮眼，给他起了个外号而已。修士的直觉告诉我，岳温温根本不认识金灿灿。论在问岳宗的个人名气，恐怕无人能及这只小奶团。半年前，宗主为他修人造洞天，老祖亲自上场，又因偷喝丹峰封主的酒醉倒酒窖，害得封主带弟子翻遍问岳宗。只是半年不见，他怎么一点都没长。小温温旁边这位可是玄之息美人，今日怎么没看到青妙美人？青妙哥哥外出历练，你要去陪他吗？虽然青妙哥哥喜欢喊我小胖子，他好菜，可我也不想他死翘翘。将青料赶出门，必定做好10足万臂，说不定他站在温温你面前，你也认不出他。欢迎光临。2位仙子，本店各种灵符、灵丹、灵器应有尽有，还有阵盘。丹药我不吃，阵法我不需要，符我会画，这些灵器太低级，我一捏就碎。知悉姐姐，那个面具好看。这个面具本小姐要了。自从姐姐进了冰立峰，便再也未曾见到姐姐。爹娘一直挂念着姐姐。姐姐在冰立峰可一切安好。这位如花大姐姐，你的鼻孔好大，温温一抬头只能看到你的大鼻孔。还有这位可怜巴巴大姐姐，你们灵法峰玄家如此想念我知悉姐姐，为啥要置她于死地？你为什么又要设计弄碎知悉姐姐的丹田？是怕知悉姐姐修炼到筑基银武灵体，天赋斩路挡你的路吗？别以为你是心机女，我就不打你！不要来我面前，阿爷一巴掌拍死你！费灵根一辈子筑基都难，玄之息还不到17，不会吧？我们宗门继黄血姐后，又出了一个绝世天才，和武灵体一比。他竟然已经筑基，难道这就是灵体吗？修炼速度怎么如此快？前世玄之息可没有这么快。温温妹妹，你爹娘没有告诉你，随便诬陷人是不对的。我才没有诬陷你，就是你设计害的我知悉姐姐废了丹田。我要是诬陷你，就天打雷劈；要是没有诬陷你，你就天打雷劈。果然是小孩子，上次他受伤，必定是头上戴的神器在保护他。等着，很快神器就是我的。青兽哥哥说的对，你就是心机女，不仅喜欢诬陷知姐姐，还害得她丹田破裂，你就是个大坏蛋。我可没。你是不是想假装晕倒？明明喜欢撒谎，还喜欢装模作样。你就是一个坏孩子，还不承认！你这个小屁孩，我看你是和玄之息待久了，不明是非，分明是玄之息多次想置明月于死地。我玄之息8岁那年被带回宗门，愿以心魔对天道起誓，这8年来，如果有一次陷害玄明月，天打雷劈，至亲死绝。从我进入宗门开始，你就没有算计过我吗？半年前分明是你自己撞向妖兽，却污蔑于我。如果不是温桃和师尊所救，我早就被你们冻死在小寒洞。我知悉姐姐没有说谎，天道爹爹不会劈他的。你快说，不说我今天不准你走。我哪里敢发，可被这么多人盯着我。哥哥，明月，你怎么搞成这副鬼样子？是不是玄之息又欺负你？我没有。今日本座看了一场大戏。小友一来便将莫须有罪名安在亲妹妹身上，活了几千年，还没见过亲哥哥上赶着处罚妹妹。这位前辈，我妹妹我自是比您了解。哦，刚刚玄之息已经发誓8年来如有一次陷害玄明月，天打雷劈，全家死绝。是不是应该轮到这位黑煤炭仙子？
这分明是咒我和爹娘去死。他是渡劫，小心点儿。如果想杀你，不费吹灰之力。刚刚我发现那个小奶团身上有天道之力，他说不定是天道的化身。你现在没死，说明他不会杀你。天道竟然化为人形，不管什么原因，都是我的机会。现在，天道怎么会？我玄明月发誓，如有陷害玄之息，必定修为止步筑基，天打雷劈。纯玉。你明日带人去灵法峰找玄明月，我灵宝阁的屋顶还有被天雷破坏的宝物，共计3亿上品灵石，3日内归还于财务峰。是，阁主。温温，以后想要什么东西，可以直接在灵宝阁拿，灵宝阁遍布整个东周。这块令牌温温拿着。普通弟子不知道阁主真实身份，可我知道他是问月宗的渡劫老祖，今日竟将阁主令赠予月温温。要说他只有玄尘影女儿这个身份，我打死都不信。你的令牌真好看，不过温温不吃丹药，不用阵法，自己会画符，这些灵气也是一捏就碎。你要是有好吃的，可以给我。是我考虑不周，可我们问月宗并没有餐饮类行业。不过我们和隔壁除神派关系很好，温温拿着令牌去饕餮楼吃东西。可是我不缺钱钱，倒是宗门的弟子们都很穷，这个我不要。叔叔，你给我的小徒孙们多发点小钱钱就好。给你吧，这条小蛇又粗又胖，生崽子又多又快。小徒孙们，这位前辈很明显认识月温温，莫非他是宗门隐藏的老祖宗转世？听说3000年前温月宗还有位大成老祖，后来葬身无望之海。小祖宗，您别叨了，师兄要是知道我们这些徒子徒孙老从您身上拿东西，还不得打死我？您的东西自己留着，我们宗门有钱。灵脉之灵就相当于一条灵脉9阶，放进毫无灵气的大山，只需1夜便会变成灵气充沛的灵山，足够大量开采上千年。祖宗，我真的不穷，宗门更不穷。你穷，宗门更穷。我的徒子徒孙们有的连法衣都穿不起。你看我知悉姐姐刚去冰立峰，瘦到皮包骨头，肯定是没钱吃饭。亲望哥哥每天都想赚我的钱钱，也很穷。小祖宗，问月宗弟子月历是所有宗门最高的。杂役弟子每月10块下品灵石，其他宗门杂役弟子只能拿3块，外门弟子每月100块下品，筑基弟子每月100块中品，长老亲传弟子足足100块上品灵石，金丹每月上千枚上品，这只是月历，还有丹药补贴。像我知悉姐姐那样的亲传才100块上品灵石，买一头烤小猪就没了，我一天能吃10只烤小猪。我要是没钱，只是问月宗的弟子，我会饿死在宗。正常人谁一天吃10只烤灵乳猪，4阶烤灵乳猪，金丹真人一天也无法炼化，让我去吃也吃不走。祖宗莫不饕餮转世。归云大徒孙，你不能让小徒孙们吃不上饭。好好拿着，你们太穷了，你祖宗我有钱，以后养你们。问月宗传承1万年，也才一条9阶灵脉，那条还因早年开采过度，1000年未使用。当然是越多越好。心要碎了，这一巴掌要是拍在我身上，我会不会骨头碎掉？小徒孙，我不是故意的，我也觉得我有不得的地方就是大门结实。以前在不渡山家里的东西，我从来没有损坏过。小祖宗，灵脉徒孙收下，必定努力提高宗门弟子阅历。灵宝阁的令牌您定要拿好，不能给别人，要不然您的灵脉我也不要。这怎么行？你不提高阅历，我知悉姐姐太穷。是，我今日回去立刻下达命令，明日就出台宗门新政策，还能将你知悉姐姐特殊对待，多给点。我想换点上品、中品、下品灵石。明天我要和知悉姐姐出去，她说有时候买东西用其他灵石更方便。小祖宗不用您给，以后想要什么品质的灵石或天材地宝，直接到灵宝阁拿。主人，你扔进空间，很快会被你空间灵气浸染，下品灵石也会变成极品灵石。小祖宗的手不是。宗主月温温来了，您要不要？赶紧的，把我新酿的酒收起来，让弟子们带上灵石点心去投喂温温。谢谢漂亮姐姐。好，姐姐给的桂花灵枣糕真好吃。丹峰的哥哥姐姐们真热情，我喜欢。丽霜姐姐，温温温来看你啦！我带了好喝的酒，还有好吃的零食，和你一起分享。这小奶团长记性了，竟然还记得给我带吃的，就像他吃鱼不吐骨头一样。这小祖宗到底是什么级别的生物？胃口真牛，也不怕噎着。
温温，吃栗子吐壳更好吃。离霜姐姐，这是知悉姐姐炒的糖炒栗子，给你吃。我不吃，此生唯爱酒。不是说给我带了酒吗？拿来尝尝。离霜姐姐，我的酒可香了。温温，这酒是你自己酿的吗？要是温温酿的，我可不敢。温温炒的菜差点毒死他。除了灵米，他搞的东西一切随机。不是温温酿的，是我今天在外面花了大价钱买的，但是。这力量蕴含木气本源仙气，哪怕只是一丝，我元婴巅峰也压不住。只有天界才有仙气，但是我加了点东西。加了什么？卖酒的叔叔说酿桃花酒要加桃花，我买的酒没有离霜姐姐酿的香，我就加了一株仙桃小苗苗。我好像又闯祸了，离霜姐姐的情况是不是和知悉姐姐一样？我好不容易让一株仙桃发芽，小苗苗刚出生就被月温温拔了。我总算知道这么好的地果树为什么蜷缩在地深处，就是怕月温温祸害。我得想个办法，不然在它空间种一辈子地，也种不出一棵能结仙桃的树。能不能把老祖喊过来？必须有人帮忙，不然这一丝仙气能让我爆体而亡。还好只是小苗苗只喝了一口，但凡加了一个仙桃，当场就没命了。主人，你空间带有仙气的东西不能随便给人吃，他们的身体承受不住仙气。小麒麟吃了，它是神兽，终归不一样，吃了蕴含仙气的东西更容易晋级。小离霜，这是归云小徒孙，离霜姐姐喝了温温的一口酒，我在酒里加了一株仙桃苗苗，难道酒里有毒？崔师妹，你将这珠子契约，将力量存于噬灵珠中，本座助你一臂之力尝试炼化。说不定能有大机遇。如果炼化不了，恐怕会一直遭大罪。多谢归云老祖，一丝仙气，我定能炼化成功。云深，为师要闭关，这段时间丹峰事务你全权负责。是，师尊。这小家伙来了丹峰2次，丹峰2次不得安宁。离霜姐姐，我明天和芝姐姐出门，回来给你带酒喝。不用了，我自己会酿。要是可以，温温多带点灵果和灵植回来，姐姐给你酿酒，再喝月温温送的酒。我就是狗，嫌命长才喝她送的酒。原来酒都是灵果和灵草酿的，早知道空间里的灵果树和灵草，我就不啃了。你每次来丹峰定有不好的事发生。才不是，离霜姐姐不会有事的。温温回家了。我知悉姐姐来接我。这个酒你不能喝，你比离霜姐姐还弱，喝了肯定会死翘翘。我可不想要你的酒，拿着你的酒赶紧走。哼，我还不想给你喝，只给离霜姐姐。知悉姐姐，灵米也可以放锅里炒吗？当然，我今晚做点小灵味，到时候给温温下山时吃。在野外危险的地方，可能很长准时间不能生米，可以备不时之需。此刻我心里眼里只有香香脆脆的炒灵米。自从进了冰立峰，我每天活得很充实。本长老不过受阁主命令来找债主玄明月收钱，与你灵法峰没有干系。灵气损坏1品到3品分别50件、20件、8件，4品1件，灵丹若干。最贵的是灵宝阁屋顶多层防御阵法，材料是7柄3000年金铜紫灵木，哪怕元婴雷劫都能抵抗。玄明月莫不是如温温丫头所说，谎话太多遭天谴？天道跨过2楼贵宾，直击他头顶。3亿上品灵石，还是看在他是问月宗天才弟子便宜算的。姐姐，分明是月温温，她可能是……我错了，不要杀我！蠢货，天道就算不能随意杀人，降下天罚，可以让你魂飞魄散。因为什么？本座可是要多强才能和天道抗衡？飞升吗？若弄到该这种地步，还不是因为问你就闭嘴？明月，你怎么了？可是身体不舒服。我已经问清楚了，这事分明是那个小屁孩的错，钱也该明月还。本长老再次声明，灵宝阁只是来问玄明月个人要债。他方才没钱，本长老说了，他会炼丹，用炼丹偿还也可。你们灵法峰在这逼逼奈奈，我虽是金丹巅峰，但你们不放人，阁主亲自出手，就不是3亿灵石这么简单。3亿上品灵石，灵法峰倒不至于还不起，可这事……希望长老给明月1个月时间，必定将3亿灵石送于灵宝阁。小丫头，你这点把戏，顶多骗骗眼瞎心瞎之人。3亿上品灵石是你归还的债务，宽限你3日，3日不回，本长老会派人将你带走。赵叔，您为何阻止我说话？就算赔，
那也该和那个讨人厌的小屁孩平分。灵宝阁阁主亲自来，你爷爷站在这里，也要给他点头含腰。他是渡劫老祖。什么？那我今天岂不是得罪了老祖？老祖怎么会和那个小屁孩关系那么好？哥哥，你刚出关，不清楚。宗主为了月温温，在冰立峰人造洞天福地，当初2位老祖全部现身。之前不明白月温温为何受宗主青睐，现在看来，他们分明知道月温温可能是天道化身。不过那又怎样？我背后也有人。吞玉，你真有办法对付月温温？哼哼哼，你敢质疑我？我们是一根绳子上的蚂蚱，你今日不经我同意害我发下誓言，到时候我飞升怎么过关？不过是飞升天界，又不是只有天道一条路。明月，你身上还有多少灵石？咱们先把钱凑过去，不然老祖亲自前来我们。3亿上品灵石慢了我都没有，只能先借钱。都怪月温温，等着，这次下山必定让你和玄之息有去无回。外面的世界我月温来了！临走前，宗主和郭前辈送了多飞行器备着，果然是非常明智的选定。温温妹妹，我一口气接了20个宗门任务，我们先去最近的赤霞山寻找赤月草如何？听说赤霞山傍晚的落日景色一绝，还会有可口的落日果吃。好，好，好，知悉姐姐去哪里我就去哪里。我多练练就能控制好自己的力量。这本书中的一些菜谱和灵植是我见都未曾见过的。我们除了3位渡劫老祖、6位化神尊者，什么时候又多了1位小祖宗？我爱死这位小祖宗了！一出手福泽全宗门，以后领月历的日子就是为小祖宗祈祷的日子。我一个普通外门弟子，竟然每月能领到100块丹药福利，整整翻了100倍。有这些资源，我可以努力3年内筑基。该不会是月温温吧？肯定是月温温。他昨天在灵宝阁掏出一条很粗壮的灵脉，说他的徒子徒孙们太穷。我当时就在灵宝阁内。小祖宗能掏出那么粗壮的灵脉，说不定冰志峰都是他自己出资建的。月温温不是陈颖剑尊的女儿吗？为何突然成了小祖宗？他是哪位老祖和陈颖剑尊的孩子？月温温姓月，一看就是跟母亲姓，今年3岁。问月宗现在活着的老祖，根本没有合适的，总不可能是飞升天界的老祖吧？你说的什么鬼话？老祖1万年前便飞升天界。也是，我就是想想，管他是哪位老祖的孩子，宗门说他是我小祖宗，那就是我小祖宗。今日什么风将陈颖吹过来了？温温的事，你不应该给我一个交代吗？要啥子交代？温温喜欢当小宗主，之前想瞒着是担心温温安危，你看看现在谁能打过他？弟子阅历提高，本就是温温贡献9品灵脉这么大的功劳，他为何不能领？温温历练回来，知道自己为宗门做出巨大贡献，徒子徒孙们一口一个小祖宗，他肯定高兴坏了。这个就是陈颖剑尊给全体提高阅历这么大贡献呢。昨日还不懂为何老祖要对一个小奶娃那么好，果亏那小奶娃是他的祖宗。温温特殊，我知道，可是他能保护好自己。宗门弟子知道温温是小祖宗，也不会有不长眼的冲撞他。不然以温温实力1巴掌一个，我们宗门岂不是天天吃席？这话确实没毛病。我是担心西周那个魔头，大成强者又是魔修，如果不是西周有封印，他必定带领魔修倾巢而出。7年前，古神族后裔3000多人一夕之间突然暴毙，只有赫连觉活着。封印不仅无人加持，也无人看守，就怕那魔头冲破封印。他如果一出来，知晓温温身份，还不得盯上温温？说不定能一巴掌将那魔修拍死。自从看到月温温吊打渡劫老祖，我对小祖宗迷之自信，深刻相信他超强超厉害，全天下都打不过他。可是温温身上有封印。本宗主会给驻守封印入口的各宗长老修书一。赤霞峰有魔修出没的事，你派个人去看看。行。果然没有小魔王的打扰，我的生活就是美妙。小魔王在的时候，我辛苦守护数千年的凤凰果，还把我的树给啃了。要不是月师兄阻止，树根都要被挖走。小魔王一来，不渡山上的灵果我一个也捞不到，忍了那么久，终于受不了，干脆重新涅槃为人。不过就是重修而已。别说当人的时光真快乐，人族有各种美食，做件衣服都能搞出千奇百怪的花样。我喜欢在人族生活，也喜欢问月宗。知悉姐姐，这里的落日果好像全没了。好痛！我竟然不是在做梦！老天爷，为什么我会看到小魔王？月师兄，你为何要将小魔王放出来？明日太阳下山时，还会有新的落日果长出来。我们要在赤霞峰待上一段时间，温温一定能吃到。我心心念念的果果，不能被其他人抢先一步。小魔头该不会认出我了吧？不应该啊，
我涅槃重修，化为18岁少女，朱雀气息完全消除。漂亮姐姐，你为什么一个人躲在树上？是害怕附近的小魔兽吗？你不用怕，我超厉害。你是哪里的人？看在你这么好看的份上，我可以才是我最大的危险。我一个筑基后期修士，需要你一个3岁小屁孩保护。温温，不要就不要，你还这么不礼貌！等你遇到危险，我要踹你一脚！小魔王竟然还知道礼貌这2个字，到底是谁最没礼貌？窒息姐姐，温温只找到一个落日果，我们一人一半。窒息姐姐，这个果果好好吃，脆甜脆甜的，吃完身上暖洋洋，有种阳光的味道。赤霞山是归灵界最靠近太阳的山，独特气候孕育了落日果。这种果树移在任何地方都种不活。窒息姐姐，你为什么知道这么多？这些宗门书籍上全部有记载。啊，难怪秦皇哥哥说我没文化。温温还小，等回宗有空可以去藏书阁看看，那里的书囊括归灵界整个世界。温温，你去抓几条河里的鲮鱼，等下烤着吃，吃完找个山洞休息。我这就去。这少女何许人也，竟然能让小魔王分一半果子给她吃，让她去抓鱼就屁颠屁颠跑去。树上的道角，不知你还要看多久。没想到一个小筑基初期竟然能发现我。窒息姐姐，我抓了一麻袋鱼，快来杀鱼！刚刚温温明显和那人碰过头，只是不知为何那人还不走。窒息姐姐，你不用担心，树上的姐姐只有筑基巅峰，她躺在树杈上睡觉。窒息姐姐，这些都是什么鱼？全身黑不溜秋的，也不知道好不好吃。温温抓的鱼都比较大，全是3阶黑鲮鱼，这种鱼肉滑嫩，做鱼片汤好喝。要是有酸菜更味美。附近的鱼太小，我刚刚找到鱼们的老伯，把大鱼们一锅端。以后我们采摘灵植，年份低的不要采，怀孕的母兽不能杀，这样才能有源源不断的灵植和妖兽。可是要等好久。不用很久，温温睡一觉，睡了半年再睡一觉，一条母鱼就能产上百条小鱼，等于损失好几百条鱼，我亏大了。你看，你睡了一觉，当初姐姐在院子种的菜就能吃了，果树的温温回家就能采摘。如果当初把小苗扯掉，是不是损失了很多灵果？我昨天不把小麒麟养出来的汤苗苗搞嘞。窒息姐姐，我下次再也不拔了。只要主人不拔，我相信多年之后，主人空间必定仙树成林，瓜果飘香。好吃，太好吃了，呜呜！窒息姐姐做的烤鱼肉好好吃。温温，一口酒一口烤鱼更香。我们一人一坛，不可多喝，不然温温要是睡过去，就不能和我一起历练了。这些酒没有离霜姐姐酿的好喝，我还要找灵植摘灵果，拿回去给离霜姐姐酿酒。小屁孩，你的鱼卖不卖？我拿灵果和你换也行。小仙子，你的鱼卖不卖？这难道是娘亲喜欢看的画本中写的场景？哦耶！我今天长见识了，也不知道外面有没有画本可以看。不卖，想吃鱼自己去抓。这些鱼温温还不一定能吃饱。不知小仙子师从何处？漂亮姐姐，我们是问月宗的，你是哪里的？你是问月宗的？难道刚刚温温揍了他？确认过眼神，这张脸真的是我没见过的人。那你叫什么名字？我是黄九丹。小仙子如果是问月宗的，想必应该听说过我。我就是不认识他，我要当小魔王是正常孩子。原来是晃师姐，知悉早有耳闻。如果说玄冥月是天骄，和黄九丹一比就是垃圾。18岁自动筑基，天生异象，被宗主发现回宗门，还拥有半生异火排名前10的凤凰火，短短3年体便到筑基巅峰，说他是东周第一天才也不为过。知悉，玄知悉。方才听小魔王喊知悉姐姐，我一度以为自己幻听，就是黄师兄所想的温月宗灵法峰第一废物玄知悉。你这叫废物，逗我玩呢？我有凤凰魂，一眼看出你是武灵体。他要是3年前我去灵法峰逛一见他一面，他的天赋也不会被埋没。我听说你丹田被废过，都是心机女大坏人害的。温温阻止他遭雷劈。哦，小奶团没整心机女。你认识我？不认识。你肯定认识我。你是不是不渡山跑出来的？我要拍死小魔王！但凡换个人，我都不会露一点馅儿。我搞不懂堂堂朱雀转世为何站在月温温面前会有一种被压制的感觉。雀雀姐姐，你好惨，现在变成了小筑基。你懂什么？我能保留记忆力劫就是最大的恩赐，只要这次修至大成，渡劫飞升，就能回归本体。雀雀姐姐，那你自立的是啥劫？还是情劫吗？你夫君的骨头没了，我把他超度了，他还让我和你说他从未爱过你。啥是爱啊？找个屁狼心狗肺的男人，要不是为了渡劫鬼才想说。结果我守了1万年，也没看到天雷放下让我回归为朱雀。啊，温温啊，
以后我就是问月宗黄九丹，你不能乱喊哦。我懂你现在是小菜鸟，要是大坏蛋把你抓了去炖了，我就没有雀雀姐姐了。原来小魔王心里还是很在乎我的。小魔王刚出生的给温温1根毛，1根就好，不要多。你以前的羽毛那年差点将我薅秃，我每一根羽毛何其珍贵，现在转生为人，身上没多少用了就没了。娘亲给温温做成衣服了，雀雀姐姐给我一片好。不好，我就知道遇到你没好事，拿我的东西再来换我的，他傻叉啊！温温，知悉姐姐遇到你就是最好的。小魔王，果子全给你，羽毛你别想了。全都是我的果果啦。温温，你编织的麻袋是储物袋吗？小小的袋子可以装很多东西。知悉姐姐一共有364个落日果，都归我们了，我们一人一半。总感觉温温问黄九丹要羽毛，就是为了他手上的果子。摘了这么多，恐怕要跑遍整个赤霞山。知悉姐姐，刚刚那个姐姐就是不渡山的小凤凰。娘亲说她以前是天上的朱雀，一则念黄万年也没渡过劫，我也不知道她这次能不能回归。她养的凤凰果可好吃了。月宗是神兽聚集地吗？温温小麒麟现在朱雀也在，温温是尚在去归灵界。温温，我们不能暴露黄师姐的身份。我知道，菜菜。等等，我为什么要把辛辛苦苦采摘的落日果全部送给月温温？我们为什么要躲起来？知悉姐姐，以我对雀雀姐姐的了解，她很快会反应过来，多送我东西，然后跑回来找我要。我以前不给她，她会跑到我娘亲面前告状。朱雀神兽怎么一副不太聪明的样子？知悉姐姐已经挑战这头大老虎大半个月了，啥时候能打趴下？一个筑基初期对一个筑基中期妖兽能打成平手就已经很不错了。一般情况，同等级妖兽本就比同等级修士厉害。玄之息的实战经验还是太少。你说的对。岳文玄之息到底跑哪儿去了？我敢肯定岳文文还在赤霞山，我不信小小的赤霞山还找不到人。听说这种灵珠味道好，肉里蕴含浓郁火灵气。等找到岳文文，让玄之息帮我把猪烤了，我就原谅他坑我果子的事儿。正寻思怎么养好伤，竟然遇到一个极品。赤霞山怎么会有元婴魔修还如此猖狂？该死的魔修！直觉告诉我，这个魔修盯上了我，并且还未走。这到底是什么毒？解毒丹居然不起作用。虽然躲过了魔修的攻击，但是真的太痛了。要不是知道岳温温不屑于干阴谋诡计的事，我甚至怀疑这魔修是他请来的。早知1月前我不嘴硬逗逗岳温温，被3岁小孩保护也没什么大不了。想跑，拍死你！大坏蛋活着浪费空气，死了浪费土地，还要温温大人来买。主人放在这儿也没事，你撒点隐兽粉，它的身躯很快就能成为妖兽的我餐。系统哥哥，你说的对，可是我没有隐兽粉。我有，用我的。好，系统哥哥，你的粉粉好香，我能不能舔一口？不能舔了，四周的妖兽会发疯似的想吃你。主人下次撒一点点就好。现在带玄之息立刻离开赤霞峰，我的隐兽粉1个时辰后会见效。黄师姐，你先吞一枚解毒丹试试。吞过了，只能压制。我有凤凰火，你不用担心，只是身体麻痹动不了。谁教你这么说话的？青旺哥哥就是这样说话的，每次都气得别人不要不要的。很好，将青旺小弟弟是吧？总感觉我又要让青旺哥哥倒霉了。要是雀雀姐姐欺负他，我帮他打回去。知悉姐姐，我们快离开赤霞山。我刚刚在魔修尸体上撒了隐兽粉。你怎么不早说？你咋还怕起小妖兽呢？你的威压呢？我现在没有，更何况你撒隐兽粉吸引的何止是小妖兽？知悉小仙子，赶紧走！月温温，你不是头铁吗？以前老扔我。有吗？我不过是看你刚出生时可爱逗逗你。温温也逗逗你，你现在也是小幼崽。小心眼的小家伙。黄师姐，你多大的人了还欺负温温一个3岁小孩？平时都是温温欺负我，我只能趁他睡觉掐他几把小小指。反正怎么掐，这小奶团像铁打的，皮肤都是白白嫩嫩，不见一点红。知悉小仙子，小奶团的脸肉嘟嘟嘟，手感一级棒，你试试。你够了，要么好好躺着，不许对温温动手动脚，要么我一脚踹你下去。小美人不要总冷着脸，笑起来多好看。你答应帮我烤一头猪，我就不搞岳温温。
玄之息，你要不是我身上的毒还未完全化开，无法动为你一个火球。谁要为我知悉姐姐火球？雀雀姐姐，你在玩跳飞行仪器吗？是不是很好玩？我也喜欢这样。雀雀姐姐，你干了什么被知悉姐姐踹下飞行灵气？我知悉姐姐脾气可好了。我嗅到了拼死的元婴魂魄，去将那魂魄吞了，我能让你在短短3月内晋级筑基中期。好。元婴被击碎了，但灵魂还没消散，人死后7天才会散魂。已经超过约定时间了，明月怎么还没回来？你们在这待着，我去找找明月。我感觉自己处于一种混沌状态，但四周不断有灵气涌来，自动钻进丹田，太好了！后方还有几道更强大的力量正朝这边赶来，吞玉怎么办？还不跑？你是准备等死吗？这香气，我身为炼丹师再熟悉不过，是隐兽粉，还是很高级的隐兽粉。6年前，我就是用隐兽粉废掉玄之息丹田的，一定是斩杀魔修的人在尸体上撒了隐兽粉，我碰了尸体就沾上了，清洁术也去不掉。到底是谁用的隐兽粉？这么高级，我第一时间丝毫没有发现。主人，我检测到隐兽粉发挥作用，不知道为啥玄明月沾染了隐兽粉，正在被一大波妖兽追杀。知悉姐姐，文文带你去看戏。奶团，啥戏？怎么能缺了我？你毒全部化解呢？知悉小仙子是在关心我吗？我看你不是朱雀，是扫把星。知悉小仙子，你怎么如此不解风情？雀姐姐，你可以勾引我，我喜欢和美女姐姐贴贴。可是勾引她一个灵果就能搞定，为何要我亲自上场？没劲。雀姐姐，你那是什么眼神？温温，我们要去看什么戏？心机女的戏。哥哥，妖兽好多，妖兽追我！快到我剑上来！哥哥，我不是故意的。明月，快救我！哥哥，你就帮明月吸引一下妖兽，明月定带着你的那份好好活下去。多年之后，必定扬名天下，飞升天界。玄明月，你给我回来！主人药效到了。明月，你居然……真是好大一出戏！谁滚出来！废了。6年前玄明月就是这么废我的，轮到你了，好受吗？你当初灵魂受损，是我想尽办法找到修护灵魂的灵药，要不然你这辈子只能止步于筑基。不过现在就是废人一个，玄明月可不会拼尽全力想办法帮你。明明是明月。知悉姐姐不哭。不会以为是玄明月找来的药，那段时间他连宗门都未出，反正他说什么你们就信什么，倒不如你就如他所愿，去给妖兽送一顿夜宵，免得你活着回去，玄明月不好向你爹娘交代。玄之息，我可是你亲哥哥。原来你还记得我是你亲妹妹。玄明月将我推下水，怎么没看到你来救我？你和玄生言、玄震可真是一类人。他当初为了自己一家3口活命对师尊下死手，将隐兽粉撒在还是凡人的师尊身上。我看玄明月才是你亲妹妹，她如今为了活命，不仅将你推进妖兽口中，还将隐兽粉弄在你手上。不信你嗅一下刚刚接触过玄明月的手，我这次可没碰你和玄明月，可别将脏水泼在我身上。知悉姐姐，温温有留影石，是心机女将坏哥哥推出去的，她还不救坏哥哥自己跑了。要不是黄姐姐用了法宝，大坏蛋肯定会大鸟叼走，然后吃掉。操！小魔王竟然学会了说谎，什么狗屁的法宝用的鬼！来看个戏还要牵扯到我身上。我身为金丹修士，怎会不知隐兽粉的香气？这手指拉过玄之息，他在救他时就给自己想好了退路。
她好蠢！知悉姐姐当初都发誓没干什么，天道又不眼瞎。蠢蛋儿一样，这就是灵法峰的天才，连明辨是非的能力都没有。就算金丹不被毁，路又能走多长？知悉小仙子说的是真是假，亲自去打听打听，不就一清二楚了吗？我会派人去查。若你说的要是说谎，我呸！亲自去查，查的人想让你知道是什么就是什么。更何况现在知悉小仙子过得很好，天赋比你强不知道多少倍，她根本就不需要你们的原谅。知悉小仙子，我说的对吗？不需要，我现在已经不需要你们了。你不是要回宗门吗？将这个废物烧回去如何？我帮你将灵珠烤制。当初我求回丹药的时候，他只给了轻飘飘的一句：“一个废物怎么可能找来8品灵芝？”当然可以，反正是顺路的事。说干口水，知悉仙子也没答应。没想到因为玄命灵动，竟然答应了。以后这种事尽管找我，我帮你将灵珠烤制。玄之息，你诅咒我！你需要我诅咒吗？浪费口水！你觉得你回到你原本的队伍，玄明月会让你活着回去吗？那为什么要？温温，我们走吧。知悉姐姐，我们为什么要将大坏蛋交给雀雀姐姐送回宗？为啥不让他在山上自生自灭？金丹被废，这里偏妖兽多，又不能回原来队伍，基本死路一条。玄冥狼不死，比死了更能让我那瞎心眼的娘、势利眼的爷爷和爹更伤心。他丹田破碎的比我还厉害，没办法医治，更何况他今年已经40，灵气全部外泄后就是一个普通人啊！狗咬狗，你要放小菜狗去咬他吗？狗咬狗的意思是坏人对付坏人。我懂了，以后我也要狗咬狗。明月，你到底瞒了我多少事？温温，你去哪儿？知悉姐姐，我去找爹爹了。鬼渊的封印似乎被人强行撕裂了一道口子，这样下去，恐怕再过不久，归灵界即将大乱。也不知南州万妖山脉如何，空气中有一丝淡淡的血腥味。此地偏僻，人族修士不会来这里，那只可能是精灵族。是我就是精灵族的，鬼族之人想抓我回去祭奠鬼神。放下精灵族人，你方可走。你眼下看清楚，这小子到底是哪族人？人族剑修战斗力强，专克我们鬼族，他还比我高一个境界，在同伴未赶到之前，不能轻易起冲突。精灵族和鬼族还能生娃，简直闻所未闻。可如果这男子是鬼族之人，我出手严重的话，会引起2族之矛盾。我族抓捕逃走，你人族最好不要轻易干涉，我们鬼族也不是吃素的。什么情况？我不是禁锢了明月的鬼力和灵气了吗？别看本尊，本尊就站在这里，什么都未做。你堂堂一个化神，连筑基都抓不住，怎么还想将人逃脱的事归咎在本尊身上？要不是你，我现在早就进入鬼族之地。这是我人族地盘，麻烦你赶紧滚回鬼族。他的话没毛病，可我怎么总感觉哪里不对劲儿？怎么还不走？是想留在我人族吃饭吗？也不是不可以，没想到你们人族如此热情。对牛弹琴。啊！你怎么知道我原型是牛？人族剑修果真名不虚传，厉害！爹爹，下面好不好玩？不好玩。方才那个人呢？温温为何救他？好了。主人明月往玄之息的方向去了。爹爹，我先去追人，等下再和你聊。什么鬼？光天化日之下，美男镜自动送上门，我竟然遇到传说中的精灵！传说遇到精灵的人会有好运，可这位貌似情况不太好。精灵能吃人族的丹药吗？会不会把他喂死？没想到丹药对精灵族这么管用，刚喂进去人就醒了。神族、精灵族，我总感觉这少年的眼睛有一丝诡异。呵呵，算是吧。哦，既然你已经醒了，便自请离开。问月宗之人。万年前，问月宗创始人月石书带领人族和各族签订协定，各族各居一地，井水不犯河水。真不愧是万年前享誉整个归灵界的宗门，万年后竟然还存在。老东西杀我父亲，坐稳鬼帝之位，终极目的还是发动战争，吞噬人族地盘。第一个开刀的自然就是离鬼渊最近的东周。问月宗身为东周宗门，必定不会管，那我就和人族联盟。你到底是什么人？来我东周有何目的？如果是对人族不利之人，我现在就将他一刀砍死。小筑基，你打得过我吗？你在说你自己吗？更何况你现在身受重伤，你觉得我打不过你吗？你这是趁人之危。报上真实来历，历史所说句句属实。你认真的？问月宗弟子都这样吗？这么较真？你太过可疑。不可以。明月爹爹，你不许跑，是温温救了你。有第一次被爹爹踹开的经验，这次我用上了灵力。哪里蹦出来的黄毛丫头？不到18岁，哪里来你这么大个娃？精灵族18岁前属于无性别状态，我上哪儿去生娃？
温温的第二个爹爹竟然还只是一个少年，这绝对不可能！明玉爹爹，我是从未来来的，我就是你女儿，你不用震惊，不用惊讶，不用恐恐。滚！不管你从哪儿来的，我现在不认识你，去找你啊小娃娃什么的，讨厌死了，还会影响我杀人的速度。我现在自身难保，再带个3岁娃娃，4局。我娘亲在天上，温温娘亲在天界。天界？那岂不是说明我会复仇成功，飞升天界？可是我真的在18岁生日那天选择当一个男孩子吗？给你吃疗伤丹，超级好用。这小东西是个变数，从未来来的变数存在，鬼知道未来还会变成什么样子。要不然现在除掉。鬼族之人，你方才想杀本尊女儿？爹爹，明月爹爹杀不死我，他要是敢欺负我，我打他。杀不死是一回事，动了杀心又是另外一回事。明月爹爹，你是温温找到的第一个爹爹，明月爹爹是我找到的第二个爹爹。这男子是小奶团直系血脉，莫不是我剑尊不是我喜欢的后当女孩子，冷酷酷见则成年，他特意借这修士结为道侣，生下了小奶团。天杀的，这个世界要疯了！不行，这个男子修为太高，我必须想办法溜走。你莫非还有第3个爹爹？我还有第4个、第5个爹爹，也不是第几个，都是温温爹爹，在温温心里是一样的。这么说，你前几日同本尊说最爱的爹爹是耍本尊玩的？现在最喜欢玄爹爹。他目光中带着一丝挑衅。你看我干嘛？一个无关紧要、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孩子，让给你好了，你放我走就好。爹爹，你不能不要我，温温还要带你回家，你不回家，娘亲得多伤心。温温跟爹爹回去。对，你爹爹在对面，我不是你爹，你放开我，让我走，不然你爹要杀了我。不会的。岳温温，你给本尊说清楚，你为何会有6个爹爹？再怎么胡来，怎么可能一次有6个爹？温温也不想啊，可是就是有6个爹爹。娘亲说温温是天地孕育而生，本来是一枚蛋，是你们非要争着抢着当温温的爹爹娘亲，现在又不要温温。感情温温是特殊渠道来的，不是我和老祖，不知道为啥竟然松了一口气。这该死的同情心。不过这小奶团的来历一听就不简单。你们不要温温，温温也要找到你们。他筑基巅峰身体素质比一般筑基巅峰强，3品灵矿的程度。温温可以不用灵力打人，控制好自己力气打人便是。还是怕不小心一拳将明爹打死，打死还要想办法救他。温温，你少用点力就好。大仇为报，我不能死，该怂得怂。小屁孩不大佬，别说当你爹，你给我当爹都没问题。啊，我当你爹吗？爹爹，这可以吗？少年，你刚刚的志气都要命了，还志气？死了我怎么为父皇报仇？怎么夺回鬼帝之位？奶团，你还有一个娘在天界是吧？那你现在实力有多高？我咋知道有多高？我只知道自己是无敌的。温温才3岁，你就想利用他？我好难。主人玄尘营有分寸的，不会置明月于死地。你先看着，别出手。从私心讲，我更偏向玄尘营。这白发少年后期差点灭杀温月宗上万弟子，让东周城炼狱，还想利用3岁的主人，我不想帮他了。你既然已经知道温温的实力和身份，温温才3岁，那本尊更不能让你有心利用他。立誓，你神族不要欺人太甚。本尊不过是让你立誓不恶意利用温温。你鬼族之人踏入我人族地盘，违反约定在先，本尊可以毫不犹豫杀你。要不是看在温温份上，早就将你扔回鬼渊。以你现在被人追杀的情况，你以为你被扔回鬼渊还能活着踏进东周吗？我立，但是你温月宗得帮我。我是鬼帝之子，鬼诏不满万年前的约定，屡次向我父帝提出踏出鬼渊，多次被我父帝压下去。如今他杀我父帝，夺取皇位，废我少主之位，甚至还想囚禁我。他如果掌控了整个鬼族，必定会踏出鬼渊，攻入东周。鬼族有4位大成强者，大长老为了护我离开，被鬼召打入尸鬼窟，情况不明。我是真没想到，这个精灵族和鬼族混血少年竟然是鬼帝之子，还身负血海深仇。鬼族大乱，所以才会违约在先。鬼族这边无人看守，是因为当初鬼帝自愿签下协定。如果他真是鬼族少主，那岂不是……我明月愿意对天发誓，刚刚所言句句属实。还有，明爹爹，你要干嘛？可以喊我，我可以帮你打坏人。我明月对天道起誓，绝不恶意利用。明爹爹，你为什么对我眨眼睛？你眼睛不舒服吗？你全名叫什么？岳温温，我叫岳温温，月亮的月，温暖的温。我明月发誓，绝不恶意利用岳温温，否则大仇不得报。可以了吧？把你的剑拿开。
你最好换个身份。爹爹，我昨天一个元婴魔修想杀黄姐姐，被我敲死了。没想到那魔修竟然被温温遇到，尸体可有处理好？我撒了一把引兽粉，可是没想到玄明月跑去捡尸，他好像还会吸收修士魂魄，身上沾染引兽粉，被妖兽追。为了逃命，把他哥推进妖兽口中，他哥哥金丹被抓碎。然后知悉姐姐让黄姐姐将他烧回了宗门。吸收魂魄，本尊记得你鬼族之人都会干这个，莫非那玄明月是鬼族？你的名字和玄明月还挺像的。见鬼了！我第一次踏上人族土地，和我有什么关系？我鬼族吸收的只是鬼气，吸收生魂的那是恶鬼。你们人族不也有邪修吗？吸收生魂，玄明月到底是什么来路？爹爹，这是流影石，你在宗门要注意一下那个玄明月。温温没有抓住他的小辫子，只是发现魔修死的地方破碎的灵魂在短时间内极具无规律消失，不确定他是不是真的吸收了生魂。好，你和本尊一同去问月宗。我需要历练，你问月宗的目的允许我进，我便跟你回去。你拥有精灵族血脉灵气，自然也可以吸收。不行，我另一个灵根才刚刚炼气，吸收灵气太慢，按照那个速度，我要什么时候才能晋级大成？去报仇！爹爹，你放心，我会看住明爹爹，有我在，不会出任何意外。就怕有岳温温在才会出意外。爹爹，你看，明爹爹还只是一个17岁的小屁孩，他啥也干不了。你其他几个爹爹是谁？得问清楚，打一个预防针。明月这小子不用担心会和我抢女儿。最厉害的是天道爹爹哦。这特么是座大山！父帝，我出息了，竟然和天道同时拥有一个女儿。还有2个。我要是欺负岳温温，是不是会被劈死？还有赫连觉爹爹和修君逆爹爹。赫连觉、修君逆，你们知道他们在哪里吗？青龙不知，赫连觉在北周天剑山正在闭关，他是古神一族后裔，如今古神一族只剩下他那根独苗。爹爹，还有我，还有温温。青龙古神后裔，修君逆玄陈颖是人族，加上我这鬼族外加天道，我不信这些人会凑一起争着当爹，更像是天道布局。修君逆你认识？曾经无意掉落鬼渊的魔族可怜人，竟是魔族之人。5大种族凑齐，该猜的你不也猜到了？可是为何天道想干什么？魔族之人怎么啦？魔族之人就不是人了吗？小奶团，重要的不是魔族，重要的是修君逆是小可怜。有多可怜？那我怎么知道？我还是7年前见过他和他母亲，他们母子被人抛下鬼域，惨兮兮的。爹爹，我能不能先去找修爹爹？怎么你还想去魔族？他恐怕不在魔族。主人，他说的没错，修君逆现在不在西州。系统哥哥，你他在哪里吗？主人放心，他不会有生命危险。温温，你昨日杀的便是隐藏在人族地盘的魔族。西周的魔族修士我们称之为魔修，人族的非正道修士称为邪修。魔族很多人喜食人族，吞噬人族血肉能让他们更快晋级，因此数千万年来，人修和魔修一直站在对立面。吃人？魔族喜欢生食血肉，尤其是人修，嗜血食生肉是刻在魔族骨子里的，不喜欢吃人的极少。他们是没有火吗？喜欢吃生的，我可以给他们下场火。我也有魔族血脉，我不喜欢吃生的。那是因为温温是特别的。爹爹会因为我是魔族而不喜欢我吗？不会，爹爹只是憎恨那些喜欢吃人作乱的魔修。但是温温不可在其他人面前说自己是魔族。哈？不要跟着我，我要换身衣服。明月爹爹，你是不是想偷偷摸摸溜走？我只是怕他溜走，他溜走我去哪儿找他？他被人追杀，要是死翘翘，我还得想办法复活他，重新修炼。我要到何年何月才能回家见娘亲？明月爹爹，不哭不哭哦，有什么烦心事说出来，说出来就不烦了。温温超级厉害，我帮你揍坏人。还不是因为你，我堂堂鬼族少主一夕之间父弟被杀，家不能从小到大，我的爷爷生死不明，现在还沦落到被3岁小孩威胁，我为什么这么惨？我没有欺负明月爹爹，也没有威胁明月爹爹，我就是想请爹爹吃果果。还说没有？你刚刚的眼神就是想威胁我，我要是偷偷溜走，你就……我5岁以前还没有回鬼族，父母健在，和你一样无忧无虑幸福的孩子。可是现在，娘亲5岁那年被鬼族老东西杀了，将我和父亲抓回去。父亲为了让我好好活着，答应了那老东西的条件，分明是亏袭父亲鬼族皇族纯正血统。我恨自己无能，什么都做不了。
系统哥哥，你骗我，明玉爹爹才不会那么坏。主人他现在才17岁，还是个孩子，刚经历变故，也刚开始变坏。温温3岁，他爹17岁，都是个孩子。唉，主人，你的小肚子好大，要减肥啦！我不要，娘亲说了，小孩子胖的才可爱。月温温有毒，我不仅对一个第一次见面的小奶娃吐露心声，甚至靠着靠着，竟然毫无防备的睡着了。姐姐爹爹好能睡，太阳晒屁股了还没醒。温温不用急，别呛着，姐姐还煮了大锅鱼片粥。我先喝饱，要不然等爹爹醒过来我没喝饱，会想着和他抢粥。你喝饱后揉揉肚子，瞬间就能再吃一次。自从父帝死后，我再也没有睡得如此香过，一道诱人的香扑鼻而来，让我想起5岁那年，母亲还在世时给我煮的粥。难道我被月温温杀了？可鬼族死后直接投胎，为何我还能闻到粥香？明月爹爹，你再不醒，我就要把你的粥喝了。知悉姐姐煮的粥可好喝了。脸皮怎么掀也不开，仿如溺水之人，只指尖触碰到救命稻草，那草又被风吹开，如此往复。爹爹太阳晒屁股，快快起来吃饭饭。月温温，爹爹是我喽。爹爹，我的本体是不是超级可爱？说你是青龙，简直侮辱了青龙神兽的美名。身姿矫健，娇弱游龙，和你搭不上一点边。我看你就是一条长了龙角和龙鳞的美貌小青虫。以前我在精灵族看到的青灵虫和你有的一拼。月温温有毒。我是肥嘟嘟的青灵虫，小虫虫可爱又晶莹。爹爹，你快快带我起！这小丫头是不是会偷偷控制体重？我能搬动300斤的大胖子，竟然搬不动一个3岁胖娃娃。小胖龙，我错了。温温，我错了。你是我谁？宝贝女儿，爹爹错了，你快快放爹爹起来。以后要喊我宝贝女儿，像我娘亲一样。这苦不能让我一个人受，我要找到修君宁逆斗师爹，有苦得一起吃。你为什么还没下去？我觉得在这里待得很好，爹爹，我为你护法，你快快晋级金丹。没有鬼气，我怎么凝聚鬼丹？这样吗？那为啥我没有鬼气也能吸收鬼气？月温温到底是什么实力？竟然能引动虚空中的能量？莫非他是大成？如果真是大成，那太好了。等我修炼到大成，就有一个强力帮手。我不行，我要去寻找鬼气。你知道东周哪里有墓地吗？我是好鬼，不吞生魂，只吸收生灵死后散发的死气。爹爹，你放心，我也是好鬼。月温温有毒，可怎么说呢？还怪可爱。那你告诉我，你到底是怎么做到没有一丝鬼气显露，甚至连我这个鬼族之人也看不出来？我是混血，测不出来。人族看我是人族，鬼族看我是鬼族。那不在5族内呢？那我还是小天道，我有天道爹爹，虽然我现在还不怎么会用天道爹爹的力量。我也是精灵族鬼族混血，怎么和月温温不一样？好扎心！人族知道我是鬼族和精灵族混血，会想要我的命。这样吗？那我的徒子徒孙们会不会也想要我的命？你还有徒子徒孙？我娘亲是月石树，问月宗的弟子都是我的徒子徒孙。那他们肯定不会，弱者才会被欺负。爹爹说的对，你这么菜，确实要好好隐藏。我怀疑你在内涵我。爹爹，你放心，隐藏的法术我和掌控异火一样学得可精了。月温温，你到底将我变成了什么？爹爹，我本来想把你变成长大版的我，一不小心将你变成了牛牛哥哥的样子，一定是昨天抓你的牛牛鬼太好笑，才害得我失误。月温温，我只需要你帮我隐藏气息，不用干其他的。气息是隐藏了的，你现在看上去不仅没有鬼气波动，连灵气波动都没有，就是一普通牛。温温变成的小龙竟然这么可爱。温温，这头牛是你今日带回来的午餐吗？要不要姐姐帮你杀了？眼瞎，看清楚我是命月。你为什么好这一口？好好的一个美少年，非要变成大黑牛。我的错。宝贝女儿，你刚刚不是说对这个法术用得很熟练吗？变来变去的法术真难，以前娘亲在身边，哪怕我变成一株小草，娘亲也会找到我。温温，你这个法术往后可不能随便使用。爹爹，我先给你一个隐秘术，让别人察觉不到你身上鬼族气息。等我今天多多练习一下，再给你变样貌。宝贝女儿，你帮我隐藏气息就好，最好那种大成强者也看不出来，样貌我稍作打扮就可以。我甚至在明月身上感受到人族的气息，没有用丹药，也没有用法器，温温也太厉害了！我是不是超牛？小胖龙真棒！你都没有喊我宝贝女儿，真敷衍。他能屈能伸，就当面前的小东西是大佬。宝贝女儿真棒，这还差不多。等吃饱饭，我带爹爹去找墓地。爹爹，你是不是想以后变强了整我？我跟你说，就算你以后变成新的鬼神，你也打不过我。所以爹爹，你不要想那些不可能的事啦。小胖娃怪异的很，等等鬼神，宝贝女儿怎么会呢？爹爹疼爱你还来不及。月温温真有毒，让我一次又一次跌破底线。我就说嘛，爹爹肯定最爱温温啊！对对。月温温，你是故意的吧？爹爹，我给你留了鱼片粥。爹爹喝粥，特别好喝的米粥。我还以为他都要自己喝，没想到是给我的，还以为小丫头就只会欺压我。爹爹，你喝一碗嘛，你昨天还没吃东西。他竟然还记得我昨天没吃东西。爹爹，快来和我排排坐，一起喝粥。
想到岳温温的实力，出丑就出丑，反正加上我也只有3个人，还有一个陪我一起出丑。你就是这样喝粥？不是这样吗？我今天第一次喝粥，知悉姐姐第一次煮粥给我喝。以前早上我都不吃东西，今天才知道普通人族一天有3顿。我还担心他吃不完，结果他不到半分钟就能干完。好喝，果然还是零食好吃，不像鬼族的东西，全部如同嚼蜡。以后会不会被温温越带越偏？非洲这么大，你非要挨着我吗？爹爹，你好蠢！你骂我啊！我给你聚集虚空之中的鬼气，虽然流入你身体的很少，但是聊胜于无，也会积少成多的。不仅实力上不能将岳温当3岁小孩，智商上似乎也不能。可要说他聪明，有时候又傻乎乎。娘亲教的。看在你给我聚集鬼气的份上，我便允许你挨着我。你不许，我也不会走的。谁让你当初抢着当我爹？放屁！你这话怎么说的？谁当初？我现在还不到18岁。哦，我又不讲道理。和岳温温说话太犯贱，到底该怎么脱身？爹爹，你要不要修灵力？我有超多灵石。我现在是个穷鬼，别说灵石，就连块魂石都没有。爹爹，我有很多灵石的，都是极品灵石。过了我这家店就没有下家店，你可不要想着溜走哦。岳温温在威胁我，可是我没有证据，威胁就威胁吧。不威胁我的时候还怪可爱的。不知道是不是错觉，他身上怎么有种淡淡的果香？见鬼了，我竟然想啃岳温温一口！肯定是他天天啃果子，啃着啃着自己快要和果子同化了。你用这种眼神盯着温温干什么？它嗅起来像一个大果子。主人从出生开始，不知道吞了多少灵果仙果，只要命月能炼化他一滴血，灵修就能突破到金丹。不过我不打算告诉主人，现在的命月可不在乎主人的安危。知悉姐姐，这上空的气怪怪的。8年前这里魔修作乱，5城死伤一片，冤魂多才会如此。不是，是有人在此地布置鬼阵，在养小鬼。你可以进打听打听，城里的人是不是大部分身体不好，活不长寿？爹爹，你是不是在打那些小鬼鬼气的主意？你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吗？我是爹爹的贴心小棉袄。什么破人还要我亲自超度？可是他们是亡魂，有人作乱，让他们找不到去鬼界的路。那你为什么不自己渡？因为天道爹爹说渡鬼能够积攒鬼德。行。哦耶！他说你是大坏人，以后会杀好多好多人。你多积攒点鬼德，以后渡劫飞升就少受点罪。自从8年半前开始，每年7月15中元节，身体虚弱之人都会无故暴毙。这里的人都说是8年前的怨魂在作祟，哪怕那些人离开沃城，也会无缘无故死亡。早跟你们说了，有人作祟布置鬼阵，直接吸收生魂魂魄之力。生魂魂魄之力？知悉姐姐心机女啊！爹爹还没给我消息，肯定还没抓到心机女的小辫。玄明月就算是重生的，可8年前他才7岁，不过炼气3层，不只能影响整个沃城的阵法，根本无法做到。知悉姐姐，那为什么他7岁的时候要来这里？主人，这里也是玄明月出生的地方，他原本是我城宋家家仆的孩子，2岁那年遇到玄之息父母，心机女也是这里人，宋家人。你怎么突然知道？因为我超牛逼。我不信，你身上肯定有秘密。你不信就不信，你都不喊我宝贝女儿，我不想理你了。你明天别想从我这里抠走1块灵石、1口灵酒、1个灵果，饭1口都没有你的。宝贝女儿啊，这才对嘛。我想打听一下沃城宋家，不知阁下可否告知？宋家不知。哥哥，我和姐姐都是大从门来的，就想问问宋家的地点。城西郊千亩庄园。谢谢小哥哥，拜拜。温温啥时候这么会送礼套话？宝贝女儿刚刚小袋子里装的是什么？石头啊！刚刚进城的时候，我看到有漂亮姐姐从小袋子里拿金色小石头买东西，这里的人很喜欢。娘亲说请青雾哥哥帮忙，就给他最喜欢的灵石。不行，我一定要找到修君你的下落，不能只有我一人是苦是吧？知悉姐姐好奇怪哦，今天是大晴天，明天也是大晴天，为什么这里看不到漂亮的星星？你还能预测明天的天气不成？我是小青龙，是借助黑夜使用的障眼法，也可以大范围借助环境欺骗别人的眼牛。就是这里。普通人靠近无法承受这些浓郁带着怨恨的鬼气，有命活着出来也会发疯，不久就会死亡。难怪这里的人不想提到宋府。爹爹、侄儿姐姐，你们要站我后面哦。哼，我才不怕鬼。可是你被牛鬼像领小鸡仔一样拎过。鬼族的身体一般都很冷，小家伙的手暖洋洋的。爹爹，我们要偷偷的进去。我的知悉姐姐呢？我的爹爹呢？主人他们2个被拖入阵法，阵法对你没用，所以你进不去。系统哥哥，那我能把阵法解开吗？不行，这种阵法强行解开，阵法里的一切都会受到影响。主人需要主动进入阵法破阵。我好没文化。红妈你白美红。系统哥哥，这里鬼气如此浓厚，肯定有大鬼。我不懂为啥要贴上红字不吉利字，但是直觉告诉我，这扇门内一定不一样。漂亮小姐姐还有阳寿，但是魂魄却不知去哪儿了。谁这么缺德？整个网城就没有女孩平安落地。女子属于女孩产生的怨气和鬼气会更加浓郁。我动刀子，她的身体会不会死亡？这是什么？竟然蕴含本源邪力！世界上怎么会有这种东西？主人，你快跑！
一定要将这东西毁灭。我知道它是什么了，也知道背后是谁在搞鬼。是什么？系统哥哥，系统哥哥，不是他打不过，而是他不知道这些人在干什么。要是一不小心弄死知悉姐姐和明月爹爹怎么办？要是有坏人靠近你，你就爆炸，不要把这个阵法世界炸毁，轻轻点炸。所以我压根不用隐藏，这些人也看不到我。那我弄小泥人干嘛？是谁害你们至此？我要杀了他们！娘亲，水底下好冷，能不能把我拉出去？姐姐不要打我，我的胳膊好疼。总有一天，我会掌控天道之力、鬼神之力，让那些不配为人父母的人永远不配还有孩子，不能让这些小天使一样的宝宝投生到那种人家去。主人，还好你没事，我终于能联系你了。天杀的至尊神器气灵吞玉，该死的玩意儿竟然没有死绝。吞玉是谁？主人是天地孕育，至尊神器吞玉是天地第一场诸神之战，死去众神怨气凝聚，又承受天地之力所诞生的至尊神器，刚诞生就能和天道抗衡，重伤逃脱，后来被第一代鬼神所得。天地之鬼神利用吞一气之下自爆。如果不是当初天地规则被引用，说不定我在很久之前就能诞生灵智。命月是被吞玉附身，才会后来阻断吞玉附身鬼神的计划后自己坐上鬼神之位。可那时东周早已生灵涂炭，该死的吞玉隐藏的真好，天道都未曾发现。天道爹爹只有一个人，娘亲还要出天界很多事，如果其他爹爹能帮忙，就不会发现不了。我倒想真的让原本那些喜欢搞破坏的神复活。天道爹爹和娘亲密谋换人是成功了，但是代价是毁掉了归灵界，不会让我可爱的徒子徒孙们死亡。归灵界是我的家，才不要摧毁它。我该怎样做才能将法则之力转化为鬼神之力？鬼神之还是他出生时天生具备的力量。命运身具鬼族皇族血脉，你用身躯他薅点掌控。鬼神在哪？咱们用暴力。暴力不行，咱们可以练回去学学阵法。对，我们可以用阵法。系统哥哥，我现在知道要干什么了。宝贝怎么又乱跑？快跟阿娘回家！这不是刚刚在床上躺着的漂亮姐姐吗？为什么她的魂魄能在阵法中自由活动？只要找到那个孩子，唤醒他的灵智，让他帮我唤醒所有人，破解这个阵法。姐姐，我是月温温，我不是你的女儿，你的女儿在那里。系统哥哥那个小妹妹还没出生，灵魂体才刚形成就被弄到这里来了，还成了阵眼。莹莹为什么会这样？我宋清禅一生行善，如今却落到如此地步。宋家321口人一夕全部暴毙，背负骂名。我一直等的女儿也早已死去。不是你的错，是有人在你身上做法，用你肚子里的胎儿当阵眼。这个小妹妹她没死，她有灵智。娘，我好痛，你不要将那张符带在身上，我好痛。对不起，莹莹，是娘害了你。小妹妹，你可以帮姐姐破解这里的阵法吗？我想送他们入轮回。不要入轮回哦，人世间太苦。姐姐，你将我们的魂魄打散吧。莹莹没有哪对父母不爱自己的孩子。莹莹她说谎，我娘把我扔进火炉里烧死了，我是我爹扔进湖里淹死的。为什么？他们不想要我，为什么要带我来到世上再弄死我？我娘亲爹爹对我可好了，我送你们投胎，一定送你去一个好人家。你们看，这些都是爱我的人给我的。你们投胎后就有好玩的玩具玩，漂亮的衣服穿，还有各种各样的好吃的。好香，想吃。都有，不要急。等回去给你做很多好吃的。我送你们入轮回好不好？入轮回后就会有像莹莹一样爱她的家人吗？只要爹爹不要将我扔进水里就好，我什么都能做。水里好冷。会的，我说会就一定会的。不求爹爹娘亲有多爱我，但是不要将我带到人世间又把我丢弃。谁？竟然将吞玉从我体内抽了出去！这道力量很像跟鬼神时那道将诸神全部诛杀的力量。滚过来！不可任尔为主，只需尔放过我。认主，你这个小垃圾也配？不可助你掌控自身力量。小祖宗，这是邪物，不能留。如果不是小祖宗将这东西揪出来，他成长起来后，整个问月宗都会成为他的饮料。我不允许你这种脏东西存在于世，你若不死，我怎么用你来祭奠那些无辜之人的亡魂？徒子徒孙们，速速离开！该死
死的天道，当年出生之日没有灭杀我，数亿年后的今天就能灭杀我了吗？想跑？你的一缕分身在我手上被为我炼化，你以为你能跑得掉吗？你到底是谁？不，你不能杀我，只有我才能复活鬼神。为什么要复活鬼神？换个鬼神不行吗？主人威武，主人加油！真不愧是月摘天的主人。上次小祖宗对我俩下手还是轻的。吞玉死了，问月宗所有人只以为吞玉是隐藏在宗门，然后被月温温揪出来。还好，如今全宗门都知道明朗是因你才金丹破裂。不是的，月温温，这事肯定是他干的。他实力不详，来历不明。哎呦，谁敢敲你黄大师姐？你这留影石是不是温小祖宗给的？小祖宗是谁？温温啊，你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鬼？半个宗门小魔王竟然还成了他的小祖宗！早知如此，这个师尊便不办，一定会嘚瑟让他喊小祖宗。师尊，我回来之前在赤霞山上遇到过温温。灵法峰玄家确实不小。师尊，徒儿也觉得灵法峰峰主德行有切，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还有不到3年就要宗门大比，九丹可有把握？师尊放心，徒儿这次回来就是为了冲击金丹门槛，3年后的宗门大比，一定为你拿个问月宗金丹第一。那还不快快去修炼？是师尊。月温温，你可千万别回来的太快，让我安静修炼几天。主人，你也太棒了吧！拿到吞玉一缕分身，竟然就能将他揪出来，还能将他灭杀。谢谢姐姐，谢谢姐姐。如今鬼界情况不明，还是直接送这些可怜的娃入轮回更好。和他们一比，我仿佛就是这世界上的幸运儿。小哥哥，谢谢你，还有温温姐姐、知悉姐姐，我们送你们一份礼物。这世界上竟然还有让我感受到很舒服的力量。这怎么就裂开呢？小妹们到底给了我一种什么力量？主人是众生的祝福之力，他们临走前许愿，希望能帮你完成一个心愿。他们一定会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孩子，一定会有最疼爱他们的家人。系统哥哥，我现在神识可以用一点点了。是的，主人，您现在的神识相当于筑基初期，才筑基初期。知悉姐姐在晋级筑基中期，我的神识才筑基初期。主人，你的神识对你影响不大。你说的也是。漂亮姐姐，你还要回去吗？我知道自己的身体如今是什么样子。8年时间，哪怕我的一身体完整，我父母宋家几百口人早已变成白骨。明月爹爹说，如今鬼园情况不明，我不想把宋家人送过去，可是不送过去，在人界当鬼。青蝉恳求小仙子送我们入轮回，只希望我们来世还做家人。好，我送你们，这点要求必定能满足于你们。不是那张符有问题，是有大坏蛋在那符上动了手脚。有这根线在，以后必定能保你平安，保你家人平安。谢谢姐姐。小仙子，如果可以劳烦您将宋家宅子烧毁。自从沃城每年都有人无缘无故死亡，宋家一直背负着骂名，甚至普通人进入祖宅回去没几日也会离奇死亡。漂亮姐姐，可我们宋家什么都没做，我的魂魄被困在地底，我的家人被困在阵法中，每日每夜重复吟唱凄惨的悲调，为那邪物招烧魂魄。好，名誉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往生又是新的开始，只有心中和家人的羁绊才是最值得的。地底下还有好多白骨，他会不会渡劫把自己渡死？他伤好像还没好。知悉姐姐，我的丹药超级厉害，爹爹的伤早就已经好了，爹爹的脸一直都是很苍白的。温温，这骨笛上挂着的是他自己的精灵珠。精灵珠？妖兽有妖丹，精灵族有精灵珠。精灵族的精灵珠如果被抛出，就会失去聆听自然的能力，不能再修行灵力。蜜月为什么要挖出自己的精灵珠？系统哥哥，爹爹的精灵珠不是没有被挖出来吗？他自己挖的。啊？为啥爹爹要这么干？是不是吞玉大坏人操控爹爹干的？这个我也不知道，得问他自己。知悉姐姐，我们先不说，我找个机会套套爹爹的话。知悉姐姐，那个宋家的漂亮姐姐让我把她家宅子烧了，还有她的尸体也要火化。知悉姐姐，下面还有好多白骨，等下我们将所有骨头全部烧成武灰，用坛子装起来，找一个清静的地方埋起来。好。真是一点都不担心我的死活。等明日下雨，这些种子就能生根发芽，长出嫩叶，开出花。宋家住宅会是一个灵气充裕的福地，不会再是小哥哥口中闭口不敢提的兄弟。
温温长大了一些。出来见世面后，我才知道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遭遇，有人幸福，有人苦难，有人幸福后遇到苦难，还有人苦难后获得新生。温温，你的爆炸符会不会炸死渡劫？我不会用的。温温，你给江清样的有爆炸符吗？没有，我就送了他一些幸运祈符，他还说遇到危险跑不快，又送了他一些速度符和瞬移符。我有种不好的预感。他没看我，溜了。好痛！哪个混蛋想置我于死地？要不是我今天刚晋级金丹初期，就交代在这儿了。世上竟有比我还好看的男孩子，那双狭长的铅灰色眸子真好看。兄弟，你别死啊！兄弟，对不起，我不是故意撞你的。我爹爹怎么一副要死翘翘的样子？系统哥哥还有疗伤丹吗？清亮哥哥，你怎么在这儿？你不是说历练不离宗门太远吗？我总算明白了，速度符要送我来的地方就是你这儿。温温，你的符你都用过吗？只用过不语符，效果可好了。效果确实好。一张速度符108000里，从宗门外面的山头送到东周边境，还会自己避障、自己拐弯。我看他就是想回到你身边。没问题啊，我刚跑到10万大山入口又跑回来了。你自己练的，你当然能掌控。给玄之息试试。你跑远点，别主动跑回来，试试那符会不会自动送他回来。知悉姐姐要是找不到我咋办？不是有传讯玉吗？不用怕，找不到就宗门会合呗。要命！前方是10万妖族领地，速度太快了。温温的符力量太强，我修为太低，完全是被动的。要不是还有护身符，这速度我怕是要被空气烧死。这哪是速度符，这是飞行符。只希望他能像江清耀说的，把我送回温温身边。温温，知悉刚刚飞的方向是10万大山。10万大山怎么啦？妖族地盘，对人族很危险。那咱们宗门那只桃花妖呢？那是渡劫大妖。知悉一个小筑基遇到大妖跑都跑不电。你怎么不早说？知悉姐姐被大妖拦下来咋整？那现在咋办？去找她，我在她身上留了气息，她去哪儿我都能找到。知悉姐姐你在哪儿啊？温温你快来，我在南州青玉谷，被当成搞破坏的妖族抓了。我真不是妖族，我是东周问月宗弟子，身上有弟子令。你一个小筑基不是妖族，怎么会入10万大山，还能用妖族阵法？连大宗门弟子都敢冒充，胆子不小。师姐8成是问月宗弟子遇害了，这妖夺了令牌，想混进我青玉谷。他身上确实有妖的气息，就是最近妖族老在南州作乱。把玉符还我，我联系师尊。万一喊个大妖来，我们全得死。把剑拿开。我师尊是问月宗陈颖剑尊，不信的联系问月宗。我叫玄之息。他若真是陈颖剑尊弟子，误杀麻烦大了，先扣押带回宗门再说。青妙哥哥，你飞了几天到我这儿的？3天3夜，除了有副作用，质量杠杠的。那知悉姐姐怎么几分钟就到了？青玉谷在南州中心呢。青玉谷在10万大山南面，我在北面。10万大山和整个东州一样大，几分钟横渡。我的符这么牛吗？可为啥我自己又没这么……你能直接去青玉谷吗？知悉被扣押了。我带你穿过10万大山就行了。温温在赶路，还要什么灵舟？浪费灵石。对了，我该让温温搞定位传送符，遇险直接回家，岂不完美？温温怎么不走了？我在找知悉姐姐的方向，她怎么老在动啊？直接去青玉谷就行。对啊，我找谷主喝茶去。
我有种非常不好的预感。不知来者何许人？东周问月宗江清耀、岳温温前来寻找问月宗玄之息。问月宗玄之息，我宗门并无此人前来。我知悉姐姐被你们抓走了。少年不过筑基中期，名字倒有些耳熟。这小孩唇红齿白，模样可激。这小孩毫无灵气波动，力气倒是大的离谱，竟然拖着一个白发少年。小丫头，怎么个不客气法？揍死你们！这姐姐长得漂亮，咋就不讲理呢？明明是他们先抓我知悉姐姐的，我来要人还有错了？我青玉谷的人，断不会人妖不分。上次在安城，我就抓过假扮小孩专挖人心脏的狐妖。温温，别冲动，给宗主或者师尊通个消息。你们抢了知悉姐姐的玉符，交出来！快，爹爹！气死我了！我非得把他们都揍趴下不可！我可以揍青玉谷的人吗？温温这个人你不要了？爹爹想溜？不可能的，你去哪儿我都能找到。怎么会呢？有温温好吃好喝供着，我怎么舍得走？他们抓错了你，赔礼该收就收。我们小祖宗在这儿呢，谁敢欺负你？我是问月宗小祖宗，问月宗我罩着的，你们谁都不许欺负。岳温温该不会是岳杜修的女儿？可她刚喊玄尘影爹，又怎么回事？小道友令尊可是岳杜修？不是，我爹爹是玄尘影，他也是我爹爹。要不是我能看清这小孩骨龄不到18，他这话我差点信了。师尊他们怎么进的妖族阵法？2个猪鼻带一个3岁小孩，怎么穿过10万长山？玄之息身上有妖族阵法气息，我才以为他是妖。这些人来路不明。我可以送姐姐穿过10万大山哦。我不信。把我第一批的速度符拿来。知悉姐姐就是这么过来的。这是什么法宝？要是能给宗门采购一批玉显，能保命。9品速度符，1张300极品灵石。早知道我就不还给温温了，我自己用不了，但能卖啊！不可能，归灵界何时有了9品符师？玉谷主，天赋这东西没法解释，您感受一下这张护身符，看看能不能挡住渡劫威力。比我用过的8品护身玉符还强，这符的玄机我得买来研究。江小友，这符有多少？不要！温温不要灵石，拿我送的符卖灵石，气死了那破玩意能跟我亲手刻的符比。在下听闻青玉谷盛产灵果，谷中有益清泉，甘冽醇香。我们小祖宗好酒，想换些泉水灵果回去酿酒。灵果、泉水、稀溜。先给温温搞好东西，以后才能让他多画符。我当他代理人还怕没银石画。青阳哥哥，你人真好。我正愁去哪找灵果让离霜姐姐酿酒呢。可以，几位有多少符可换？漂亮姐姐，你要多少？自然是越多越好。太好了，灵果我也要越多越好。那感情好，来我宗里坐坐。好呀，我最爱去别人家做客。前辈做客就不必了。南州无相阁拍卖会3日后开始，我们渡劫老祖已到南州，要带温温见世面。青玉谷是别人地盘，不安全。小祖宗，你到南州了。3日后，我去无相阁拍卖会一起。小道友不必担心，我青玉谷是南州第一宗门，断不会欺负几位，只是对背后那位9品符师好奇得很，以后还望多多合作。我们最不缺灵果，气候好随便撒种子就能结果。好奇想买我的符呗？9品符师比大成强者还珍贵，归灵界已1万年没出过了。那以后你们拿灵果来换就好啦。我想求一张替死符。可以。玉谷主，替死符极为珍贵，所需材料难寻，恐怕得等一段时间。这丫头要当场画，让人知道她就是9品符师怎么办？她没事，我们3个可就是累赘，被扣下当人质，逼文化符，谁说的准？替死符珍贵，我自然知道。3个8品灵果当定金如何？再向几位购置些护身符。刚才那小奶团为证明自己，贴了好几张护身符在我徒弟身上，那可是9品符啊，可把我心疼坏了。公主，是大师姐。这小丫头莫不是问月宗隐藏的老祖，只是看着年纪小。漂亮姐姐，你去了哪儿又回来啦？师尊，问月宗这几人确实从东周来的。对问月宗那位9品符师，我更好奇了。听说青玉谷就是因为谷里那潭甘甜又有灵力的泉水得名的。
水都这么好喝，酿出来的酒肯定绝了。玉姐姐，我们加个联系方式吧，以后你想要什么符找我预定，灵果灵泉到位，一切包在我身上。那太好了，温温这么可爱，我喜欢的紧。多备些高阶符，等那个秘境开启时，我们青玉谷存活率能高不少。看了半天，硬是看不出门道，只能等老祖闭关出来了。溜达一圈，连狗都送我灵果吃，太美妙了，我爱死这里啦！玉姐姐，我以后一定来青玉谷玩，舍不得这里的灵果，太美妙了，我爱死这里啦！温温长得可爱，身上有果香，路边的狗都叼灵果送它吃，它也不嫌弃和狗打成一片，吃的可欢了。小祖宗也太可怜了吧！归云小徒孙，外面真好玩，我随手刻的符竟然这么值钱，能换好多好吃的，以后我多给你们画点儿，你们就不用那么穷了，还能保命。要不然我的徒子徒孙们一个个都是小弱鸡，我随手一拍就死翘翘那种。小祖宗，我们不穷，问月宗也不穷，最穷的是北周天剑山。我知道，天剑山都是剑修和我爹爹一样穷，跟我比你们穷，这点我已经懂了。这话一点毛病没有，和小祖宗比，我这个掌控东周经济命脉的男人也是穷鬼，谁能随手掏出一条9阶灵脉？这怎么还有拍卖半妖的？这半妖的脸怎么有点眼熟？温温，你看看他，是不是和你小册子上的一个人长得像？温温看简介，这只半妖是1个月前从10万大山被人猎到的。我看看，不敢相信娘亲说的掌控一整个妖界能腾云驾路，叱咤风云的青龙爹爹会这么惨。现在遇到2个爹爹，一个比一个惨。知悉姐姐，那个姐姐的衣服怪好看的，为什么她可以不穿鞋？我也不想穿鞋。这有什么？精灵族里很多人都不穿鞋的。哼，温温不穿鞋，石头会硌脚。不会的，石头还没我脚板硬。娘亲说不穿鞋不好看。可是我看那个姐姐怪好看的。果然是第一商会，竟然搞到魂灵石，听说只有鬼界才有。地界宝贝上品魂灵石，拥有1枚魂灵石，能炼制针对灵魂攻击的灵器，佩戴在身上还能养魂。要是在鬼族区区一块上品魂灵石，我自然是看不上。可现在，爹爹，你喊我什么？小祖宗为啥喜欢认爹？起拍价1000上品灵石，每次跟价不得低于100。上品魂灵石在鬼族的购买力，不过就相当于人族1块上品灵石。如果将鬼族的东西倒卖到人族，岂不是赚翻了？那样我就不用受温温经济管制了，自己赚钱，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如果将人族的美食加上鬼蜡，变成适合鬼族吃的食物，那倒卖到鬼族，岂不是也可以？小祖宗看上什么，可直接拍。没一个好吃的。拍卖会拍的都是祈福丹灵芝，现成灵果确实少。1万上品灵石一次，还有人竞拍吗？温温宝贝女儿，温温每次加价100灵石，不要加多了。我知道，10100上品灵石。爹爹，你紧张不？不过1块魂灵石，鬼界到处都是。哦，那你还喊我宝贝女儿？哼，我喊顺了还不行吗？嘴巴硬，灵石比你嘴巴更硬。 10200上品灵石，10300上品灵石。对面的人怎么不按常理出牌？那我也要加油。再怎么说，我也是6品炼器师，谁家孩子这不是消遣我吗？万一恶意抬价，我岂不是成了冤大头，还不得遭人笑话？师尊，喊话的人是3楼3号包厢，无相阁前3个包厢，要不就是自己人，要不就是大宗门的。哼，我倒要看看那小娃娃要干什么，继续给我加。12000上品灵石，13000上品灵石，石头是我的，是我岳温温的。我要用来宠爹爹的，怎么能让给别人？要是温温知道在鬼渊上品魂灵石和上品灵石购买力一样，他会不会想拍自己一巴掌？不知道为什么我和这个岳温温犯冲，那小孩太奇怪，好奇心害死猫，好奇心害死猫。 13000上品灵石2次，还有继续加价的吗？如果没有，这枚魂灵石即将归3号包厢岳温温小仙子。漂亮姐姐就是漂亮姐姐，不仅人长得好看，这么快就记住我的名字，还喊我小仙子。
娘亲说的对，漂亮姐姐是世界上最可爱的生物。等回宗门，我要去找离霜姐姐和雀雀姐姐玩。我是气宗6品炼气师向翁，不知3号包厢的小朋友可否将魂灵石让与老夫？老夫最近对魂器深有感悟，想用此石尝试炼制一魂器。我不认识你叔叔，这块石头是温温买来宠爹爹的，不让不让。你要是比我钱多，你也可以买的。我还是很讲道理的。小徒孙说拍卖会就是价高者得，谁家小孩这么小就会孝敬爹爹？我家那死娃子只要不坑爹，我就谢天谢地了。想要这石头的人，是我问月宗小祖宗月温温。问月宗不是东周第一宗门吗？听说有3个渡劫，一个在冲击大城。敢问可是归云尊主？不错。众人要是知道我的想法，不得饿死！老祖宗会下来劈了我的。我就算有贼心也没贼胆啊！我就是想当小祖宗的爹而已。岳温温到底是谁的崽？归云和岳长明同辈，他喊小祖宗，那他不可能是岳长明的孩子。要是玄尘影的孩子，可我想破脑袋也想不出他是岳家喊谁的崽。师尊，莫非问岳宗还有隐藏的大佬？那几年后宗门大比，那最急的也不是我们，天剑山也不知什么情况。就是，温温可很讲道理的。不就是价高者得吗？实力弱的买到了东西出了门，恐怕也捂不热。小知是归云尊主所需，自然是归云尊主的。拍卖会价高者得便是。本座也不是不讲理之人。妖族不安分，魔族也不安分，人族可不能内斗。身为谷主，大义和名誉我分得清。我青玉谷不屑歪门邪道。5000年前，问月宗被我青玉谷拉下神坛，后来再败给天剑山。接下来是最后3件压轴物品。第一件8品防御灵器，就算自己用不上，也可以给家里的小辈。我对灵器不感兴趣，8品防御灵器我还不如给自己削个锅。给小辈，那我给爹爹们一人削一个。知悉姐姐，为啥那个漂亮姐姐看了他们一眼，他们呼声更高了？温温，你多看点画本就知道了。画本？哪里有画本？我要看。我说温温太没文化，应该多看书。对的，我也觉得我要多看书。所以，哥哥，你有画本吗？就算有，也不能现在拿出来。老祖要是知道我喜欢看画本的脸，岂不是丢尽了？老祖这书，小祖宗，这是这一届宗主历练归来后留给岳家的传家宝。哇！是我小徒孙岳灵珊的杰作，我爱死他了，每次甚合我心意。归云小徒孙，快快给我看看！没错，最后一件压轴商品金丹期的半妖少年。有了亲身经历，我自然知道温温脖子上的石头是什么作用。这半妖长得可真节制，还有8块腹肌，真不错。这些人的脸我记住了，以后定会一一奉还。南州是吧？等着。南州很多年没出过这种极品半妖，这张脸要是带回去，那……你们，这只半妖无论多少灵石，我问岳宗要。都是爹爹，不能只有我一人受苦受难，最好早点找到修逆君。温，记得在你半妖爹爹身上留下你的气息。他修为不低，金丹巅峰，要是晋级元婴就会缩地成寸，一溜烟跑掉。归灵界这么大，你去哪儿找他？明月爹爹，你说的对。你这半妖爹爹一看就是个桀骜不驯的，哪里像我乖乖的还喊你宝贝女儿。哼。你刚来那会儿可不是这样的，你刚来那会儿比这位还骄傲不驯，你还想杀我家温温，还被我师尊发现。喊明月爹就算了，我当温温喜欢认爹，要是认我为爹就更好了。青龙爹爹好乖哦。这小奶娃徒手掰开连成玄灵铁链都能断，我现在灵力被封，这个时候反抗那不是找死吗？我沧浪在弱肉强食的妖族摸爬滚打多年，这点眼力劲儿还是有的。滚开！不准碰我！宝贝女儿，你看我说的对吧？这半妖就是桀骜不驯。果然和刚刚那群人是一样的，人族又有几个好人？
猜不出这个小女娃到底要干什么。爹爹给你吃，这是我卖符才换来的，我自己都舍不得吃。本来想留着回宗给离霜姐姐酿酒，可看爹爹这情况，得多吃点蕴含龙族血脉的东西。就算我很想吃，可鬼知道这突然出现的小奶团想干什么？这一个果子就能让我晋级元婴，摆脱半妖之躯。宝贝女儿，我也想要，我还没吃过这么好吃的桃子。我有3个盘龙桃，现在找到了3个爹爹，都是我爹爹，不能厚此薄彼，那就一人1个好啦。至于酿酒的高级果子，我再多画点符换。要是玉姐姐没有，那我自己去10万大山找。他刚刚确实是喊他爹爹，他和白发少年的关系有些奇怪，所以为啥是爹爹喊才丁点大的女儿要东西？那双铅灰色眸子，兽类的直觉告诉我，这个人并不是纯人类，只是身上的气息被什么东西隐藏得很好。白发少年骨龄很小，这小娃娃或许不是他的女儿。你一个金丹炼化得了8品盘龙桃吗？怎么，你看不起金丹？你自己才筑基。我不过修炼了3年。倒是你，老想着从温温手中抠东西，还老想着跑。你这爹当的一点都没有我师尊称职。一口足够我炼化很久，你也不看看我才多大？我还不到18岁，莫名其妙冒出个女儿我。你多大呢？这几人奇奇怪怪，那个白发少年的话也古怪得很。先想办法在杜姐眼皮子底下带着庞龙桃逃离。我问问啊，再怎么说你也是我宝贝女儿的第3个亲爹，看看你和玄尘影比谁大点。是这白发少年脑子有问题，他女儿的爹，开什么玩笑？先不说我没有女儿，2个大男人也生不出女儿。爹爹，我真的不可以摸摸你的尾巴吗？不可以。那我不摸，我帮你疗伤。我还想骑在青龙爹爹身上遨游天地呢，一定要打好关系。以后我要坐在爹爹龙角上。爹爹现在好像还没有长龙角。不需要，你可以离开。那怎么行？爹爹，你的鳞片掉了好多。不是我不想走，而是有人在院子中设了结界。人族的成为妖族最强者，抓一个炼丹师就有用不完的丹药。只是这小东西到底想干什么？不仅害我爹，还摧毁我的封印，更给我疗伤。果然人族没一个好人，他肯定想降低我的戒心。莫不是知道我体内有一丝龙族血脉？人族都该死！爹爹，你的鳞片现在还没有我的好看。啥情况？小祖宗为什么会变成小青龙？老祖宗没有龙族血脉啊，玄尘影更没有。温温为什么是小胖龙？你才是小胖龙，我是小青龙。我爹爹是青龙神兽，他就是我爹爹亲的。爹爹，我是你女儿，未来的女儿。他毫不惊讶，不合理。这只半妖想干什么？你想干什么？是不是想挖温温的龙角？我才不是担心温温安危，他是我的衣食父母，还是我的后台。他出事，下一个出事的肯定是我。不过都是龙族血脉，你说她是我女儿就是我女儿了。知道她是纯种龙后，我已经不担心她打我那一丝龙血的主意。她随便一滴血都比我强，倒是我现在对她的龙血打起了主意。你自己感受一下就知道，如果不是直系血脉亲缘，联系不会这么深。不信的话，用血脉石测一下。我今天一定要看到半妖脸上震惊的表情，犹如我当初那样。这条小胖龙是你生的？你也瞎？我怎么生？你这是什么虎狼之词？我看是你生的。我公的，天地未赋予我生育能力，生不出来。我才不管他哪里来的，反正一定不是我生的。那也不是我生的，我也生不出来。你身上有秘密，不是我生的，那肯定就是你生的，总不能从石头里蹦出来的吧？我也很想知道到底怎么回事。小祖宗的血脉石和玄尘影、明月这只半妖都有直系血脉，老祖宗到底怎么做到的？我能明白生是啥意思。兽兽们和人一样，只有母的才能生崽崽。可我不是自然出生的，为什么要纠结这个？明白了吗？再不明白，你就是猪而不是蛇。我感觉这个世界不正常，小祖宗竟然有6个爹爹1个娘亲，还有一个爹特么是天道。这个现在还不算爹，精灵族18岁前不男不女。青龙爹爹，你不要学明耀爹爹想跑哦。你就不惊讶吗？我总算知道他刚才为什么在他面前说那些话了。
我以前在一只熊妖手下混过，那化神熊妖四肢发达，头脑简单，被小妖牵着鼻子走。那些小妖老给我上眼药。不过这小龙可不傻。爹爹，你吃。为啥蛇妖如此淡定？想当初我知道自己多了个女儿，还是和一堆人共同的女儿，到现在都难以相信。不轻。我走，没见识。一块矿石而已，龙族本就能生吞矿石，炼化为自己力量。我虽是半妖，但体内蕴含龙族血脉，也能生吞矿石。真不愧是我的青龙爹爹，接受度真快，比陈颖爹爹还快。这小孩才是最烦的，比白发少年还烦。偏偏我实力比他弱，只能忍气吞声。半妖，你怕是不知道温温的毅力，真以为不理他就会放弃？要不是怕拍死你，他早动手了。温温，吃饭了。喂，下面的半妖，你说句话，你从哪来的？你真是青龙？我听说神兽转世都带有记忆，你这青龙混得也太惨了吧！今儿个要不是温温在，你可能就被那些心怀鬼胎的人修埋走。我听说他们喜欢用半妖交合修炼更快。我真佩服明月一点都不长记性，也不知道这两人打起来温温会帮谁。都是他爹，那只半妖金丹巅峰炼化盘龙果就能晋级元婴，完全压着明月打。半妖战斗力本就强，还蕴含青龙血脉。明月要是被一尾巴甩飞，我绝对不接他，免得连累自己。温温肯定像他，对自己的实力毫无认知。温温是强的毫无认知，老不小心打伤人；明月是弱的毫无认知。这不科学，一定是这里没有鬼气限制我发挥。你特妈有病！为了劈我忍受双重元婴雷劫，竟然没死！你以为你劈得死我，罪还是你自己受的。乌木符上的力量，看来人族实力比我想象的强。今天能不能让我好好吃顿饭？我也心累，短短1个时辰炸了我2座别院，还好都是独栋庄园，周围没人，殃及无辜才是罪过。温温不哭，等下知悉姐姐再给你炒几个菜。小祖宗放心，我已命人通知饕餮楼送灵石过来，今晚一定让您吃饱。倒是这个半妖和鬼族，小徒孙你放心，我会管好爹爹们的，不会让鬼族和妖族发起战争。那个大坏蛋已经被我灭了，等我找到鬼神再将他灭了，让明月爹爹成为新的鬼神，我压着他重新签订条约。那就好。陈英已经将鬼族消息告知宗门，既然决定帮助明月，问月宗不希望被刺，那到时候受难的就是问月宗。不会的，我很厉害的，我不会让问月宗有事的。对了，小祖宗，你身边最近有没有跟着一只渡劫期的桃花妖？令州小徒孙上次和我说，让我打他一顿，问问他为什么想当他的契约兽，可惜后来一直没见到小桃花妖。温温，我被青玉谷的人认定为妖族人时，他们宗门的人说我身上有桃花妖的气息，我感觉我进入10万大香时被传送至南州青玉谷外，并不是意外。这莫非是妖族的阴谋？如果玄之息被青玉谷的人误杀，势必引起青玉谷和问月宗的矛盾，这分明是想让我们人族内斗。青姨用温温的符，都是返回到温温身边，偏偏玄之息经过10万大山就出了意外。会不会是青玉谷隐藏了妖族的人？玄之息如果被带进青玉谷，那人必定会对他出手。之息是我们宗门化神强者的亲传弟子，他一死，问月宗必定第一时向青玉谷。如果小祖宗那时候没到青玉谷，谷主又外出不在宗门，之息被带入，隐藏的妖族更容易偷偷对他下手，将猜想告知宇宙。青龙爹爹，你要不要护身符？和月温温交易的乌木符，我请了宗门所有研究符箓的修士，没有一个能看出来是怎么绘制的。所有符箓只有歪歪扭扭几个字，看得出是沾了兽血，用锋利物品刻画出来的。月温温身上时刻透露着一些怪异，来自于力量的怪异。他的身份好查，所有问月宗弟子都喊他小祖宗，可却无人能说出他具体身份。那些知道实情的长老，无论怎么利用，全部闭口不言。师尊，好奇心害死猫。只要月温温不会危害到青玉谷，那就没事。他的性格你也了解了，可爱的小吃窝一枚。他觉得我太菜了，还送了一枚护身符给我。不行，我一定要搞清楚问月宗什么时候出了9品符师，这事我青玉谷还未查清。
师尊，那妖族一事您怎么看？要是岳温温没来，那玄之息就是我带进青玉谷的。如果死在青玉谷，我有8张嘴也说不清。我青玉谷中混进妖族，倒是我的疏忽。师尊，您的意思是，蓝莹师妹是我10年前带回来的，我和她待了10年。她若是妖族，我不可能不知道。师尊知道你重感情，那如果她真和妖族勾结，你应该如何处理？师尊，徒弟必定将此事办好，揭发妖族阴谋。如果真是师尊所说，那一切按宗规处置。还有一件事，身为青玉谷弟子，不可与其他宗门男修走得过近。谷主继承人不允许与他人结为道侣。是师尊，徒儿明白。真是自作自受。你要是不将天雷引到我身边，就不需要承受双倍雷劫的力量，也不用这么惨。还有4道雷劫呢，可别死在雷劫下。要是死了，说不定还要让我帮你渡魂。人和人的恶意有时候就是莫名其妙。我和他第一次见面，这家伙就给我上眼药，给他等着，要不揍死他我就不叫苍了。不会他真的要去送死吧？这可是天雷，一不小心会被劈得魂飞魄散。没有魂魄，我想渡魂也无法渡。唉，娘亲给的小册子写的对，青龙爹爹喜欢玩命，要不是肉体强悍，指不定哪天被玩死。这一点像我，反正我们肉体强悍，想玩就玩呗。还好脆皮明月爹爹惜命，要是不惜命，这恐怖天雷一不小心就把他劈死。他死了，我身上的封印解不开，也回不了家。上次锁链裂开一点后，我也知道了鬼链怎么来的。想要它完全断裂，需要鬼神之力。原来青龙爹爹拥有龙骨，只是为啥形态是半妖？一些人族好坏，好讨厌；一些妖族和鬼族也是。爹爹没事了，我终于可以放心。等哪天爹爹找回真身化龙，我要坐在他头上玩。现在我要画符，多给爹爹们准备点保命的东西。我真是为了爹爹们操碎了心。问问，你能不能弄一个传送符？定点传送符位置定在问月宗自己家，这样遇到危险一使用，立刻回到家中。我怎么没想到呢？这就成了吗？问问你这符会传送到哪里？我也不知道，我试试哦。小徒孙，知悉姐姐和青浪哥哥还有爹爹先交给你。喊我喊小徒孙，喊玄之息和江青浪就喊姐姐哥哥，这样真的好吗？我们2个是弱渣，只能干瞪眼。追进10万大山很危险，苍狼要想杀我俩，我们恐怕连还手的力气都没有。跑了，老祖，半妖跑了！虽然温温喊他青龙爹爹，我总不能真喊青龙吧？现在的他并不是青龙，还是喊半妖好。不是，温温肯定能将他抓回来的。倒是这家伙溜得可真干脆。你怕是不知道，鬼族已经派人来找你。我心里苦，我要去找有鬼气之地修炼啊！你们问月宗的目的，能让我修炼吗？你在想屁吃？我会让一个鬼族的人去打扰先辈们的睡眠吗？自然不会。一个个都欺负我修为低是吧？好想骂人。放心，这镯子只能让你不能使用鬼力，修炼还是能修炼的。从今天起，你暂时为我问月宗弟子，最好是修灵力。我哪里听不出来？最好就是必须的意思。我宝贝女儿刚离开，你就想着欺负我是吧？你现在是鬼族的通缉犯，不是鬼族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少主。已经有鬼摸到了问月宗，你今天如果想离开也可以。本座帮你解开镯子，但不得踏入我问月宗半步。最近和温温吃吃喝喝玩玩，竟然一时间放松了警惕。眼前这人可是问月宗老祖，一巴掌能拍死我。我听说你们鬼渊都是鬼，是真的吗？我还听说你们是吞噬生灵魂魄修炼的，也是真的吗？人族丹水灵根的小脆皮，一点都不惊吓。世界上最不可怕的就是好鬼。你死了，我还能渡你。我这是没准备，换谁被血色爪子对着，都会被吓一跳。你的爪子还能缩回去？
鬼为什么还可以生孩子？鬼不是人死后变成的吗？自从知道我的真实身份，这少年内心有1万个为什么。说这人是岳温温爹，我肯定毫不怀疑。我可是鬼族，不是说吞人魂魄修炼吗？怎么不怕我趁现在吃了你？长得人模狗样，说出的话却很欠揍。就你还想吸我魂魄？我老祖再一根小拇指摁死你！这货知不知道我是金丹一只手能捏死他？他一个小肚鸡中极低丹水领主，我只要现在弄死他，随便找个地埋了，再用阵法困住灵魂，就能有源源不断的鬼气和阴气。命兄，你的鬼力刚被老祖封锁，我能感受到你身上灵气才炼气3层。你们鬼族身体都如此孱弱吗？吃一粒瓜子还差点呛死。操！我不是纯鬼族身体还无法化虚，我堂堂金丹鬼修，今天难道要被一粒小小的瓜子壳呛死？你怎么回事？一个金丹鬼族的肉体怎么比我这个筑基水灵根还弱？第一次见面差点被我撞死。靠！我算是明白了，一定是我和江亲王犯冲，以后一定要离这人远点。气运这东西过于玄幻，也不知道小祖宗去了哪里。要是他在，一定会笑得前赴后拥。小祖宗，你现在在哪里？我来接你。岳温温此时正处于懵逼状态，她刚掉进别人浴池里，被人一拳砸进了地里。我运气真好，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小强成精？什么鬼？小强是什么东西？我倒要看看，是你的命硬，还是我的锤子硬？老虎不发威，你当我是病猫？看你是我爹爹让你打几下，我忍了，你还打上瘾了是吧？主人下手轻点，别敲死！真是爹爹一个比一个欠揍。我现在对爹爹的要求不高，不死就好。打累了，我先补充一点能量。哪里掉下来的小孩，不仅毁了我的药玉，还将我的毫无还手之力。君子报仇10年不晚，趁这个小孩以为我晕过去，我得找个机会偷偷溜走。我什么都没干，为什么刚吃下去的食物消化这么快？主人，我们好像进入了一个时间流速不一样的秘境，我今晚测试一下是外界的几倍，最好流速多一点，那样我才能快快长大。主人如果打算留在这里，最好用传音给你爹爹报个平安。传音之息姐姐，我进了一个不知名秘境，打算在这里多待段时间，等回家给你带天才地宝。难道我要天天啃果子和石头？已经吃过很多美食的我，再也回不到以前了。我炒菜有杀伤力，可是我可以让爹爹炒啊！小奶团干净漂亮的眸子，竟然满是辱没之情。我感觉自己疯了，被这个成精小强打疯了。爹爹，不是我不想走，但是小奶团力气太大，拽住我的衣服，我根本动不了。就一件袍子围着，扯烂岂不是要裸奔？爹爹，这里是哪里？你为什么在这儿？爹爹，你饿不饿？你要吃果子吗？爹爹来此地修行，女儿是怎么过来的？怎么和前面几个爹爹态度不一样？修君，你爹爹难道认识我？娘亲不是说他最桀骜不驯、不服就干、脾气暴躁吗？怎么比明月爹爹和青龙爹爹还好说话？看到石头散发的微光，突然感觉我和面前的小丫头有一种很奇妙的联系。怎么会有血脉之力？还是血浓于水的？达到这种程度的血脉之力，只有一个可能，她真的是我亲生女儿。爹爹，我是用传送符过来的。感受到紧密相连的血脉之力，还有她不过3岁的灵魂年龄和身体年龄。不行，我还是得找个机会溜，实在是诡异，我哪里来的娃？你干什么？这娃数十逆天，再扯下去我真要裸奔了。爹爹，你是不是打算溜？你不用害怕，我是你女儿，只要你乖乖的，我肯定也会乖乖的。爹爹，你刚刚不是已经喊我宝贝女儿了吗？咋地，你还不想承认？一见面就拿锤子敲我，你是认识我吗？我泡药池突然闯进来一个奶娃，自然想杀人灭口。可这话不能说，他一锤子能送我升天。他起初是想用金锤子砸我，后来不知顾虑什么收了起来。他认为我是他爹。爹爹在你出现时，感受到血浓于水的血脉之力，可是又感受到你身上有种强大力量，害怕那力量对你有危害。我实力谦微，只能出此下策。真不愧是锤子爹爹，我刚出现就有心灵感应。爹爹你放心，那是我力量的一部分。倒是爹爹你怎么比明月爹爹还要弱？太弱了，我一只手就能捏死。明月，鬼族少主，莫不是他搞的鬼恶作剧？搞一只逆天女娃出来也不无可能。给你等着，鬼族！是我说爹爹太弱，他才生气。爹爹你不用害怕，我会画超厉害的符，
我自己也超级厉害，天下无敌厉害。以后我罩着你。哪怕我没用过九品符，小时候也看母亲用过。为了带我逃出魔族，她用了九品瞬移符，那是母亲身上唯一的保命法宝。可现在，哪怕乌木符上只有3个歪歪扭扭的大字，我丝毫不怀疑这些符的威力。身为修炼之人，只要入手感受，就能知道每一张都蕴含强大力量。如果我当初有这些符，是不是就可以带母亲平平安安从那个鬼地方逃离，然后再也不回去？可现在世界上没有如果，我终归还是得回去。爹爹，你怎么啦？激动坏了？不用激动，这些符都是我画的，我想画多少就画多少。我就是用了自己画的传送符，不小心传到你面前，这说明啥？咱俩有缘。你说的明月爹爹是怎么回事？明玉爹爹、沧浪爹爹、修君逆爹爹，你们都是我爹爹亲的。不过看在这小奶娃在福分上，可以不计较，我还得靠他多画点符，最好有攻击力的。爹爹，你是不是不信？可是是真的。我是从未来来的，是天地所生，吸收了你们的精血，你们都成了我爹。我娘亲是月食书，娘亲送我过来的。月食书，修时空之道，成就时空之神的大佬。当初他飞升时震动3界，你怎么不早说？爹爹，你又没问，我以为你知道我的来历。小东西肯定是故意的。爹爹，不是你说你认识我吗？难道你是骗我的？他眼睛里有深深的危险，你敢骗我试试？说骗他，他一定会跳起来再揍我一顿。没骗你。我只是感受到你身上的血脉之力。爹爹来这儿是修行的，你饿了？爹爹，你会做饭吗？不会。那你在这里吃啥？天天啃石头果子吗？吃吧。怎么吃？当然是生啃或者饮血补充能量。我到底在指望着什么？还不如陈颖爸爸。我竟然指望众人口中喜食生肉的魔族会做饭，我天真的离谱。你不吃还给我。爹爹，你真的要茹毛饮血吗？用火烧一下，兔皮给我。兔皮还能吃吗？我剥皮做衣服，没看到我身上衣服被你扯烂了吗？我有衣服啊。你一只小东西，怎么会有男人的衣服？娘亲说是给你们几个可怜落奔鬼准备的。真是谢谢你娘，谢谢你全家，谢谢有你。这么说，你是被月食书故意送过来的？我一直以为是娘亲法术出错，经修村逆一提醒才发觉，娘亲带我下界时就是过去的时间点，她要走时将我送到爹爹身边。娘亲就是知道在这个时间点，爹爹和知悉姐姐全都不认识我，所以才弄了小册子要求我背书。娘亲一定是想让我从源头掐死，杜绝战争，杜绝动乱，杜绝死很多生灵。五族战争会毁灭众生，那我也就是自掘坟墓。天道爹爹也是，我和天道爹爹受天地孕育，却是受众生之力而生。主神天道，我与众生是相辅相成的，我是来保护归灵界，守护众生的。你会灭杀世界生灵吗？我不懂得为什么会在一个3岁小孩眼睛里读出守护2字。明明白天他只是一个贪吃鬼，我在地上躺了1天，他在旁边啃了1天。灭杀世界生灵，我还真没兴趣。我现在只想弄死我大伯。不会，我要是说会，小东西肯定当场揍死我。那你发誓，不要你对天道发誓，你对我发就好，对我保证不要灭杀世界生灵。这小东西不会以为自己来历特殊就能像天道一样掌控世界吧？未免也太自大了。好，我修军队向月温温，我修军队向月温温保证，以后绝不随意灭杀世界生灵，不乱杀无辜，否则天打雷劈，五雷轰顶。早知道遇到明月爹爹时，先不告诉他我还有个爹爹是天道，先让他对我发个誓。还好我吸取教训，在下一个爹爹身上实现成功。主人真是越来越聪明，越来越会灵活运用，都不用我教，甚是欣慰。你故意的？你怎么知道？我肚子是不会叫的，但我会感觉饿。饿肚子的人肚子是瘪的。才不是，我就是饿。娘亲说，小孩子肚子本来就是鼓鼓的。那是你胖。我那是强壮的象征。你比明月爹爹强壮一点，身体素质就比他强一点。他那个错皮金丹修为还没你筑基身体强壮。明月那小孩竟然超过我这么多了，是我这些年耽误了。这水闻起来香香的，等下我也要泡澡。主人，这是万年天然药泉，附近一定有一大片万年药气润入地底，经数万年凝聚至10万年灵值，一滴足以肉白骨活死人，但灵魂受损医治不了，没受伤的人用可以增强药质。你看修尊你一个筑基初期泡的灵泉，身体素质可以和金丹比。小白菜啊地里黄，2、3岁啊没了娘。谁教你这么唱的？主人，你娘亲听到会不会来揍你？娘亲教我唱的。我怎么感觉你进秘境才1天就长了一点点？这说明主人身体好，素质强。主人也可以用这个酿酒，但不能过度索取，不然数万年才形成的药泉会很快消失。那我可以把小泉泉搬进空间吗？
药泉附近的山区是一个整体，没有灵植就是一汪死泉。我的神识才筑基初期，只能搬送一个小山丘，搬不动整座山。主人可以学画定位传送符，将位置定在这个秘境，出去后想进来随时可以。不过秘境有壁垒，只有你能无视式规则自由进出，其他人用你的符恐怕也不行。这样啊，那以后这里就是我的第2个秘密基地。等爹爹打坐结束，我带着他去看我打江山。安静修炼的修君逆在身边，心里异常安定呢。我怎么画了这么多9品符？我炼化完药泉力量，成功晋级筑基中期。一睁眼，宽阔的山洞里堆着一堆一堆乌木符，如同一座座小山，全部都是9品符。仅仅半个月画出这么多，他体内的灵气有多庞大？如果9品灵力符所蕴含的力量是如同一壶灵力液汇集，那这张就是一池子灵力液。灵力符相当于补灵丹，给修士补充灵力，这是我自创的。我炼丹会炸炉，味道还一言难尽，可符不会，修为太低，丹田承受不住，控制不好会爆体而亡。恭喜主人，终于从9品符师荣降为8品符师。魔族那位8品魔符师刚晋级9品时，一次只能画1张，还要休息3个月。哪怕晋级3年，每次也要休息半个月。和岳文文一比，被秒成渣。爹爹，我终于从9品符师荣降成8品符师了。我不敢细想，你天生会画9品符，随便将字刻在乌木上就是9品符。锤子爹爹，你真聪明，真不愧是我爹。总感觉哪里怪怪的。极品9品符最接近法则，会蕴含法则之力。小东西说它是天地所生，我有种不好的预感。毕竟半个月前我在他面前发了誓。爹爹，你不恭喜我荣降为8品师吗？恭喜女儿，荣降为8品符师。不是我不想拿，而是我打不过他。还没摸清小东西的性格，万一表面阳光，其实暴躁不长，受苦的是我自己。经过明月爹爹一事，我明白不能对所有爹爹都是一个政策。一爹爹靠甜言蜜语，现在他每次出去都给我带好吃的，是我心目中最好的爹爹。明月爹爹靠揍和钱钱，我不在他肯定想溜，看我回去不收拾他。至于修君逆爹爹谁拳头硬就听谁的，这个好啊，我最喜欢，不用动脑子，一动脑子我感觉就要长脑子。爹爹，我带你去打江山。爹爹，这个秘境以后就是我的第2个江山。看来小东西虽然厉害，但还是小孩子心性。不过这样才好，这样才可爱。想到小东西为了我安危送的乌木符更可爱了，不知道他的脑袋能不能让我练习一下锤法。岳文文来了，爹爹，我即将从这里开始又一次打遍山中无敌手。真不愧是我女儿，武器不仅和我一模一样，连刻的图案也一模一样。正常人谁会把鱼鳞纹弄在锤子上？爹爹，以后我们就叫锤锤父女组合。锤锤大军出发，砸死小妖兽们！爹爹为什么不直接上，干翻大兔子老巢？紫炎兔肉质肥嫩，身体内蕴含一枚紫火珠，一旦受到刺激就会爆炸。它们要是炸掉，你就没兔子吃了。没有兔子吃，那怎么可以？爹爹可是答应抓到兔子后给我烤兔子。爹爹，那我听你的。爹爹，等它窜出来我就摁住。兔子就这样死了，这也太简单了吧！我啥都没干。刚刚采摘的白薰草，燃烧的烟雾能让紫炎兔瞬间昏厥，来不及引动额头的紫焰。小东西用起来真趁手，再高一点就更趁手。以后对付妖兽不要老是暴力，动动你的脑瓜子，别生锈。要是我女儿以后是个傻子，我会想扔掉。小东西这么听话，太傻可不好。虽然觉得有点多此一举，但修君逆爹爹最近这么听话，乖乖喊我女儿，还带着我一起玩，那我就先听他的。他这么弱，确实要动脑子，以智取胜。女儿，去将紫炎兔带过来，哼，烤兔子吃。吃饱后去挑战附近的兽王，问问他们哪里有万年灵植。好。逆天女儿来的真及时，调教一下，以后带她去给她爷爷奶奶报仇。我要把修君逆培养成一个大厨。这样我在秘境也有数不清的美食。小家伙揣着小手，一步一趋跟着我，我加快脚步，他也加快；放慢脚步，他也放慢。有这个小东西在，好像也不错。爹爹，你怎么还有这么多死兔子？等下你就知道。你去采摘一些灵果回来。我们不是有兔子吃吗？为啥还要摘果子？小东西属狗的吗？还能嗅到哪里有灵果？我那一群手下怎么办？还有我那一堆母猴，今天该宠幸哪个？还有我的酒还没酿好。爹爹，我把果子带回来了，快点开餐吧。我谢谢你全家，不仅送我一棵树，还送我一只元婴期猴类妖兽。元婴中期妖兽的攻击不死也会重伤。欺负我爹爹，找打！
是你们将我带来此地，还抢本王种的灵果树。你是这里猴群的猴王？是。我这个王还没当几年就要被人类杀死，异常难过。那你会什么？种果树？很会种吗？我还会酿酒，我们一族是酒猴，每天种灵果树、采灵果、酿猴儿酒。有人手中的猴子，传说中快灭绝的酒猴，他们酿出的酒不仅味道一绝，各种酒的作用也是一绝。小猴猴，你还痛吗？这是死前幻觉吗？一定是死前幻觉。第一次享受，小弟就碰上滑铁卢，用力过猛，不小心弄死了，绝对不可以。药香沁入肺腑，飘然如仙，正奔向天堂。在天堂，我一定好好修炼，成为齐天猴王。小猴猴，你睡得可真香，害得我还以为你死了。操！竟然还有这操作！我之前要是跑成功，会不会也被这样套回去？太丢脸了！女儿套妖兽的法术真特么熟练，绳子还在，这样猴王想跑，他能第一时间拉回来。我有种不好的预感，但凡岳弯弯笑着看我，准没好事。小菜狗，这里时间流速是外面100倍，你在这里修炼更好。看着牵我的狗链子和装零食的袋子是一种材质，简直太侮辱神兽。可我实力 T 微，不努力就会被岳温温一直欺压，不就是当狗吗？等我修炼到摆脱狗躯，岳温温你给我等着。多谢女儿，这是你的契约兽，真丑真辣，眼睛比魔族魔犬还丑。我女儿这么可爱，怎能配弱渣小狗？还不如契约我，我本体可是人鱼。不是我的，是知悉姐姐的。像她这么菜还没特长的兽兽，怎么配当我的契约兽？我要去契约青龙爹爹。青龙特骂是他亲爹，你这么坑你爹真的好吗？小东西有贪爹主性，我还是闭嘴好，真怕他想契约我。爹爹，果子准备好了，兔子也洗干净了。你真的会烤兔子吗？我帮你烧火。不用，你的异火能量过大，会将兔子烧成灰。那我是不是什么忙都帮不上？爹爹，我这就让猴王带我去拿猴儿酒，到时候我们父女俩一口兔肉一口酒。这秘境以后是我岳温温的地盘，大姐大罩着你。爹爹，我去就回，同小弟走起，快带你大姐大去找酒。我眼睁睁看着岳温温将我丢给凶神恶煞的刀疤男，头也不回跑进森林，气得我恨不得将岳温温吊起来暴打一顿。好香！也不知吃了你修为会不会提高。打不过小东西，我还打不过一只小吵狗，给我安分点，等下赏你骨头吃。真想问候你全家！交出来！我在锤子上感受到深厚魔力，这人才筑基中期为什么这么强？明月为啥就那么菜？我女儿给你的麻袋交出来！你一个魔修用什么零食？好痛！你不要长了！东西。岳温温大多是吓唬我，这个人是真的会要我的命。别想着告状。要是敢告，我会让你再尝到人之咒的威力。以后拿到零食，第一时间孝敬。你个脑子有病的家伙，不会自己为岳温温要吗？老女人说的对，外面真的好危险。我女儿的东西是你一个外人能随便用的吗？这小吵狗又不是我女儿的契约兽，还要我女儿提供修缘欠揍。此烟兔味道好，留给小东西吃。浓郁灵气和酒香瞬间充斥口腔，抑制全身，真不愧是酒猴酿的酒。那酒坛快赶上半个他大了，真是个小酒鬼，还是个聪明的小酒鬼。知道酒猴一族后，立刻收为小弟，以后就有喝不完的酒，真不错。爹爹，你做的这个鸡真好吃，特别好吃，吃都堵不上你的嘴巴。我今天要回那个药泉，你自己玩。好的，爹爹，注意安全。意思是去奏兽别带上我，我真怕遭殃。昨天使用了一次封印力量，最适合泡药泉淬炼身体。原本想让岳温温当我陪练护锤，我害怕他一失手，我成了一张鱼。那你在药泉好好修炼，有事用传音符滴滴我，附近很多大妖。女儿，你会不会阵法？这样吧，你要是会阵法，在药泉附近布一个隔绝阵法。四周妖兽便入不了药泉。阵法好像很厉害，如果我用法则之力布一个保护大阵在问月宗上空，岂不是比原本阵法强不知多少倍？阵法还有4两拨千斤之力，低级杀阵运用的好，可以灭杀高阶修士，一些上古杀阵甚至能灭神。爹爹，阵法对我不起作用。本来想提醒他，血灵秘境可能存在上古阵法，既然他这么说了，那我闭嘴。小青龙，我不想出来，我不想离开你，我就想当你的小菜狗。这里修炼快，你说是不是呢？真不愧是我养的狗，就是这么喜欢我。小菜狗，你太菜了！这里有零食，加上时间加速，修炼会快一些。争取早日从炼气小菜狗晋级筑基小菜狗。不要想我，我很快就会回来。
大姐大，您来了！您昨日一锤子将猪妖砸得脑花迸泄，真是太厉害了，简直是我心中的神。为感谢大姐大杀猪妖为猴族报仇，我们特意准备了白果宴，不知大姐大今日可有空？白果宴不仅有各种灵果，还有每只成年猴子自己酿的酒。充公的白果酒能延年益寿，增长修为；单独酿的酒味道各有千秋。走起！全然忘记了送药泉，然后还要去揍狐狸的事。满上！当大王的感觉真好。今天当猴族大王，明天去找狐族当狐族大王，然后一步步成为这个秘境的终局大王。等出了秘境，我还要去10万大山当归灵界妖族大王。月大王是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不如留在我们猴族。如果这时候爹爹再给我烤一只兔子，我会更开心。月大王，你没事吧？还不赶紧将月大王送回房间休息！大王都3天了，月大王怎么还不醒？3岁的骨龄，我听说一些神兽幼崽每次睡觉能睡好几10年。月大王呼吸均匀，面色红润，定不会有事。全部散了，那猪妖死了，多去采灵果。侯良，月大王真是神兽，我还是第一次看到神兽，别说长得怪可爱的。听说吃了神兽可以变厉害，说不定能突破种族限制，获得返祖血脉。大王说他灭了猪妖，给老猴王报了仇，是我们猴族的恩人。老猴王说过，做猴不能恩将仇报。笨蛋，我们自己变强，还怕被人欺负？你身上不是有金刚猿猴血脉吗？难道你不想变成真正的金刚猿猴？等着，我已经筑基巅峰，只要我努力修炼，一定可以修到化神，像前任猴王说的，成为猴族守护神。我拉着这个傻雕留下，是我做的最错误的决定。你去试试。试试就不要了吧。好吃。主人，你快醒醒，你有小弟想吃你。哪怕我再傻也明白了，侯良不是带我来看神兽，是想吃月大王，还要我动手。猴王说，月老王一锤子锤死那猪妖，猪妖可是化神后期的大妖。好厉害，这就是神兽的自我保护机制吗？我应该庆幸自己没有在侯良3教唆下动手，否则现在躺在地上的就是我。唉，事情我已经知道了，系统哥哥都和我说了，怎么这么想不开要来刺杀我呢？我可是无敌的，我睡觉时有人想杀我并动手，会被身上的规则之力反弹，实力低的当场暴毙，攻击打在我身上会加倍反弹，这可是雀雀姐姐实验了好多次才实验出来。2000坛猴儿酒够我喝很久，不过我现在不敢多喝了，一天就喝1坛，不然睡过去爹爹遇到危险没人保护。这是侯小弟这里面装了万年药泉。大姐大，这太贵重了。给你们酿酒，受伤也可以喝。侯小弟零食给你们。我要去打江山了，你们在家好好修炼，多给我酿酒。等我打下这片秘境，只要报我名，没人再敢欺负你们。以后我月温温就是整个秘境的月大王。我已经想象自己出行时猴子抬轿，振臂一呼大妖开到那气场的排场拉满，到时候月大王的名响彻整个归灵大陆。月大王威武！月大王威武！月大王威武！月大王是谁？什么时候9猴一族多了一个王？主人，你可别再将树拔了，你拔的树交给小麒麟种在空间也不错，不种在空间就种在秘境，种在秘境长得快。等我学会定位传送符，回宗门待几天，里面果果就成熟了。主人，你变聪明了。什么叫变聪明了？我本来就很聪明。等我去找狐狸精帮爹爹报仇，再揍一揍药泉附近的大妖，就专心研究符。我就不信我月温温还搞不区定位传送符。主人，定位传送符需要掌控空间法则，将2个空间点的位置串成一条线，通过2点一线构建起空间通道。彤彤哥哥，为什么你知道这么多？自我被创造以来，这些东西都是自动输入我脑子的。谁创造你的竟然这么好？怎么不给我也输一些？我也不敢啊！要是和主人身体的力量碰撞，发生大爆炸，化作爆炸样的世界。灵芝和果果拿回去给离霜姐姐酿酒炼丹，虽然我不需要丹，可爹爹们需要。我炼的丹怕毒死他们。系统哥哥的疗伤丹也没多少了。系统哥哥，灵符可以疗伤吗？可以解毒吗？理论上不可以，不过主人能画出灵气符，说不定也能画出疗伤符和解毒符。你说的对，我一定可以。等我学会控制好力量，再去和知悉姐姐学做饭。我找到了问题的关键，以前做饭失败不是其他东西的问题，那肯定是我用力过猛。我试了好几种火都失败了，那我不用一火呢？系统哥哥，走起，我们去找一座荒山，再去抓几只兔子。爹爹修炼，那我今天自己烤兔子。系统哥哥，我不用一火咋点燃草啊？主人可以钻木取火，先这样，然后……系统哥哥你好聪明，哥哥好神奇，不用灵力竟然可以点火。
看上去就是人类普通小孩，身上连灵力都没有，竟然闯入我狐族地盘，杀了他！我有这么倒霉吗？还是人族的人都是怪人？你要是敢溜，一锤子送你归西，就像昨天的猪妖一样。为了避免自己将自己毒死，先让别人试试。赶紧醒来，不然一锤子敲死你，就像昨天猪妖一样，脑花四溅。你眼睛犯抽吗？主人，他在对你使用媚术，想诱惑你。小狐狸，你长得不好看，施展媚术不咋地。大人怎么会？只是我们红媚狐的眼睛天生是这样的。你和那只小白狐，帮我尝尝我做的东西好不好吃？谁他妈将灵果加料放进锅里炖？人族的口味都这么奇怪吗？我活了几百年就没吃过这么难吃的东西。可看他的眼神，好吃！您煮的东西真好吃。我胡小云长这么大，没吃过这么好吃的。好吃，非常好吃。果然，我是有做饭天赋的人。以前炸锅就是没控制好力量。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好难吃！陈颖爹爹，救命！是不是狐族的味觉和我不一样，所以两个傻缺狐才觉得好吃？大王他不会被自己煮的东西毒晕了吧？人族幼才大多脑子不正常。小屁孩，让你逼我吃，你自己煮的食物没点逼数吗？本以为是个厉害的，没想到是来给我送餐的。这小屁孩到底是什么东西？去喊上小弟，将这小屁孩扔进山明大泽。我就不信火烧不死他，石头砸不死他，摔不死他。水如果也淹不死，那里不是还有一只沉睡的魔龟吗？是大王。主人，你快醒来啊！我就不应该喊你。他变成龙了！等等，他嘴张这么大干什么？老铁，要不是亲眼所见，打死我都不信一条不过1米长的小龙居然口吞大泽。电击没用，美食没用，主人会不会被撑死啊？我感觉自己绑定月温温后，不再是自我救赎系统，而是育娃系统。这娃太逆天了，我育不了啊！别的桶都是宿主跟着系统走，一边做任务一边变强。到我这里不仅天天教宿主道理，还要担心他不小心杀死人。现在更恐怖了，怕他自己把自己弄死。主人要是被撑死，我就没有宿主了。主人你不要死啊！主人你要是不死，等我找副躯体，我去学炼丹，我去学做饭，我天天做给你吃。整个大沼只剩下我和主人，还有水底最深处那个散发黑气的怪物。那些水到底去哪里了？主人的肚子还是瘪瘪的。这龟婆上的古文好像在哪里见过，可一时又想不起来。这舌头这么大，主人只够给它塞牙缝。我是不是看错了？这条大黑蛇的眼神是慈爱，我今天见鬼了不成？这该不会是什么诡异的阵法吧？龙仙果树苗，它口水滴出来的东西都能让种子发芽。美哉！一人捧着比我脑袋还大的仙桃，一口仙桃，一口猴儿酒。这香气和我空间最初结的果子好像，莫非我的空间又恢复了？这也太能睡了吧？怎么还不醒？主人是个会享受的。
这真是大哥转世，莫不是猪？默哀1秒。这是什么怪物？眼睛比我还大！小样，别以为你大就能打赢我，我可是无敌的！大哥为什么变成了一个女娃娃，还没有记忆？没有记忆就算了，还不忘记揍我！黑蛇想叫醒岳温温，结果岳温温醒了，他自己晕了。好滑，好舒服。今天我打算在蛇头上睡觉，一定超级舒服。要是会飞，在没有契约青龙爹爹之前，可以考虑收为坐骑。鞋里有神力，龟灵界怎么会有神力？那不是天界才有的东西吗？大泽的水被我喝完了，这大泽比冰爹爹的冰立风还要大，我不信，我能喝下这么多水。玄武是混沌之初天地所生的4大神兽之一，身上自带天地符文，能镇邪祟，庇佑一方。这个秘境灵气充裕，说不定就是因为玄武的福泽。玄武？那不是青龙爹爹的4弟吗？太大了，我的神识根本探查不到全貌。主人，我感受到魔神之心的气息。啥？系统哥哥，魔神之心不是应该在魔神身上吗？你不是说这是玄武吗？玄武是神明镇守一方水土，要是身怀魔神之心，会不会变成失去理智的魔龟？自从上古神战诸神陨落，神兽也跟着灭迹，哪怕天道也不知踪迹。主人，你被狐狸扔进大泽后，变成小龙，一直在吞水，直到黑蛇发现你，才将你拖到龟背上，试图唤醒你。然后我一醒过来就把他敲晕了。他喂了你一串血色琉璃葡萄，又吼了你，砸了你，还是没反应，才去拨动你的铃铛。我煮的饭威力这么大吗？别人对我干了这么多事，我自己毫无所觉。这是玄武神书上顶天立地的玄武，现在缩在躯壳的方寸之地，变成一个肉球，肉体被魔气侵蚀腐烂。玄武叔叔，你为什么要赶我走？我想救他，你不想救他吗？孩子，我不知你从哪里来，尽快离开吧。玄龟镇压着魔神之心，在这里待久了，我怕你被魔气侵蚀，扰乱心智。这小胖龙身上有青龙的力量，可看起来不过是龙族一个孩子，怎么会闯入这秘境？如果哪天我和玄龟镇压不住，这个秘境会随之毁灭。最好能和魔神之心同归于尽，要是不能，就怕那东西跑出去危害人间。我可以帮你灭掉魔神之。等等，我好像灭不了。魔神之心代表魔神神位的传承，我的目的是搞死初代魔神，毁掉残存在魔神之心上的意志。主人，修君逆在这个秘境遇到了玄武，后来玄武成了他的挚友，帮他对付青龙。应该是他帮了玄武取出魔神之心，继承魔神之位，1000年后杀回魔座所，手刃仇人。那爹爹有没有干其他的？修君逆身为魔神，想灭杀古神一族，古神后裔只剩赫连绝在北周天剑山，魔族攻占北周，两人打得天昏地暗。娘啊，你交给温温的任务真的好艰巨！我要是不来陈颖爹爹和明幽爹爹打，锤子爹爹和赫连爹爹打，青龙带领妖族和青玉阁打，那位大成强者为了守护南州以身为祭，自爆而亡。以他的天赋选择飞升，完全不会陨落。谢谢老爹们。等着，不听话我往死里揍！玄武太可怜了，一见面就对我这么好，我绝对不能再打他。魔气我也可以吸收。锤子爹爹很明显不想当魔神。系统哥哥，我身上也有魔神血脉，我可以当魔神吗？你不可以，当了魔神就要放弃其他血脉，以后掌控不了其他力量。你把魔神之心放出来，我能镇压住魔神之心。小娃娃，我知道你肉体强悍，哪怕睡觉身上也会泛起微光，形成一个透明的保护罩。那是因为你的体内有青龙的护心龙鳞。我身上有青龙爹爹的护心龙鳞，娘亲怎么没告诉我？我只知道空间里的仙果仙草是陈颖爹爹种的，神脉和灵脉是赫连绝爹爹送的。莫非娘娘和其他3爹爹关系好，虽没告诉我？可光凭这一点，你压不住魔神之心，至纯的魔气会侵染你体内的护心龙鳞，到时候我可以。魔神是我爹爹。小娃娃，你叫什么名字？今年几岁？岳温温3岁。
算不出，竟然一点也算不出。这小孩的身后一片空白，虚无缥缈。3岁，这不可能是魔神之女。魔神之女体内还有青龙护心龙鳞，太离谱了。玄武叔叔，我还有个爹爹是青龙。青龙大哥的女儿，莫不是大哥和魔族的孩子？天赋好，觉醒了魔神血脉，一定是这样的，不然说不通。玄武叔叔，这下你信了吧？小侄女，大哥身上的诅咒解除了吗？他现在身在何处？为何会放任你一个孩子到这么危险的秘境？我镇守魔神之心，至今不知过了多少岁月，从此身为玄武，寿命缠长，不会老死。爹爹才刚摆脱半妖之体，化为人形，等化神才会觉醒青龙血脉，大成才可以化为青龙。叔叔，你现在有多厉害？大哥未曾化龙，你哪里来的？还有你身上的护心龙鳞哪里来的？我是从未来来的，娘亲参悟了时空之道送我来的，我来救你们的。时空之道，世上竟然真有人能参悟改变历史，就怕改变不了什么，历史的洪流还是会回归原位，又或者改变历史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我娘亲特别害，就比我差一点点，在我心里我是天下第一厉害，我的爹爹娘远比我差一点点。小娃娃口气不小。那当然，所以你要不要考虑当我的契约兽？我拿你当侄女看，你想当我主人？腾蛇叔叔，你当我契约兽一点都不亏的，我以后要契约青龙爹爹。你要是成了我的第一只契约兽，说不定青龙爹爹还要喊你老大哥。你认真的吗？世上竟然有这么坑爹的娃，还好不是我的娃。腾蛇叔叔，我真的可以帮你压制住魔神之心。小娃娃，时间太长了，魔神之心早已和玄龟为一体，挖出魔神之心就等于挖出玄龟的心脏。系统哥哥，好像事情没有我们想的简单，我们咋办？玄龟死了，我也死了，世上再也不会有玄武神兽。要不将你爹爹弄过来？我不是故意喝你的水的，要不我送你去我的空间，等想到办法再放你出来。解决办法有2个：毁灭魔神意志，或者转移魔神之心。怎么转移？可以移到我身上吗？拥有魔神之心后，是不是可以直接拥有魔神之力，随时打开魔界之门，号令魔族小兵们？传承需要神位，我身为神兽，魔神之位无法与我共存，传承不了。要不和魔神之心同归于尽，要不我的意志被他操控，成为傀儡。玄武叔叔的意志还在吗？很弱，我只能感受到他还存在，却无法再沟通。那岂不是换一只神兽镇压，也早就成了傀儡？玄武有2道意志才能撑这么久。还有一个毁灭神位，比起前一点这更难，只有毁灭诸神的恐怖力量才能毁灭神位。我可以。娃娃，你不只是青龙和魔神之女那么简单吧？等我掌控自己力量，就能帮你毁灭魔神神位。你要不要考虑当我的坐骑？等我收了雀雀姐姐，回到神界，我岳温温出行，身骑上古神兽，多拉风！动了他人因，就要承受他人果。你处于历史时空的洪流中，我算不到你从而来又该去往哪里。我若被从未来来的你所救，未来的你还会在吗？你身上有魔神血脉，那就说明诸神归位，有人继承了魔神之位。他的意思是我会存在，但还是不是我？说不定爹爹不想当魔神。娃娃大多数时候不是想与不想，而是必须这么做。身为玄武，我必须肩负自己的使命，守护一方，福泽众生，哪怕失去生命。自那场浩劫，我失去自由，失去自我，只为镇压魔神之心，距今不知多久。这不是我想选的，是我必须要选的。娃娃，你也有自己的使命，不能为了一个人丧失本心，失去信仰。如果那个人需要你失去信仰本心去爱护，那是不值得的。当初我若不镇守魔神之心，会活下来，不会失去自由，也不会变成如今这副模样。甚至我可以在微为一体前将它放出去。可若放出去，整个秘境都会成为魔域，那些鲜活的生命会变成没有思维的怪物。你知道天地为什么会造就魔神吗？世界非黑即白，有光就有黑暗，仁爱伴随杀戮，善会滋生恶，两者相对才能永存。掌控杀戮者，制约杀戮者，这是赤衡。要是魔神不管制呢？主人，
诸神大战不就是神乱了心吗？玄武叔叔，我懂了，我现在就去把我爹爹抓过来。我好像什么都还没说吧？秘境300年，外面只过3年，若能在秘境待10年，晋级大成有望。岳温温，打扰别人修炼，容易走火入魔。还有你是女孩子，进爹爹闭关的地方要喊一声。还好他第一次掉进来的时候，我没完全没衣服，不然黑历史这辈子都去不掉。这样的吗？我还以为可以像和娘娘一样一起洗澡。对，男女有别，哪怕我们是妇女，不能随意进入男孩子房间。小菜狗，你是公的还是母的？今年几岁啦？你快放开我，我是男孩子，你听我声音不就知道了吗？可是你的声音和我一样奶奶的。明月爹爹目前不男不女，声音倒是男的。不男不女，我还以为鬼族少主是男的，没想到是个异类。只要你跟我去，我们就能制服秘境最厉害的存在，让他当我们的坐骑。到时候我们父女俩就是秘境一把手。你是不是在慌我？玄武神兽，爹爹他答应我了，只要我帮他分离出魔神之心，他就当我的坐骑。魔族至宝初代魔尊一直在寻找的东西，竟然在玄武神兽身上。爹爹，你要是想要的话，温温都可以给你哦。魔神之心和玄武叔叔都给你。玄武叔叔超大，你坐着它回魔族，气场拉满，什么妖魔鬼怪你都不用害怕。玄武叔叔可以镇收一切邪祟。为什么？啥？你不是很想要玄武吗？为什么说要让给我？上古神兽谁不想要？哪怕第一位魔神站在这里，恐怕也想契约。我从没听说上古4大神兽任谁为主，我爹从小就教我，但凡看上的东西，都要不择手段拿到手。可他什么都愿意给我。小孩，你能不能放我回去？你让我干什么都行，只要不要我的命。我的灵力打在他身上，像打在棉花上，再转一次，他自己飞到那条渡劫期黑岩蛇身上，一口被吞。你竟然敢抢我爹爹烤的兔子，该打！是我的错，我不该抢您的烤兔子。为弥补罪过，我愿每天让狐族给您献灵兔。以后我就是这个秘境唯一的王，你和手下都要称呼我为月大王，懂？月大王在上，请受小弟一拜。以后每天抓小灵兽送到大泽，本王和爹爹住在龟壳上，还有猴山的九猴一族。我月温温护的猴王是我小弟，他们酿的酒都是我的，你们敢欺负他们？不敢，绝对不敢！行，你可以麻溜滚了。谢月大王，不杀之恩。咱们真不杀他，那只狐狸趋炎附势。娘亲说咱们做神的要大度，杀了他我去哪里找会抓灵兔的打手？爹爹说狐族特别会抓灵兔，以后啥也不用干，吃的自动跑到怀里来。我可真聪明。你好啊，漂亮哥哥，你还没告诉我你的兽型是什么？小孩，你是不是契约了大泽魔龟？魔龟？你说的玄武叔叔吗？他是雪翼银雕一族。啥是雪翼银雕？小青龙身为神兽，怎么没有神兽传承呢？就是一种鸟类妖兽，长得挺好看，还会飞，渡劫巅峰，就是不知道兽型好不好看。这一人一兽当我是聋子吗？温温，你是不是要上去揍他？玄武叔叔收不了青龙爹爹没着落，雀雀姐姐要飞升才行。要是这只兽长得合心意又拉风，先用用。小兽快快现出原形，让你月王王看看合不合心意。合的话，本王勉为其难收你为坐骑。小东西，你断奶了吗？啊，说不过那就动手。小孩想用网网住我。早说自己体型大，我也不用重新编网，大网我多的是。月温温太可怕，我这辈子都无法逃脱月温温在内心留下的阴影。以后我们狐族一定要为月大王马首是瞻。以后在秘境遇到一个身穿红衣、头戴2个金铃铛、身边带着小丑狗、白白嫩嫩3岁小孩，一定要恭敬喊月大王，命令见过月温温的狐狸画出他的外貌，刻出雕塑。以后我要把月大王供起来，保佑小命。小菜狗，他怎么比狐狸精还菜？本来想收他当坐骑，没想到连狐狸精都不如。要不收那只狐狸精？狐狸精又不会飞，化神的妖兽都会凌空飞行。
算了，你以后是知悉姐姐坐骑，等你长大，我说不定已经契约到青龙爹爹。当月温温坐骑需要强大的身体素质，我只是小菜狗，这艰巨任务交给青龙和玄武吧。主人白虎在北周，不过现在应该被赫连觉捡去了。主人，你要是实在想要，不如跳他长桥，撬一个是撬，撬两个也是撬。世上兽兽千千万万，但是爹爹温温只有6个哦。可是给你当坐骑还能活下去的就那几只。主人，你想要什么样的坐骑？和青龙爹爹一样威武霸气，实力强还耐揍。最关键的一点耐揍。主人，要不你去找4大凶兽。饕餮姐姐人形很可爱，可兽形太丑。以前在不渡山找到她，她就送我一堆好吃的。我敢肯定，饕餮是怕被揍。本体身长1000米，犄角4路，到时候就坐在青龙爹爹龙角上晃悠。我有点害怕青龙的龙角会被月温温做断。主人，那这只银雕我们不要了吗？看起来漂亮又霸气，没想到不中用。要不你先凑合着用用，你不揍它，它就能带你飞。系统哥哥，你说的有道理。小青龙，你契约他不用经过他同意吗？我是主，他是仆，为啥要经过他同意？那你能帮我也契约一只兽兽？你不能自己契约吗？我自己就是兽，怎么契约兽？只能让他们发誓认主，束缚力太小。行吧，可你这么菜被反噬咋办？同为神兽，我和他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没事，好好修炼，总有一天比大鸟厉害。能不能比你厉害？你在想屁吃，连敷衍都不敷衍一下我。系统哥哥银雕毛茸茸的躺着蛮舒服。杀狗啦！温温快起来！今天真是个倒霉日子。以后你就是我的坐骑。小菜狗是知悉姐姐的搭档，只有我和知悉姐姐可以欺负，懂了吗？懂。狐狸精被我老大捏住尾巴转，一不小心飞出去，你今天算轻的，不听话小心我老大揍你。等你单独一只兽，看我不揍死你。以后就喊我老大或者大姐大。好的，大姐大，以后我就是你小弟。狗腿子，一定是伤还没恢复，我怎么会怕一个人类小孩？大雕附近还有没有其他大妖？我要在天亮前打遍秘境最强兽，收为小弟，然后回家吃饭。本以为是个人类小孩，没想到是条小胖龙，战斗力爆表，我连他一拳都接不住，内心苦。小雕，只要你乖乖的，我就不打你。我爹爹就很乖，我不打他。好恐怖的小娃，连爹都打，听口气他爹好像还打不过他。单身果然是最正确的选择。整个秘境最厉害的就是大泽的魔龟。魔龟是玄武叔叔不算，已经收服了。渡劫期除了我，还有一条3角黑岩蛇，那家伙可不像我好说话，闯进他领地会立刻把你吞掉。真的吗？我还没被大蛇吞过，不知道被吞是什么感觉，试试。作死不要带上我，谢谢。算了，你这么菜，被吞就死翘翘，不像我肉体强悍，怎么摔都死不了。气得差点心肌梗塞。都是秘境大妖，就让黑岩蛇也承受一下怪物主人的威力吧。黑岩蛇不仅身体坚硬，牙齿含剧毒，不过我可以帮主人吸引它注意力。一条蛇我月温温怎么可能打不过？等下就将收它为小弟。主人，黑岩蛇有一堆小弟。很多吗？我吃了几10万条，余下的数量我也不是很清楚。难怪人家对你恨之入骨，感情你的食物就是人家小弟。我虽然贪吃，可从不吃小弟。小蛇很好吃吗？当然好吃，人族有道名菜叫龙凤羹，龙就是小蛇，凤是灵鸡。那你会做吗？那管子好，我正好饿了。龙凤羹听起来比我烤的兔子香。等一下，我没有锅。主人，你没有调料，月温温一旦参与做饭，不是爆炸就是毒死自己。主人，你先打败黑岩蛇，以后让蛇族进贡灵鸡和小蛇，回家让你爹做，乖啊。大雕同道中人。谁和你是同道中人？大王不好了，那只鸟又来猎杀了，这次还带了一个小崽子。小崽子，他还把抓的小蛇用藤蔓捆起来，全送给那小孩了。小崽子，不过10几年没去找他，老娘还没找到新夫婿，他竟敢背着我生崽子！大王在说啥？不是应该抓崽子分食报仇吗？大王为何没看上我？血液离这小崽子这么近，太近不好吞，难道要一起吞掉？不行不行，没有血液，我的蛇生多无聊。想当年，鸟族一只觉醒银雕血脉的兽，吃了我看上的蛇夫君，
从此我就盯上了那只小雕。雕和蛇天生相克，我就喜欢和小雕打架，打了上千年，要不是我让着它，早就一口吞了。1000年前我玩腻了，想吞掉它，它竟然当场晋级渡劫，辅军没了，雕也没吃到。大雕这个真的能吃吗？你帮我尝尝锅里的蛇羹好不好吃？不用尝，一闻就不好吃。你怎么知道？我小搭档可是玄之息，你睡觉时我看着他做饭。那你会吗？要不然我试试。从给岳温温种地后，又沦为他的厨师，为了小命，我一定要好好做。你去抓些小蛇，开肠破肚，清洗干净。小菜狗，快报警！要狗命了，大姐大，救命！小菜狗这里不好玩，要不咱们出去吧？他肯定早就知道蛇王埋伏在附近。没想到小崽子能让我吃饱，小雕你崽子已经被我吞了，来打我啊！那不是我小崽子，你还是快把它生出来吧，要不然会难产而死。几十年闭关修炼，把你为数不多的脑子修坏了。和黑岩蛇斗了1000年，一直想他死，可到他真要死时，又不想他死。我就是怕他死了轮到我，一定是这样的。放下助人情怀，尊重他人命运吧。大蛇蛇，快放我出去！你肚子里不好玩。我的内脏在经历烈火烘烤后，又被大铁球撞击。兔崽子，不要打了！我把你吐出来。小崽子，你怎么不出来？我不是兔崽子，我是小青龙。我爹爹是龙。虽然兔兔很可爱，但也很好吃。大蛇蛇，你吃了我一次，你觉得我好吃吗？不好吃，我求你快出来吧。不好吃吗？我觉得自己香香的。你好吃，求你快出来吧。我好吃，那为啥要放我出去？不是应该再吃我一次吗？等我灵力耗尽，会从内腹开始被烤成蛇干。身为冷血妖兽，这种灼热比割刀子还痛。你他妈还玩上了！主人，蛇妖要断气了。啊，他怎么也这么菜？他自己吞的我还什么都没干，就在肚子里多待了一会儿。主人，你拿他毒囊干嘛？大雕说他的毒很厉害，我试试能不能画出毒气符。主人长脑子啦！主人，要不换个东西装毒液？我怕你把毒液当酒喝。呸！好苦，不好吃，酒才不会这么难喝。老大，这条大蛇要不要烤了？一个头就有5个我大，这条大蛇是不是可以吃很久？我老了肯定不如小蛇好吃，小蛇肉质滑嫩，随便一烤就很好吃。完了完了，真被当食材了！你竟然吃自己小弟，还是同族？妖兽的世界弱肉强食，蛇吃蛇有什么稀奇？你说的很有道理，那我吃你也没啥稀奇的。不，只要你不吃我，让我做什么都行。狐狸星已经替我打猎了，大雕已经是我的坐骑，你能干啥？我会打猎，还能当坐骑。我已经有了。我只是一条蛇，难不成还让我当厨子？给他当保镖，我连他都打不过。好吃的很，小菜狗，没想到你还有做饭天赋。那当然，我搭档可是玄之息，做饭超好吃。以后知悉姐姐不在，做饭交给你了。我的小弟能生小蛇，可没有我庇护，小蛇会被捕食者猎杀。他说的有道理，小蛇都被捕杀，我吃啥？我要可持续发展。你说的对，饶你一命。不过以后我才是秘境唯一的王，你们蛇族要称我为月大王。猴山的猴族是我小弟，我护着的。是，蛇族从没欺负过猴族。那行，你可以走了。等等，主人他小弟多，可以让他管控秘境，哪里诞生天才地宝让他通报。以后秘境大事要向我通报，尤其是天才地宝敢独吞我一口一条。是，有事第一时间亲自通知您。不知大王居住在哪座山头？大泽龟壳上。这小子肯定早就知道岳大王收服了魔龟，要是早提醒我，我哪会遭这罪？无敌是多么寂寞，多么寂寞。我想去找强大的爹爹们打架。岳温温最好的技能就是不分时间点秒睡，睡着后只要他自己不想醒，怎么弄都不会醒，这点真好。按照他的呼吸节奏，5行灵气经过岳温温勤奋后自动钻进我身体，干脆你当5行麒麟算了。小超狗，你刚干了什么？我4周灵气突然变得浓郁。那现在呢？恢复正常了。以后岳温温就是我的移动极品灵石，有他在比极品灵石还好用。
千万不要认出我！是你吗，麒麟？我不是麒麟，我是小菜狗。没想到你也变成这副惨样子，难怪见面没嘲笑我变成如今这模样。不，我只是转世重修，可我现在已经不反感狗狗模样了。爹爹，小菜狗开饭了吗？小雕处理食材的事交给你。小青龙醒来肯定饿了，你身为他的仆兽，不该为主人服务吗？这怎么可以？我很乐意投喂女儿，要争取当他心目中排名第一的爹爹。一个筑基中期的人类，一条筑基初期的狗，到底想干嘛？爹爹，他这么菜，我菜又如何？我有厉害的女儿，你有吗？小雕，没想到他爹就一个小菜鸟。我女儿可是很宠我的。昨晚才坚定单身，听到修君妮的话，居然想生个厉害娃，说不定岳文文是修君妮捡的。一想到这儿，我怎么就捡不到？你要是敢欺负我，那我就放女儿。我天下无敌。大泽里的魔龟真的是玄武，筑基菜鸟身具魔神血脉。我看不起的小菜狗是传说中的麒麟，最离谱的是主人小手一画，灭杀我的乌木符就诞生了。还有他每天吃的比大型妖兽还多。大雕进来。早知道主人这么牛，不用他收我，我自己都会主动当坐骑。地底深处的东西，你碰了会爆体而亡。靠近大藏的小苗你可以碰，有自我意识小苗最好别碰。是。大雕没事吧？他没事。那我的空间爹爹是不是也可以进啦？可以，不过我不建议现在邀请爹爹们进去。为什么？主人，你对他们太好，会太给脸，他们就会习以为常。你看明月吃你的、喝你的、用你的，还老想跑。系统哥哥，你说的有道理。毕竟现在的温温不是他们养大的，是娘亲养大的。温温想娘亲了，虽然娘亲做饭不好吃，也不准我乱跑，还打我屁股，每天在我耳边唠叨。可是我就是想他了，我想娘亲了，我已经很久很久没看到娘亲了。他就算再厉害，也只是个3岁孩子，离开母亲没多久的3岁孩子。爹爹，我想娘亲，文文要什么时候才能回家，才能看到娘亲？都怪我，他就算再厉害，也只开母亲没多久的3岁孩子。他天生厉害，可因为厉害，不过3岁就要背负身上的责任。以后一切有爹爹在，等爹爹厉害了，就宠文文。爹爹，有闺女的感觉其实挺不错，吃东西的时候最可爱，拿锤子砸我的时候最不可爱。给我10年时间，哪怕没找到那个人，没寻到答案。你们在说啥？好奇心害死狗。爹爹，小菜狗开饭了吗？可以吃了。果然不出我所料，用黑岩蛇毒液画出了毒气符，打算去实验一下。主人，这符如果没有解药，别给别人用。你用的时候，毒气从你手心弥漫，你自己吸的毒比对手还多。别人没有你百毒不侵的体质，用这个符会自伤1000，损敌800。感情我白画了。系统哥哥，这是他自己的毒画的符，他会不会死翘翘？主人可能真的会。大蛇姐姐，你会不会死翘翘？要不要我救你？岳大王，求您别来搞我了，以后我每天给您送些小蛇。让你嘴欠去吞岳文文干嘛？我发誓再也不乱吃东西，尤其是人族崽子。小青龙，你真的没有隐藏形态是果子精吗？我才不会这么傻！真不愧是我，血都香香的。我感觉自己一定很好吃。主人，你可不能吃自己。接下来就是最重要的一步了。为啥成功之后会爆呢？我感受到你的符上有一丝神性，可能是你用了自己血的缘故。乌木虽然坚实，终归只是灵木，承受不住你的力量。那怎么办？主人，你空间里什么石头都有，正好有种神玉，质地温和坚硬。真的有这种玉石？主人，你空间能量充沛，各种石矿都有。我是谁？我可是天下第一牛逼岳大王！这就成功了，这就是传说中的神品符。得了秘境一行，连名字都给自己改了。我怎么没想到用爪子？小菜狗这石头很坚硬，
天界之人喜欢用它修建仙宫。你空间地底掏出来的？到一边去，月大王要开工了。他连爪子都比我硬。这就是老天追着喂饭吗？和岳文文一比，我就是个渣渣。接满，你确定？当然，不就是一个小瓶子吗？我感觉把你塞进去也装不满。你说啥空间瓶？那岂不是小麒麟可以随便吃？主人，你要干什么？系统哥哥，我要烧一个炼丹炉。炼丹炉好像不能烧吧？主人，这次不用大锅了吗？我自己搞个炼丹炉，应该就不会炸。不信，炸不是因为炉子，是因为月温温。要像醉离霜那样。温温，你这是要干嘛？弄煮饭用的锅，那个我们有。这东西为啥和你契约后还能随意改变形状？正是夜深人静无人时，爹爹也该在修炼，最适合偷偷炼丹。主人，你会炼补血丹吗？不会啊。玄武叔叔说血灵草受他血液滋养有补血效果，我再加点补血灵果炼制试试。用枣子炼丹我第一次见。知悉姐姐说灵枣可以补血。系统哥哥，我现在有神石，肯定不会炸。我会用神石提纯凝成丹。主人快跑！主人快跑！系统哥哥，你放心，我不会有事。你听我的，先快跑！区区丹药，我岳温温还压不住你。小胖龙 vs 黑铁锅，谁赢？系统哥哥，痛死我了！这次炸炉威力怎么比之前几次都大？温温，小子娃娃在天上。主人，你要不要下去？你爹爹出来看你了。我受伤了，世界上竟然有能伤害无敌月大王的东西。主人，你有没有想过，是你的多种力量碰撞才会爆炸？简而言之，你自己打伤了自己，那怎么练啊？爹爹，你看我。小东西，谁弄伤你？玄武的实力都要排在小东西后面，谁能把他折腾成这副样子？我要是说是自己，那我在爹爹心里勇猛无敌的形象会不会大打折扣？娃娃，你刚刚炼丹把自己炸伤了吗？玄武叔叔，你不说话，没人当你是哑巴。这是丹药，谁家丹药是成人脑子大小、坑坑洼洼的黑色一坨，就像魔族巨型魔兽拉出来的粪便。爹爹，这是我炼制的补血丹，你可以帮我试试效果吗？我内心很想拒绝。爹爹，你尝一点点就好。我上次随手炼制的丹药，离霜姐姐说效果特别好。那我用手碰一下，再舔一下手。补血丹只是辅助类五品阶丹药，这种丹药很难吃死人。好，怎么感觉爹爹的脸色唰的一下红了？爹爹，难道是我的药太厉害了，所以补过头呢？不气不气，要是我能打过岳温温，我想我现在一定要给女儿一个深刻的教训。我尝尝。你还小，以后不能吃这种丹药。爹爹，按照时间算，我比你还多长了好多年。我在娘亲的时间阵法里待了200多年，今年3岁，我长了300多年。还有这事，长了300年多年还像个孩子。哼！小东西，你炼的丹药很补血，但是有一点点副作用，我现在要去解毒。娃娃，你炼制的补血丹带着一点催情药的效果，未开制的妖兽交配看过吗？催情药？我不知道啥是催情药，没有听说过。他可是青龙幼崽3岁，自然也长了300年，也不知道什么原因，长了300年，心智也像个几岁的小娃。花锦狐姬每次交配完了就会下蛋，调好时间去蹲，准能第一时间蹲到。那可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蛋，随便一烤就异常美味。看过，那就很好解释了。你的药能让妖兽们有交配的冲动，这样吗？那我给小菜狗吃，是不是就能得到很多只小菜狗？娃娃，小麒麟还只是个孩子，孩子不能交配，你可别问我为什么。玄武叔叔，我懂了，小鸡仔也不能。也不知道我大爹找谁交配去了。他去找解毒的灵植。你爹要是真和其他人交配，你就不怕给你搞个弟弟妹妹出来吗？弟弟妹妹，我想要啊！要不然我一个娘亲6个爹爹，只有我一个娃，多孤单啊！嘿嘿，要是有一群弟弟妹妹跟着我，那场面一定超威风。那你娘怎么办？啊？关娘亲什么事？你爹爹要是和其他人在一起有崽崽，你娘亲会伤心的。不会啊，娘亲和温温一样是博爱的。神他妈博爱的！
娘亲和爹爹们又不是道侣，他干涉爹爹们和谁在一起生崽子干嘛？这话说的也对。我听说人族和妖不一样，只有道侣可以一起生崽子，所以你这个丹药不能乱用，知道吗？我炼的丹能促进生崽，问月宗的崽崽太少了，我要拿回去给我的徒子徒孙们。系统哥哥现在外面过去多久呢？1天。怎么才1天？1天时间，小徒孙恐怕还没回宗门。我记得明月爹地再过3个月就要满18岁，要是明月爹爹选择当女孩子，那我是不是有2个娘亲呢？看来这画上的人就是明瑶。爹爹，你偷看。温温给爹爹看看你小册子上的人如何，我以后要是遇到，可以告诉你，也会注意。我不信。就比如你说的赫连觉，我要是认识不会打他，我和他也不会结仇。爹爹说的很有道理，教育爹爹们从还未相识开始。爹爹，你说的对。为什么还有2个其他人？娘亲肯定觉得我认识爹爹后也会遇到这赫连觉怎么长得像个病秧子似的？没有啊，我觉得赫连觉爹爹挺好看的。我记住了。那我出去一趟，你在这里好好修炼。我还有事要问明月爹爹，等我看完明月爹爹就回来。既然温温要去看别的爹爹，那我除了在这里乖乖修，就是温温不要忘记外面时间3年后和爹爹一起去鬼族。怎么感觉爹爹的话酸酸的？爹爹你放心，温温一定会记得，我很快就会来看你。温温，你在外面1天，我这里就过了100天；你在外面1年，这里就过了100年。你不在的日子，爹爹我一定会多烤些兔子等你回来吃。最好等下我给你多烤些兔子带上。你要是出去了，哪里还有这么好吃的烤兔子？爹爹，我就知道你舍不得和温温分开，没关系的。这里时间过得快，我等下多画点定位传送符。我就是客套一下，最主要的是在女儿心里留下好印象，让她知道我不像那个明月追吃她的、用她的，还想着跑。温温晚上会回来睡觉，爹爹一定记得多做点吃的和文文回来。我会留在家里给她做饭，以后就是她心里排行第1的爹爹，其他几个都靠后站。我锤谁，她也跟着锤谁，乖乖的女儿多好。爹爹不仅舍不得我，还要给我做很多好吃的，在家里等我回家，就像娘亲一样。爹爹，温温以后在秘境的食物就交给你了。爹爹不用担心我，很快就会平安归来。坑爹的女儿，你那徒手灭杀渡劫的实力，我担心个鬼！担心你将归灵界天捅破，然后世界毁灭，我自己也跟着毁灭吗？毁灭世界？岳温温的实力可以毁灭世界吗？谁能把她折腾成这副样子？为什么老天突然劈我？天道又咋的？我有女儿，等着，我要和岳温温告状。我的符是没有问题的，这次没有将自己传送到不知名地方。熊熊你好白，好可爱。小不点你也很可爱，是我见过的最可爱的人族幼崽。到目前为止，我只见过岳温温一只人族幼崽。主人说过来山上的人没恶意就要友好对待。小不点夸了我，我要夸回去。我果然是天下第一可爱的幼崽，走到哪里都是人见人爱，兽见兽爱，花见花开。哇哇哇，熊熊你是小姐姐，温温最喜欢香香软软的小姐姐，好香好软，我要飘啦！要是我能睡在大白熊上。小不点你身上好香，像主人给我吃的果子香。你主人是谁？就是这座山上的主人。我原本北周冰寒之地的一只熊，前不久被主人带回来，我挺喜欢这里的。有片严寒之地，终年冰雪覆盖，有灵果地可以吃果子，还有大湖可以抓鱼。是爹爹带你回来的吗？娘亲怎么没和我说？陈颖爹爹有只契约兽是大白熊，主人给我吃果子，还说他有个女儿，也很喜欢吃果子和甜食，长得特别可爱。主人说的原来就是你，所以为什么要这样摆弄我？就因为我的体型比大白熊小，他捏我就像大猫捏小老鼠。等我长成千米巨龙，也要将大白熊捏起来。爹爹，我回来了。知悉姐姐回来了吗？温温没有和知悉在一起，刚开始在一起的，后来知悉姐姐和归云小徒孙一起了。爹爹，我去了神奇秘境后，不仅找到修君逆爹爹，还找到了玄武叔叔。玄武叔叔是一只超级大的乌龟。玄武、青龙、玄武都出现了，那其他2只神兽会不会也出现？为什么都会在这个时期出现？是啊，可惜爹爹你去不了秘境，不然我肯定带你去玩一圈，超好玩，真的。我可是整座秘境的王，我收9猴打猪妖，御玄武整狐狸精，收银雕还整蛇王。我女儿的生活可真是精彩。我在北周寒地住的时候，孤单寂寞无聊，生活哪里有岳温温这么精彩？爹爹，白熊姐姐是你的契约兽吗？去北周寒地偶然遇到的大白熊，看它可爱，毛又软，为了颗灵果非要跟着我，来了看到我的地盘，非要当我契约兽。为什么我遇不到这么可爱，一颗果子就能忽悠的熊熊？我还没见过全身白色的熊，
雪熊一族爪子和鼻子、眼睛是黑色的，我捡的这只全身都是白的。以后温温可以和雪球玩。嗷嗷嗷！小不点，和我玩，我带你狂奔！好啊好啊，我给你吃果子，我在秘境里摘了好多好多果子，还有猴儿酒。熊熊冲啊，我们去丹峰看看离霜姐姐，给她送些酒。小不点，你给的果子真好吃。我不叫小不点，我叫月大王。你以后不用跟着我爹爹了，跟着我就好，包你有吃不完灵果。好好好，熊熊冲击，冲啊！刚契约的兽被女儿拐走，看着大白熊宽阔的背影，给温温登床好像也不错。小徒孙们都想和我打招呼又不敢，莫非是害怕熊熊？熊熊是化神初期的妖兽，一巴掌能呼死他们那些小菜鸟。小徒孙们好，小祖宗好，小徒孙们真乖。等我岳温温打下全世界江山，你们在外面要是有人依附你们，就报我名。小徒孙们，等到宗门大比，你们就知道你小祖宗的实力。你们也要好好修炼哦。我听说再过3年就是100年一位各宗大比，出行都有强大妖兽陪着，怎么下手？他能随手提高全宗阅历，肯定很有钱，说不定还有珍贵资源。主人，刚刚你身后有人想利用你，咋的利用？他贪心不足，想走捷径获取修炼资源，那就看他本事喽。只要不干伤天害理之事，修士之间的争夺很常见。反正我不会搭理那些弟子。经历女婴事件后，我还人有好有坏，小徒孙一事。主人你不打他？归云徒孙说了阅历一事，那限度是他认为的底线。再多有些弟子会不劳而获，我让他提高任务大厅奖励，尤其斩杀邪祟的任务，还在各区域设宗门点派人驻守。弟子不想在灵气稀稀的地方驻守，多发点灵石就会去了。主人是因为我城一事吗？那里太偏远，有大宗门弟子驻守，会早点发现异样，将危害灭杀于摇篮。主人你去哪里进修过？突然这么聪明，难道我以前不聪明吗？聪明聪明，主人是天下第一大聪明。那当然，我可是岳温温，被骗还能吸取教训，再打人家一顿。公主不好了，不好了，岳温温抱着酒坛，骑着大白熊过来了。为什么没人告诉我岳温温回了宗门？宗主岳温温骑着大白熊从冰立峰下来的，那白熊是陈影尊者的契约兽。快去扣住他！离霜姐姐，我一回来就来看你，还带了灵酒。我听说你半月前晋级化神出关了。小祖宗来看我自然高兴，只是他已到门口，我身为石低微的晚辈，还是得迎接。小祖宗来看我就好，怎么还带酒？离霜姐姐，你不想要温温的酒吗？没有没有，我是怕温温不够喝。谁担心你没酒喝？我是怕你来偷我的酒。离霜姐姐不用担心，我收了好多酒猴小弟给我酿酒，超好喝，还有各种口味。这真是传说中酒猴酿的酒？当然是。小祖宗别先去我家慢慢喝，让食堂多备点食物，咱俩今晚不醉不归。离霜姐姐，我要吃烤小猪，还要吃鱼，清蒸鱼。好。温温，我也想喝。等下管够。刚见面就请我吃灵果喝酒，还管够。虽然不知道酒是什么，嗅到那香气就知道很好喝。